乌云遮月，漫天鸦雀盘旋上空，给镇国公府笼上了一层死气。庭院、走廊，一个绝色无双的女子，身穿红色喜袍，跪在染尽鲜血的台阶。他泪流满面地看向站在对面屋檐下的一群人，那些人是他的父亲、5个哥哥，还有他。你们为什么要杀他们？为什么？为什么？申婉。这时，一名身穿着水蓝色锦衣的男子缓缓走下台阶，他双手负背，面容英俊。此人正是太子莫君礼。沈婉回头看他，让姑来告诉为什么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沈家的嫡长女。什么？沈婉身子一僵，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瞪着沈家人。太子说的是真的？对，你不是我沈家的姑，你只是一个没见识的村汉之女。当初母亲落难的安林村生下沈家真正的嫡女，却被那泥腿子偷梁换柱，把你换到尚书府充当嫡长，莲儿表妹才是我们沈家的嫡女。说话的人是沈家嫡长子沈承霄。早在3年前，沈家就认回真正的沈家嫡女，而之所以没有告诉你真相，是因你自幼对医术敏感，有拜穆仙山圣医为师，还有用，便继续让你沈家嫡女留在尚书府。如今谢家已除，沈婉，你该让出本不属于你的位置。他哈哈哈的大笑，低头看怀里的男子。谢玉姐，往前路上你不会孤单的。你们这群畜生，残害忠良，作尽坏事，一定会不得好死的！快保护太子！他冲向莫君礼，他最敬重的父亲一剑刺穿了他的身体。沈婉重重倒下，他不甘心地瞪大双眼。意识消亡的最后一刻，他看到沈莲出现在他面前。沈莲穿着凤袍，满眼得意地看着他，对他说：姐姐，谢谢你这些年悉心教导本宫如何做好一个知礼端庄的大家闺秀，又在我蛰伏间为我医治好了脸上的胎记。如今大局已定，沈家嫡女该归位了。白雪皑皑，院外粉墙覆上风霜，柳条周垂，随风摇曳。一妙龄女子卸去一身奢侈繁复的暖衣，跪在冰天雪地之中。观澜园的管事嬷嬷原本高高兴兴的来迎接他们的大小姐学医归府，严嬷嬷双腿一软，扑通的跪在地上，爬着走到少女的面前。大小姐，你学医6年，老夫人和夫人好不容易把你盼回家，你怎能跪在雪地里？你快起来，地上太凉了。眼前跪在地上的少女正是学医归府的沈家大小姐，亦是重生归来的地狱之魂沈婉。岁岁怎么跪在地上？快把大小姐扶起来！沈家的老夫人从另一条长廊走来，而沈老夫人口中的岁岁正是沈婉的闺女。与此同时，沈夫人与沈家2位公子也一同到来。跟在沈老夫人身后的是沈家长子沈承霄，另一位是沈家2子沈承风，而穿着碎花披风的妇人是他的养母金妙仪。岁岁，快起来！沈夫人也走过来，快把大氅披在你妹妹的身上。岁岁，祖母母亲大哥，不用了。岁岁，是不是有谁在外面欺负你？你告诉二哥。二哥，没有人欺负我，是我恐怕要让祖母与母亲还有哥哥们失望了。什么意思？岁岁，你站起来说话，你别跪着，你站起来进屋说。我在回神府路途中救了一对妇女，那女子与我同年同月同日所生，名为钟莲。我初见她时，竟觉得她容貌与母亲十分相似。只是与母亲容貌相似的女子，与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多着。你为此事而跪在冰天雪地，伤了自个儿不说，还让祖母跟母亲担心。岁岁，先起来再说。母亲生我时，因回外祖家的途中遭遇洪水石流，被困安林村，导致母亲早产生女，而收留母亲的那一户人家也在同一日产女。母亲把祖母提前命人打造的百岁锁戴在孩子身上，可我听严妈妈说，那百岁锁后来不知所踪，祖母又为我打造一副一模一样的百岁锁，而我却在那女子的身上看到她也佩戴着与我一样的锁。若是寻常的百岁锁也就罢了，可那百岁锁上的莲花锦鲤纹与我所佩戴的锁纹一致，还同样刻着岁字。我存了疑心，询问那位女子的父亲，得知那女子是她父亲在路过安林村时从山沟里捡回来的孩子。于是我特意绕回安林村，找到当年收留母亲的那户人家，从他们口中问出了真相。
沈正一得知亲生女儿没死，还被接回尚书府的时候，蹙眉怒道：“胡闹！老爷，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我养了15年的千金大小姐，竟然是别人的孩子！”金妙仪红着眼眶问道。沈正一说：“岁岁他如今出落的亭亭玉立，又是木仙山圣医的得意弟子，饱读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姿态礼仪端庄娴熟。你对这样聪慧又容貌出挑的女儿，还有何不满？将那个孩子找回来做什么？”金妙仪怔住了。老爷，这话怎么让我听不明白了？老爷夫人，人接回来了。宋嬷嬷从门外走入，打断了二人的谈话。沈正一说：“先不必告诉他身份，你自个儿看过了他再说吧。”金妙仪等见到了沈莲面纱底下的真容后，金妙仪险些昏死过去。沈莲脸上的黑色胎记不但没有因时间而淡化，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胎记颜色更深，面积往鼻梁扩散，整片左脸胎记微微高隆而起，实在是奇丑的吓人。金妙仪只远远地看了一眼，就赶紧转身回各自的院子。老爷，他脸上的那东西……沈正一言语冷静地回答金妙仪：“你也知道，我沈家与别的家族不同，你怀最后一胎的时候，整个家族乃至皇后娘娘都盼着是个女胎，确保将来可以将凤后之位从沈家延续下去。可那个孩子长成这副模样，我怎敢拿去给皇后娘娘交差呀？”所以沈婉他是安陵村那户人家的孩子，他比我们的孩子早出生3日，且是足月出生。我看他相貌极好，长得白白嫩嫩，一脸福气，那样的长相才应该是我们的女儿，便将那户人家的孩子要了过来。如果夫人真的想把他接回沈府，也不是不可，便对外称他与岁岁是双生姊妹。排行老二，因自幼体弱，一直留在庄子上养病，如今到了及笄的年龄，回京议亲。至于沈婉，她必须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未来的皇后。腊八，尚书府大办家宴，为沈家嫡女行及笄之礼。那个射箭的女子是谁？说话的女子正是金妙仪刚接回府的亲生女儿沈莲。二小姐，那就是大小姐呀。她真厉害，长得真漂亮。大小姐不仅会步射，还会骑射，投壶蹴鞠也很厉害，学过四书五经，还会吟诗作画。最厉害的是大小姐还精通医术呢。精通医术？你就是沈妹妹吧？沈莲倏地回身，心脏猝然一紧。站在她面前的男子相貌俊美，长身玉立，令沈莲怦然心动。身旁的禅灵扯了扯她的衣裙，低声提醒：“是太子殿下，快给太子殿下行礼。”见过太子殿下。今日是你及笄，姑特意准备了礼物来找你，你看可还喜欢？沈小姐，快收下礼，谢恩吧。沈莲回过神来，谢太子殿下。这枚九尾凤钗是母后亲自让姑送到你手里的。沈妹妹，等你及笄礼后，母后会招你父母入宫，议你与姑的亲事。亲事，到时母后会接你入宫，先熟悉下宫中环境与规矩。你莫怕，一切有姑在。沈小姐，是太子殿下，见过太子殿下。沈婉与园内贵女们异口同声地向莫君礼行礼。你们为何只顾着自己玩，却不与沈婉妹妹一起玩？今日她才是家宴的主角。太子殿下，臣女们一直在和沈小姐一块玩呀。秦霜兰说完，沈婉就大大方方地站起来，笑道：“太子表哥，好久不见。你是谁？太子表哥，我就是沈婉啊。你是沈婉？那她是谁？太子殿下，她是臣女的双生妹妹，叫沈莲。今日是臣女与妹妹一同过及笄礼，臣女的父母也正打算借今日家宴向众人宣布接回臣女的二妹妹。从来没听过沈小姐还有妹妹呀。秦霜兰心直口快地说：“向诸位介绍一下，我妹妹沈莲，自幼体弱，我爹娘以为她活不下去，便让乳娘带她去山清水秀的庄子里养到至今。如今身体大好，我爹娘才把我妹妹接回府来。她可是我嫡亲亲的妹妹，你们可不要欺负她哦。”莲儿表妹当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颇有沈夫人的端庄秀雅之姿。反之，两世初见，一见钟情。只是前世莫君礼初见沈莲的时候，沈莲脸上的胎记已经被他医治好。沈大人好福气，一株双拼莲，长女如高岭之花，次嫡女如皎月温婉，何不趁此机会向众人宣布沈家二女的风采？沈正一笑了笑：“长女沈婉在外学医6年，复读四书五经，精通药理和医术，习得世家礼仪，上马能骑射，下马能执笔。婉姐儿，还不快向太子殿下行礼？”姑方才就已经见过婉儿表妹了，婉儿表妹的骑术的确精湛，倒是莲儿表妹独自一人立于屋檐。听婉儿表妹说，莲表妹自幼体弱，一直被娇养在庄子里。看来婉儿已经和太子殿下说过莲儿的事儿了，实在是当年微臣与夫人也没料到
这一胎竟是双生化，只是莲儿生下来时身子骨太过娇弱，无法长途跋涉，随我们回京，便留在附近的庄子。这10几年来，汤药断断续续，不曾断。我没有病啊，我也不需要吃药，我身体健康的很。父亲是说，妹妹在庄子上养好了身子，如今身体康健，恢复如常人，无需再用汤药。莲儿妹妹这身子，纵使是养好，也还需要再多养一养。女子便是一朵娇花，疏忽。是，太子殿下说的极是。一群公子哥的到来，打破了微妙的尴尬气氛。啊，那不是镇国公府的谢小公爷吗？真的是谢小公爷，没想到他也会来参加沈家家宴。参见太子殿下。西辞，你可来晚了，待会儿要罚酒。应该的。太子殿下，观梅亭可看戏曲，不如去观梅亭坐吧。好。李淑金和他只是陌生人，只要能让谢玉锦避开怀州府的威胁，就能改变他和谢家的命运。姐姐，我有话想和你说，我们能不能去那边聊？好啊，你能不能把太子殿下让给我？我知道沈家所有人都准备把姐姐送入东宫，做准太子妃。方才父亲单独向太子殿下介绍姐姐，轮到我时，父亲便将我贬得一文不值，还借口说我体弱，有意告诉太子殿下我身子不健康，来衬托姐姐的美好，好让太子殿下选择姐姐。我当时心中很生气，若不是看在姐姐的面子上，无疑是准备与父亲好好理一理。他们把我弄丢在外，害我在外吃了那么多苦头，如今又对外编了一些对我不好的言论。幸好太子殿下看破人心，并未听进父亲那些话，当然也有姐姐方才的解围。我觉得姐姐你是个识大体的人，好说话，所以我才会来找姐姐。凭什么要我让给你呢？姐姐看不出来吗？太子殿下他在人前处处维护我，他还将九尾凤钗亲手送给我，说做我的生产礼，而且他还当面跟我说，等回宫后便要与皇后娘娘商议接我入宫，先熟悉宫中的环境，还要娶我当太子妃。你就这么想当太子妃？我看得出来，家里所有人都不喜欢我，他们只喜欢大姐姐。大姐姐就算不当太子妃，也能嫁个家世顶好的男子。我方才就发现，许多公子哥都在看姐姐，他们对姐姐露出了爱慕之情，包括那位什么镇公府的小公爷也在看姐姐。若是姐姐我不上呢？姐姐，你又何必自寻苦楚？强扭的瓜不甜，太子殿下并不喜欢你。谁说我喜欢吃甜瓜了？妹妹怎会如此天真？入了后宫，你莫不是还指望着太子殿下日夜望着你，待你含情脉脉，至死不渝？你看看我们的皇后姑母，她执掌的后宫底下有多妃嫔。我身为沈家嫡长女，知道自己肩上担负着什么职责。我不在乎太子喜不喜欢我，沈家的人也不会在乎，他们只在乎太子妃，只要是我就成了。既然妹妹那么喜欢太子殿下，待我嫁入东宫后，便许太子殿下纳你为妾。不，谁要做妾了？这样你就受不了了？你拿什么来跟我比？就区一枚九尾凤钗吗？你知不知道皇后姑母每年都会送凤翼珠钗到我衣门下，接你回沈家生活了10天半个月，就忘了自个儿是从哪里爬回来的？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臭东西，愤怒！你知道当年爹爹为何把你扔了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是因为你长得实在是太丑。沈莲受不了沈婉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用力推开沈婉。老夫人，不好了，二小姐把大小姐推下水了。你说什么？沈老夫人惊呼了一声。没事，你们继续用席。神现在在何处？谁把大小姐救上来的？已经送回大小姐的琳琅阁。当时谢小公爷在场，大小姐被二小姐推下水后，那谢小公爷第一时间跳入河里救回了大小姐。除了谢小公爷，在场的都还有谁？奴婢过去时，身边只有花荣与花景，那2个丫鬟也下水捞大小姐了。谢小公爷也很识趣，说只当是那2个丫鬟救起了大小姐。当时奴婢看四周也没别人，都是咱们沈家的奴仆。那就好，那就好，快去把那孽畜抓回来。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放开我，放开我！闭嘴，吵死了！老夫人，二小姐她当真是疯了，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不知羞耻之话来羞辱我们大小姐。她说了什么？沈老夫人从内室走出来，一脸阴沉的喝道。花景看向沈莲，大声回道：回老夫人，二小姐让大小姐把太子殿下让给她，这也叫羞辱？花荣生气地看了一眼沈莲，一边抹着眼泪道：大小姐与二小姐讲道理，
说婚姻之事，全凭家主与夫人安排。二小姐便说。花景接话，家主与夫人偏疼大小姐，自是要送大小姐出东宫当太子妃。大小姐已经得到那么多宠爱，就算不嫁给太子殿下，家主和夫人都可以为大小姐寻到顶好的男子。今日来咱们府上的世家公子，个个都看大小姐，对大小姐生出爱慕之情，还口声声说太子殿下不喜欢大小姐，只喜欢二小姐。花景哭着道。之后二小姐却把大小姐推到湖里，大喊大叫，说不是宋嬷嬷来得及时拦下了二小姐，避免万难。进入九曲廊看到大小姐落水的画面，大小姐还不知道要被羞辱成什么样了。沈莲并不觉得自己有错，难道我说的有错吗？何来羞辱之说？太子殿下喜欢的是我，根本就不是。世家贵女哪里养得出你这种勾栏谄媚之话？偏你说得出口，还有脸在婉姐面前大放厥词，污了我婉姐的耳朵。这就是你执意要接回来的野蛮粗鄙的沈家嫡女。你看看她这样子，哪有半点嫡女风范啊？拿什么和我的婉姐儿比较？你想让沈家败在这种蠢货手里？景妙仪脸色十分难看。我什么模样？还不是你们沈家给的？是你们要把我接回来的？难道是我求着沈家的人来寻我，把我接回沈家了吗？沈莲，快跪下来，和你祖母道歉！是他不尊重我在先，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大姐姐可以在沈家教养长大，而我却流落在外，要道歉也应该是你们沈家给我的。景妙仪听不下去，一巴掌狠狠打在沈莲的脸上。与此同时，沈家长子走入房间，快把他送出府，送走，只当我沈家没有他这个女儿，快！沈莲猛地打了一个激灵，不要，我不走！娘亲，娘，你不要再把我扔了！快把他拉开，送他出府！我不走，这是你们欠我的！哥哥救我！我不想离开沈家，我不要走！放开他！老大，不能放了他！他把婉姐儿推下池子，婉姐至今还昏迷不醒，沈家绝不可能再留下他。祖母母亲，我是来告诉你，太子殿下他执意要选二妹妹做太子妃。什么？沈老夫人大惊，怒瞪沈莲的模样，指着沈莲道：太子殿下看上了这样的人。此时父亲在极力游说，明日还要入宫与皇后姑姑商议太子妃一事，现在是留下，把他禁足在院内，等此事定夺，再处置他也不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嫡女沈莲品貌出众，秉性端淑，赐婚太子，为太子妃，则良辰完婚。沈正一听到圣旨内容，一口老血险些吐出来。尚书大人，夜深了，太子殿下已经歇下了，你有什么事，明日再和太子殿下说吧。太子殿下，他双手捧剑，举高到头顶，高声大呼：你杀了微臣吧！秀秀，你这是沈家嫡次女沈莲自幼体弱，一直被养在庄子上，不受礼教约束，行为粗鄙无知丑陋，不识礼数，日后铁定会令君心大怒，株连九族。不如你现在给罪臣一个痛快。莫君礼不赞同的皱起眉头。沈大人，姑知道手心手背不一，但你偏袒长女，偏袒的过，姑就喜欢沈二小姐这般不拘礼节、自由率真的性子。太子殿下，沈正一抬头看向莫君礼，面如土灰。并不是罪臣偏袒长女而疏忽次女，也并不是罪臣恶意贬低次女，实在是次女上不得台面。怎会上不得台面？姑今日在沈家家宴见到沈二小姐的时候，她知礼温婉，她是没有沈大小姐跳脱活泼，也许她也不擅长骑射剑术，不懂蹴鞠玩耍之物。可姑要一个全能的太子妃做什么？如沈二小姐那般安静的性子，更像姑的后，也更能沉下心来做好一个太子妃，执掌东宫事务。姑就知道你们沈家一心想将沈大小姐塞入东宫，所以姑从沈家回来后，便向父皇求了一道赐婚圣旨。沈大人莫不是想抗旨？罪臣不敢。沈正一大呼了一声后，头重重地磕在地上。那你持力气入东宫是要做什么？难不成你还想逼着姑另娶沈大小姐为太子妃？姑告诉姑不会娶沈大小姐做太子妃，你们也好早日为沈大小姐另寻高门，莫再打希望。太子殿下，沈大人，这就是姑的决意，你莫要再逼姑让母后左右为难。罪臣没有要逼太子殿下的意思，罪臣是想问你，你当真要沈莲为太子妃？是，姑心意已决，她是姑选的人，无论她怎么样，姑都会亲自调教，让她成为令沈家满意的太子妃，绝不让沈大人失望。沈大人，请回吧。好，太子殿下既然选择了她，日后殿下可莫要后悔。沈正一朝他拜了拜，起身就离开了
东宫。李长福快步走前，哎呀，这沈大人偏心偏的也太厉害了，为了沈家嫡长女，竟连夜持剑入东宫。哎呀，沈大人可是满朝文武最守礼法的人呢。姑真是小看了沈婉，比姑宽衣，姑要去一趟母后呢。那边沈正一前脚刚踏入沈家大门，后脚宫中就来人了。这次来的传旨还是乾清宫大内总管赵毅。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沈家嫡长女沈婉，温婉端庄，博学多才，镇国公府嫡长子谢慈，英勇善战，仪表堂堂。自智婚二人珠联璧合，则良辰吉日完婚，钦此。大小姐醒了，大小姐醒了。沈婉醒来时，已经从花荣口中知道赐婚一事。太子已定你妹妹为太子妃了。爹爹，我知道了。祖母，这是天大的喜事儿，是好事儿。无论殿下选谁，只要是出自咱们沈家的女儿就够了。婉姐儿，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怎么拿来和你比较？他。祖母，妹妹是因为我才会流落民间，是我占了妹妹的身份和地位，礼仪规矩都是可以教的。婚期还未定下，沈家还有很多时间，请管教嬷嬷仔细教导妹妹。至于妹妹的另一处缺陷，我明白爹爹与祖母的担忧，你们放心，我会尽我所学，看能不能帮妹妹医治好脸上的胎记。可以治。爹爹，女儿可以试试看，但不能保证能够去掉胎记。不过，好丫头，你快说吧，莫让你爹爹心急。我在木仙山一门内曾翻阅过一本古籍，里面就有一个方子，可做成一块药膜，贴于人的面部，盖住人脸上的疤痕、创伤或是胎记。那可否去掉或淡化胎记呀？不能的，祖母，这个方子只能短期用，不能长期用，里面含有麝香，用久了恐会有绝嗣的风险，这不是长久之计，但可以暂时解了妹妹眼下的困局。赐婚后，皇后娘娘必定会召妹妹入宫。你方才说可以试试治你妹妹脸上的胎记，是，我可以一边治一边为妹妹制出药膜，药膜是应急所用，需由专人看着，莫让妹妹长期久用。那就这么决定吧，等你恢复了身子。祖母，我身子没什么大碍，我打算明日回一趟木仙山，向我师父要那本古籍，顺便问问师父有没有什么法子治好妹妹的胎记。不如直接带你妹妹一块上木仙山，找你师父李仙仪，由大哥护送你们去。一切全凭父亲安排。你祖母终究是担心你落了水，身子没好全，便让你大哥直接带着你妹妹去木仙山了。你就暂时不必回木仙山，今日啊，陪娘上普华寺祈福。还是让家中长辈担心了。既然如此，那我便陪娘上普华寺走走。我去叫人安排马车，你祖母让你过去陪她用早膳。好，娘亲。沈婉前往西河堂的时候，正好碰到前来尚书府的莫君礼。沈婉见他走来，也在原地停留，给莫君礼行礼。臣女参见太子殿下。沈大小姐，我知道你的心思。莫君礼双手负背，言语透着训斥与不耐。过去15年，沈家所有人都围着你转，连母后都很喜欢你，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心里不平衡，不能理解。可不是人人都像那些喜欢你的人一般世俗。姑以前不经人事，说了一些让你误解，你今后莫要当真。姑与莲儿表妹的亲事已成定局，你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情。姑可不想让莲儿表妹误会。见他无话可说，就从他面前走过。沈婉起身往西河堂的方向去，可走着走着，他就发现他和太子走的是同一条路。沈婉，你就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太子殿下，臣女不知哪里惹得太子不快，别跟着我。行。沈婉说完，直接越过莫君礼，快步朝西河堂走去。跟在沈婉身后的莫君礼脸色更黑了。祖母。沈婉走入西河堂，为沈老夫人请安。沈老夫人见到太子后，立刻起身行礼。怀祖母，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太子殿下怎的大清早就出宫了？怀祖母，母后想见见莲儿表妹，不知道莲儿表妹初次入京，特意出宫迎莲表妹入宫。你莲儿表妹昨夜旧疾发作，城门刚宵禁，便让程潇送她去木仙山寻李仙仪了。不如臣妇让婉姐先入宫给皇后请安谢恩。木仙山可是婉表妹所在那个驿吗？是呀，李仙仪就是婉姐的师傅。你看此事。怀祖母，你不该瞒着此事，贸然把莲表妹送出京城。我这就带太医去木仙山接回莲表妹。什么？快，婉姐儿，你想办法拦下太子殿下。祖母莫急，孙女
以这就去找太子殿下。沈婉真有心机，哄骗你家里人将你的妹妹送入你的衣门，以为姑不知道你的阿杂手段。若是莲儿表妹出了什么意外病死，姑也不可能娶你。你趁早死了你那条心。那太子殿下赶紧快马加鞭去追啊，没准现在还能在半道上追回来，救回你的心上人。你和谢玉锦的婚事，我会让母后早日定下。太子殿下，押回上京的江家嫡幼子逃了。逃了？皇城司可收到消息？王德全第一时间向奴才禀报此事，不过皇城司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此事。江陵怎么逃的？御林军中有奸细把江陵给放了，不过江陵中了一箭，正中要害，跑不了多远的。你立刻派人去到木仙山，把沈二小姐接回京，我亲自去抓江陵。太子殿下去御林军队了，听说江家幼子逃了。母亲，你还要带妹妹去普华寺吗？去吧。娘亲，那些官兵像在找什么人？叛贼之子江陵在回京路上逃走了，御林军正在搜查江家六公子的下落。妹妹莫怕，有二哥陪着你跟娘，不会有事的。你就跟着娘，别到处乱走。彼岸两生花，画一佛一魔，手持万魂布，落笔满门窟。老二，你带你妹妹去扶持祈福，我去找大师解签文。你记住，别离开你二哥。我知道了，娘。沈婉转身笑对着沈成风道：“二哥哥，走吧。”精妙仪看着二人离开，一旁的僧人走了过来。阿弥陀佛，小僧带施主去找无尽大师解签。此签大凶，求大师解签。彼岸花又称长在黄泉路上的花，落在阴阳交界之处，顾者回头，渴望人间，向前走便是炼狱深渊。如今佛魔降临，必有大灾大难。福晋大师，此签可有办法解呀？无论需要多少功德，夫人都愿意解。无尽大师叹了一声：“这是一捆打了死结的绳，难解。那若是将这死结斩断呢？”阿弥陀佛，施主，一切皆有因果，你斩断了，因还在那儿，结果都是一样。无尽大师双手合十，行完礼后便不再与精妙仪多说。大师一定有办法解的，你告诉我，我需要怎么做？哪怕改变一点点格局。那贫僧再劝告施主一句：万恶生仇，从善得道，一切归一。沈二公子，太子殿下在找你。好，我知道了，我先送我妹妹回母亲那里。二哥哥，太子殿下找你，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投完铜板后就回去找娘，你不必送我。但是娘让我寸步不离的保护妹妹。普化寺进了贼人，哥哥不放心你一个人。罢了，那我现在就回去找娘，你不必送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早日抓到那贼人，也好还普华寺一片宁静。花荣花景，我们走。确定贼人逃入寺内？确定。但是今日是15，来普华寺上香的香客比往常多，不乏有上京城的世家夫人。太子不想得罪了世家，人手不够，需要二公子速回上京，待禁军过了。这是太子给的传唤令牌。二公子，别耽搁时间了，快去吧。大师，方才那位解签的夫人如今在何处？无尽大师看了他一眼，沈婉双手合十行了一礼，就往无尽大师所指的路快步离去。小僧不解地问：师父，刚才那位夫人不是在禅房听无名师叔诵经文吗？他要找的人不在那边。花荣花景，你们二人在藏经阁外守着，我进去找几本经书抄来给老夫人，莫让旁人打扰我。谢小公爷，我是来救他的。江六公子面色乌黑，口唇暗紫，陷中心脉已然是要害，但我看他面色，射中他体内的箭头必定有剧毒。我是李仙一的徒弟，擅长医术，且不比太医院的太医们差。外面有太子的人四处搜查江公子的藏身之处，一短时间内也没办法把江六公子移出普华寺。从外面请来的郎中也未必能取江六公子体内的箭钩，哪怕能取下来，可其毒入骨，所剩下时间不多，配制解药需要时间，而我手里正好有解药。是太子派你来的？是。你不怕我杀了你？怕呀！你方才问我是不是太子派来的，我若说不是，小公爷铁定不会信我的话。我若说是，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何门外没有御林军，只有我的2个丫鬟？我在木仙医学医时，曾经随师傅下山去南疆。师傅原本想出一份力量帮助战乱中的士兵，没想到却先碰到了一群悍匪，将我和师傅劫上山。当时江家军有7、8成士兵在战场上拼杀，誓死守护着商国的疆土，伤亡惨重。江老侯爷收到消息的时候，自己也断了半臂，却在身负重伤时带了1万人把山寨剿了。我和师父得以从土匪窝里出来。江老侯爷是我和师父的救命恩人。黑风岭一战，我和师父进入了军营，成为江家军军医。谢小公爷，你一定没有见过赤焰过江，霞映天，尸骨成山，血肉成河。纵然如此，江家军不曾退缩，如今却被暗以投敌叛国的罪名，我怎会相信这种混不吝的话？只怕是什么？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不等沈婉回答，门外突然传来花荣与花景的声音。你们家大小姐在里面干什么？
啊？回应太子殿下，大小姐说想给老夫人抄一些经书回去看。得罪了沈大小姐。抄经文为何要死？把门给姑撞开。是。太子殿下，这字是你写？是啊，太子表哥，给你瞧瞧。你好好说话，姑问你话，你如实招来。姑方才看到谢玉锦往藏经阁方向而来，你看见他了吗？看到了。太子殿下要找谢小公爷吗？大小姐在哪里看到谢小公爷？就是在来藏经阁的路上啊，他好像穿着黑色服饰，身边还有一个人。他身边的那个人是不是长这个模样？如实招来，此人犯了重罪，若有半点隐瞒，视为同党。臣女没有看清那人的模样，臣女只看到谢小公爷扶着一个穿着僧衣的人，那个人剃了发，整个人懒懒靠在谢小公爷的怀里。臣女本想上前和谢小公爷打招呼，可是谢小公爷看到臣女后，就带着那位小僧徒往斋房的方向去了。太子殿下，奴才把沈二小姐接回来了。他在何处啊？奴才看这里重兵把守，就将沈二小姐安排在一处安静的禅房。奴才引太子殿下过去。好，可请了太医。奴才带去的罗太医说，沈二小姐的身子并无病疾，身体比奴才的还要健康呢。沈婉，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飞来横祸，让他沈婉说什么了？人家明明是去木仙山治脸，又不是去治病的。你还敢说不是你做局，让你大哥送走莲儿的？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休想再动莲儿。太子殿下，你就那么喜欢臣女的妹妹吗？我不喜欢满腹算计的女子，你纵有嫦娥之貌，可却有一颗蛇蝎毒心。我不动是看在沈家与母后的关系，你下次若再动莲儿，我定让你远离上京城。哎呀，这袖口染了墨。沈婉低头看了看，那袖边上染的是墨，也是江林的血。太子殿下，她已经是姑的准太子妃，你们不该为了偏袒沈婉，将她打发出上京城。太子殿下，微臣你不必解释了。我今日一早去了沈府，母后想见莲儿表妹，这段时日母后会留莲儿表妹在宫中学习规矩。莲儿傲雪红眉，鬓抹如画，莲儿表妹你受苦了。太子殿下，莲儿旧疾发作，还将病气过给殿下。你不必在姑面前装了。太子殿下，我不是，我没有想要骗你，你也别怕姑，姑也不怕你的病气，姑只是怪你不该和你的家人合起伙来骗姑说你旧疾复发，害姑担心。姑既然选择了你，却不会因为病痛而嫌弃你。你以后也切莫委屈自己。母后要见你，姑知道你在沈家不容易，所以姑亲自出宫接你入宫。等到你我成亲之日，你再回沈家出嫁。太子殿下，我想先见大姐姐。夫人，大小姐在那儿，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普华寺越来越多官兵出入，我不是叫你别离开你二哥哥吗？娘，二哥被太子换去了，我回来找娘，娘不在菩萨殿，恰好经过藏经阁，我就给祖母抄写了几份经文。娘，大姐姐。沈莲的声音令精妙仪猛地回过神来，她转身看自己的身后，冷着脸：你怎么在这儿？是姑派人把莲儿表妹接回来。太子是疯了吗？好好把人接回来做什么？她心里抱怨：臣妇见过太子殿下。莲儿表妹有话同你说，你们二人去对面那亭子。莲儿莫怕，姑在这里等你，你过去吧。低垂着眉眼的沈莲微微抬眸看了看沈婉道：大姐姐，我有话同你说，我们去那边的亭子聊吧。好啊，岁岁，如今全家人的性命都系在你的手上，一定要渡你妹妹破眼下困境。沈夫人，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偏偏要悄悄与沈大小姐说？精妙仪没有说话。娘你放心，我一定会照看好妹妹的。沈家不能就这么完了。姐姐，太子殿下要接我入宫了，那就恭喜妹妹呀。不是，姐姐，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沈莲被急哭了。哎，妹妹，你可别在这儿哭，免得哭花了妆容，吓着了太子殿下。我听大哥说，大姐姐可以制出一种药膜，贴于面部，便可隐去任何疤痕，甚至是姐姐可否帮我制这种面膜？太子殿下他要带我入宫学规矩，我这样入宫很容易就被人识破了。大哥说一定要藏好脸上的胎记，若是被太子殿下或者外人发现，我们全家都要被安上欺君的罪名，轻则流放，重则杀头。那可不行。姐姐，为何不行？若无爹爹或母亲的允许，我是不敢将那药膜给妹妹用。大哥难道没告诉你，我那药膜用多了容易绝嗣吗？可大哥也说只要短期用就无大碍。姐姐一定要帮帮妹妹，我真的很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能失去他。莲儿，你求他做什么？一道颀长的身影从另一条长廊走来。太子殿下，皇承司今日接密报，普华寺内藏着一名大辽细作，这细作平日里以僧人之身游走于普华寺，微臣特意便衣出行捉拿此细作，没想到蒋副将带着一群御林军要从微臣手里抢人。太子殿下今日大动干戈，就为了找他吗？
谢玉锦，你帮蒋副将做什么？微臣怀疑他与细作是同党。沈婉听到这话，就差点当众竖起大拇指夸谢玉锦，这招釜底抽薪很绝。去他娘的细作！谢玉锦，你个王八羔子，别让老子出来！你薛新贵是孤派到普化寺捉拿重犯的，你放了他吧。待微臣回去向皇上禀明，再仔细调查一番。若蒋副将当真无辜，微臣一定登门道歉。沈夫人，可否让我与令媛在亭子里说几句话？我今日离家时，父母将祖传之宝交于我，要我当面交到沈大小姐的手里。精妙一看向谢玉锦，心情复杂又沉重，他点点头，麻烦太子殿下、沈二小姐把这亭子借微臣用一用，微臣有话想单独和沈大小姐谈。太子殿下，谢慈，你莫要被这个女人的外貌迷惑，小心牡丹花有毒。这墨君，你脑子有病吧？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多谢太子殿下提醒。小公爷，多谢。听闻你还擅长剑术，这是我家老爷子得知你的本领后，要我拿来送给你的东西，你不喜欢？没有，弓太沉，太贵重，可否换一样信物？这是我的定情信物。定情信物啊，谢家商行的令牌，你可以去谢氏的铺子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谢小公爷是打算用整个家当来骗取我吗？真别说，让你猜中了。既然如此，那我定不会与小公爷客气，就当是枕巾了。怀州府盗匪横行，杀人放火好时机，望君保重。蒋新贵手里有东西，就是被谢玉锦问出来，对沈家对太子殿下都不利。今日父皇为怀州府海盗之事烦扰了许久，孤回宫以后就借怀州府盗匪一案谢玉锦之子。你提前在怀州府布局，让谢玉锦有来无回，到时孤让接替皇承嗣。冰肌玉骨，明眸皓齿，娘亲，你看看妹妹如今这张脸，可还令你满意？太像了，夫人。宋嬷嬷忍不住露出了一抹笑容，回头对精妙仪说道：二小姐继承了夫人的美貌，和夫人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娘，我这样子可以入宫了吗？若是没有这块胎记，那该多好。看着沈莲这张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脸，精妙仪的心境有了一丝微妙的改观道：我陪你入宫见皇后娘娘。沈夫人，门外传来了李长福的声音：太子殿下要启程回宫了，不知夫人这边准备好了吗？李公公，我们已经收拾好了，可以启程了。太子殿下说二小姐就坐他的马车入宫，殿下骑马，奴才是过来领二小姐回去的。莫怕，有我陪着你。等上了马车后，我会告诉你要注意什么，你按我说的做，绝不会出差错。过2日你也要入宫给皇上皇后谢恩，你先回府，娘回头陪你一块入宫。皇后娘娘说，既然太子殿下要接沈二小姐入宫，不如叫沈大小姐也一块入宫。皇后娘娘已叫御厨准备了晚膳。沈婉，不该你说的话就给姑好好闭上嘴。沈婉动作顿了顿，淡淡的瞥了一眼莫君礼，一个字都不想理会他。这是什么态度？谢婉刚才面对谢玉锦的时候不是这模样，小的跟荡妇一样，给太点甜头便乐成那个样。大小姐，太子殿下以前都不这样对待小姐的，现在怎么？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二小姐那样不识礼数，这样进了宫还不知会如何呢，可别连累了大小姐。算了，你也别学了。娘，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我可以改正。短时间内也是为难你了。当初你大姐姐学了3个月，你入宫后就看你大姐姐的动作规范，尽量做好一些。你刚从庄子回京，我相信皇后娘娘也不会对你太过苛刻。沈莲暗暗松了一口气。好，我听娘的话。你只要记住，见到皇上皇后要行礼，皇上和皇后不让你起来，你不能起。皇上或是皇后说平身时，便要先谢恩再起来。这几个要点你切不能乱了。是娘，我记住了。大姐姐，我们一起走。好啊，臣女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万福。沈皇后看到沈婉的时候，双眸一亮，抬手招了招：婉姐儿，快到姑母身边来，姑母有许久未见你了。是。沈婉微曲的双膝轻点了一下，便立直双膝，落落大方的走到沈皇后面前。沈莲愣在了原地，按着沈婉刚才行礼的姿态定在原地，不敢动弹。原礼，谢皇后娘娘。精妙一谢恩后便也起身了，沈莲却依旧定在那儿，保持着刚才行礼的姿势。这蠢货在干什么？这位莫非就是沈家刚接回府的沈二小姐？皇后姑母，那的确是臣女的妹妹，叫莲儿。起来吧。沈莲还定在那儿。皇后娘娘许你平身，快向皇后娘娘谢恩起来吧。谢皇后。皇后娘娘，对不起，我不是
有意的，我刚才蹲太久了，腿犯麻，一时不小心。沈莲，你看来沈二小姐的规矩得好好学一学了。我会学的，我一定会学好规矩，给皇后娘娘看。管姑姑一脸严肃地上前说道：“沈二小姐，在皇后娘娘面前，你要自称臣女，给皇后娘娘回话时，你要先说回皇后娘娘，再答话，绝不可在殿前自称你或是我。向皇后娘娘请安时，双手在襟前交叠合拜，头微低，上身略弯，双膝微微屈下，双肩平衡于一条线上，切不可歪歪倒倒，四处乱晃。”管姑姑一边说，一边在她面前亲身示范。沈二姑娘，请向皇后娘娘行万福礼。沈莲站起身，战战兢兢地学着管姑姑刚才的姿态。够了。皇后娘娘息怒，都是臣妇心疼她自幼体质娇弱，也未曾对她报以重任，便想着让次女过得舒服自在些。直至回京这些日子，才开始教导她礼仪。此次出宫回府后，臣妇定让莲姐儿按照皇后娘娘的标准严加教导，绝对让皇后娘娘息怒。皇后姑母请息怒，当初臣女学宫规礼仪时，也将学了3个月，咱们管姑姑才满意。妹妹她自小在庄子上长大，才被接回不到1个月。臣女相信，若有皇后姑母的人亲自调教，定能让妹妹飞速成长。皇后姑母人非圣贤，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通天的本领，您说是不是啊？起来吧。这时，一名宫女端着一个长长方方的匣子走出来，停在了沈婉的面前。婉姐及笄时，本宫少备了一份及笄礼，如今是给婉姐补上的。谢谢姑母。本宫罚了，管姑姑送沈夫人离宫。皇后娘娘不是说要留我们用膳吗？这蠢货，闯祸还惦记着吃。娘，你为何打我？我为何打你？可我都按照娘说的去做了。娘说只有皇后娘娘说平身，我才能起身。可皇后娘娘一直没说平身，这能怪我吗？我不知礼教，粗鄙无礼，在殿前失仪，这些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金妙仪瞳孔附上了一抹惊骇。你在说什么？我说这一切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你们把我扔到外面，直至我及笄时才将我接回沈家。这15年，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我跟着养爹走街串巷，街头卖唱，从未有人教过我世家贵女的礼仪，而大姐姐却享受着沈府的礼教与一切最好的。我若能得到大姐姐的好生活，我也可以像大姐姐一样行走端庄，知礼懂礼，成为皇后娘娘喜欢的世家贵女。闭嘴，蠢货！是，我是蠢货。那你请我回来做什么？倒不如一直把我扔在外面，让我自生自灭。你难道不是吗？您看看我被接回府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再看看大姐姐，她屋子里堆叠着一盒盒的首饰，漂亮的衣服。我回来沈家穿的是大姐姐不要的。我就算按照婉姐的要求来对你，也做不成像婉姐那样的人。母亲从未教导过女儿，又怎知我不能？太子殿下能看上我，为何就没有看上大姐姐？沈莲，沈贵在自知，太子知道你脸上的东西，他可还会喜欢你？沈莲身子巨颤。娘，你要帮帮女儿，大姐姐医术那么灵，她一定可以治好女儿的脸。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从明日开始，你的一切用度按你大姐姐的来。你大姐姐以前学礼时，几时晨醒，几时休息，白日里都在做什么，上什么课，样样都按照你大姐姐的来。你只有3个月的时间。大小姐，夫人和二小姐终于消停了。花景好奇地问道。奴婢刚才看夫人脸色黑的，跟关公似的。大小姐，是不是二小姐她在宫里闯祸了？沈婉低嗤一笑。这才只是一个开始呢。他们要去怀州府了吗？大小姐，你要做什么？外面很危险。北门外有一处断崖，若不控制住马车，我们所有人都会死。花容面容失色。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呀？甚马，今晚魂宫已用。督主，快救人！你还说宫太臣？我有话要跟你说，多谢你的万魂宫。谢玉锦没有接弓，她轻笑了一声。沈大小姐果真如传言那般骑射精湛，谢某有幸开眼界了。这把弓很适合你。它不适合我，你拿回去。她的语气很强硬。不知沈大小姐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我给你留的字条，你看到了吗？你还给我留了字条吗？我现在就瞧瞧。没有字条，是不是沈大小姐记错了？你给我写了什么？太子与沈家长子沈承霄已在怀州府设下陷阱，只等你带着黄承思过去后，在海上设套杀你，让你有去无回。那你呢？我当老爷子对你有恩，总不能是我家老爷子也对你有恩，所以你想救我。沈婉喉咙僵了僵，突然笑了起来。笑什么？穆先生学的是医，也修道，无君子则道不取。师傅说过，莫大山河只剩下小人，朝纲则乱，奸佞横行，百姓民不聊生。我知道沈家的人不值得你信，我是沈家的嫡女，你信不过我吧？但若留一份心眼，多提防身边的人，你也无坏处，不是吗？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次我信。谢玉锦说完，便朝沈婉走去，停在她的面前。沈婉身子微微僵住，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低下头，却听谢玉锦在她头顶说道：“沈大小姐，多谢你给江林的药，他醒来后跟我提及
起几年前的事情。江老侯爷是你师父的救命恩人，但是你是整个江家军的救命恩人，是你给江家人透露黑风岭地形分布图，挽救一城百姓。当年收到你信息的人就是如今的江林。我并不赞同江林找沈家女寻一处生机，可他信你，他让我给你带口信。你兄长手里握着江家的生机和他的长嫂，他想让你救救他的嫂子邵氏。邵氏腹中已有3个月身孕，是江家的希望。林子里传来了马蹄声，有人来了，我该启程了。再见，沈婉。再见，谢玉锦。越来越近，面前的少年郎正是沈婉6年前在名山县救下的人石峰，一个懂得遇蛇以毒物的义士，也是他沈婉花了6年时间培养成的好苗。他手中有一支精卫，无所不能。终于有任务了，这次你要让我们干什么呀？入上京城，在东西南北制造暴乱。哇，天子脚下呀，不愧是大师姐啊！石峰搓了搓双手，一脸兴奋。我要的暴乱不是普通的乱，以万民为旗，皆恶人奸行，必要让朝廷无法收拾。请动御林军入城，到时你再带一波手脚利索的人出御林军救人。救谁啊？江家妇孺，北门有一处沈家的马车，到时你们把沈家马车掀了。刺激！外面怎么回事？夫人，有人闹事，我们无法离开城门去接大小姐了，得赶紧回沈家。他们不但走不了，娘，快救救我！那些人上来了！夫人，快救夫人！你这个蠢货，我差点被你害死，你知道吗？娘，我不是故意的，那些人他们太可怕了，女儿若是被他们推出去，肯定会被他们撕成碎片的。你也知道很危险，那你刚才……轰！马车突然倾斜，不等金妙仪回过神来，他们的马车就重重倒下了。不好了，家主！护卫沈清满身是伤的从外面爬入沈府，找到了沈正一。沈清，你怎么回事？是谁伤了你？二公子，北侧城门乱民暴动，大小姐所乘坐的马车因马失控冲出北城门，不知所踪。夫人与二小姐的那辆马车被乱民推翻，如今夫人与二小姐也不知所踪了。速派人寻回夫人和2位小姐。沈大人，莲儿回府吗？太子殿下，微臣失职。沈正一作揖道：今日内子带着2女至今未归府，微臣正要入宫向太子调御林军来用。上京城突然暴动，他们都还未回府，是不是出事了？是，微臣希望太子殿下出兵救内子与2个女儿，他们都被人劫持走了。莲儿被劫走了？莫君礼大呼了一声，然后指责沈正一：他们今日出府的时候，姑就想告诉我们，多派些沈家的护卫保护莲儿妹妹。她如今身份不同，若她有半点闪失，姑拿你试问。先调兵，先平息暴乱。可是殿下，今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闭嘴！沈莲是姑的未婚妻，是未来太子妃，她失踪了，给姑不惜一切代价保她完好无损的回来。是太子殿下。大师姐，没有找到那个叫邵氏的女子啊。沈婉看着眼前的妇人和她身后的一群年轻女子，眼前的妇人正是江林的母亲陈氏。是你是李神医的徒儿，婉婉丫头。是我，江夫人。江夫人身后的几个女子在得知沈婉的身份后，也纷纷跪下来，围在沈婉的周身。沈婉垂眸扫过4个年轻又熟悉的面，这些女子都是江家儿媳。江离还活着，江离希望你们也活下去。我会带人去找江大少奶奶，我让我的人送你们去木仙山。不用了，江夫人含泪笑道：谢谢你，沈丫头，你又救了江家一命。那你们可有去处？我们是被人陷害，我们做梦都想爬回天子脚下。如今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为江家儿郎伸冤。江夫人2房媳妇魏氏哽咽着声音说道：你们想以死明志，那你们想状告谁？魏氏咬紧牙站起身道：我们要状告太子。你们现在就是蚍蜉撼树，江家能落到今日的地步，你们以为上面的人不知道是太子吗？江家在南疆势力盘根结错，功高盖主，这些年流传南疆已是江家领土，朝中奸佞煽风点火，那么大的勋爵大家族，你们说为何能在一夕之间全部倾塌？那些人又为何等不及将江家的人押回上京重审，而是在江府杀烧抢掠？这件事情影响太大，江家人口众多，子民视江氏为战神，上面的人想快刀斩乱麻，避免节外生枝。你们这样进去，还没走到宫门，就会被太子的人猎杀，根本讨不到一点公道。四嫂嫂，别哭出声，我们小声哭。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们要报仇，我们江家儿郎死的冤，我们江家冤，这天道不公，老天爷不睁眼啊！魏氏悲痛欲绝地哭了。石峰看到这一幕，垂下头，暗暗抹了把泪道：我可以把太子的头割下来，挂到城门上。江家的清明便永远无法恢复，杀一个人多简单，江家却要遗臭万年。魏姐姐有办法的，刀上火海我们都不怕，只要有
有办法，你告诉我是什么办法？再等20日就是太后的寿诞，皇上每年都会到永信宫给太后过寿，全上京世家勋爵都在那里。你们写好冤情，状告蒋新贵与王德全。如果你们执意要状告太子，皇上就会让你们江家坐实投敌叛国的罪名，江家男子尽数被斩杀，兵权已落在太子之手。对皇上而言，你们这些妇孺不足为憾，哪怕是江陵区一个14岁少年郎也不足为惧。若有替死鬼担下一切，他会还江氏男儿正。我知道你们心里怨恨，可谋算要一步一步来，活下来才能为死去的人报仇。江家妇孺们沉默，江夫人做主应下，就按沈小姐说的做。魏氏、李氏、明氏和谢氏纷纷点头。好，那我现在要送你们去一个地方。沈丫头，你要送我们去哪里呀？江夫人问道。永信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送走江家妇孺后，沈婉问石峰：如今北城城门是何人在带御林军？太子跟12公子蒋成风。沈婉眼眸微闪，唇角勾起了一抹冷意。好，派几个人潜伏在暴乱的乱民中，把沈二公子拉下马，我要他一双腿。莲儿，别怕，姑来了，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太子殿下，真的太可怕了。乖姑没有事先安排人马护送你入宫。沈莲摇了摇头，还想说点什么话时，马车里面传来了婢子惊宇的求救声。二小姐，你快叫人救救夫人，夫人刚才被你踩伤了。太子殿下，方才马车被人翻了。姑知道不是你的错，姑知道你担心你母亲，姑这就去叫你二哥过来救你。夫人，二公子定不会有事的。娘，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请太医为沈二小姐看看。金妙仪回过神来，冲到嘴边的话生生咽了回去。这时沈府的王管事十分紧张又慌乱地说：哎呀，夫人，二公子情况不妙，老爷他不在府上，奴才不敢惊动老夫人。你说太医说二公子一双大腿都被马蹄踩烂，骨头血肉模糊，血也一直止不住。如今二公子因失血过多陷入了深度昏迷，若想保住二公子的性命，那就必须截肢。金妙仪双腿一软，身子无力倒在地上。夫人，那还愣着干什么？自然是保住二哥哥的性命要紧，快叫太医帮二哥哥截肢。告诉太医，保住沈二公子的性命，如若实在保不住沈二的双腿，不可！太子殿下！金妙仪大声阻止。大小姐此刻在何处？夫人，大小姐的马车之前就受惊，冲出城门，属下已经派护卫去找了。太子殿下，再多派些人手，上城外的御林军寻回长女，她是李先义的徒弟。太医若保不了二子的腿，臣女相信长女一定行。求太子殿下，求太子殿下。那若是大姐姐也保不住呢？沈莲皱紧眉头，不认可金妙仪的做法。二哥哥只是失去一双就可以保住性命，若因等大姐姐而失去性命，却是得不偿失的。你……这时沈正一刚好从宫里出来，惊宇说道：夫人，家主回来了。老爷，你终于回来了，你快派把穗穗找回来。风儿被马踩断了双腿，太医说要截肢保命。风儿那么疼爱穗穗，穗穗定能想办法保住风儿的腿。大小姐，你的手。郊外，他当着花荣、花景和车夫的面，把自己的手掰断了。大小姐，你痛不痛啊？沈婉目光看向车夫，小心说道：放心，我这手养一养，能养回去。那大小姐为何要弄伤自己？车夫何勇眸光微闪，眉头紧锁。何勇，安林村人士，原姓顾，名景安，是安林村一对哑巴夫妻的长子，今年21岁。15岁那年突然离开安林村，以何勇的身份进入沈家，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成为我这辆马车的车夫。花荣与花景同时看向了何勇。大小姐，马车已经修好了，是奴才刚才失职，没有护好。哥哥，清亮的声色手腕地打断了顾景安的声音。顾景安喉咙哽咽起来，把头低得更低，双手抱拳作揖。奴才送大小姐回沈家治好。6年前我就知道自己不是沈家的嫡长女，在我回沈府之前，先去安林村看过我们的爹爹和娘亲了。大哥不会忘记家仇，也绝不会贪恋沈府的荣华富贵，你可愿信我？那我可以换你叶宁吗？可以，大哥，你和爹娘受苦了，接下来我和兄长并肩同行。你的手，沈家的人来接我了，大哥，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为二哥报仇了。回去后，夫人问你们话，你们便如实说。马车失控后，我们在郊外遇见了黄承思，是谢小公爷救了我们。我的手是在马车翻车时摔断刮伤，只要你们3人口径相同，就能保命。只是马车失控，沈府不会就这样轻轻放，大哥怕是免不了要受些皮肉之苦，暂时会卸掉你现在的职务。我知道了，大小姐，家主让属下接大小姐回府，二公子身受重伤，面临截肢的风险。家主让属下找到大小姐之后，速带大小姐回沈家。我的手因马车失控摔断了，无法骑马。二公子情况如何？真是不巧啊，大小姐的手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摔伤了？太医说二公子伤的实在太重，血一直止不住，失血过多，导致二公子陷入深度昏迷。若想保住二公子的性命，首先考虑截肢止血。二哥马上要参加高考了，父亲、母亲及祖母都对二哥寄予厚，关键时刻怎会身受重伤啊？沈婉表现得十分担忧。大小姐，你的伤骑不了马了。不碍事，沈护卫带我回城，救二哥要紧。沈婉的话让沈清吓了一跳，他可不敢与大小姐共骑一匹马。
不如坐马车吧，马车我已经修好了，可以走得快一些。走。为什么去了那么久还未回来？金妙仪在外堂来回走，眼睛不时地看向院外。娘，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若是再等下去，恐怕二哥哥性命难保。不如就让太医截了二哥哥的腿，保命要紧。金妙仪嘴角扯了扯，心中怒火蹭蹭上涨。闭嘴二字刚到嘴边，就见太子莫君礼从外面走进来。沈大人，不能再等下去了。二公子的脉搏几乎寻不到生机，如今就算截肢，下官等人也未必能让沈二公子走出鬼门关。沈大人，快拿定主意吧。爹爹，你难道想让二哥死吗？大姐姐马车失控，我听太子殿下说，北城城门外不远处就有一处断崖，还不知道大姐姐的马车会不会直接冲下悬崖。你闭嘴！金妙仪忍无可忍了，当着莫君礼的面冲沈莲怒吼：沈夫人，请端正你的态度，她是姑的未婚妻，准太子妃，就算有天大的不满，也得给姑憋回去。娘，我也是为了二哥好，难道我会盼二哥死吗？现在二哥就算截肢，也未必能活下来，不如早点截肢，博一线生机。就按莲儿说，帮沈二公子截肢，这是姑的命，你们谁也不得再干扰太医。金妙仪眼前一黑，大姐姐，你终于回来了，娘等了你一个晚上，你若是早点回来，二哥哥就不用被罗太医截肢了。罗太医脸色霎时一变，太小姐，你碰到了大小姐的伤。你放肆！太子殿下恕罪，奴婢刚才一时心急，才推了二小姐一把。如此蛮横的恶奴，将他拉出去杖毙！莫君礼就是看不惯沈婉欺负沈莲，现在连沈婉身边的婢子都敢对他的莲儿耀武扬威，他若不帮莲儿立威，日后在沈家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欺负他的莲儿？沈婉站在了花荣的面前，微微扬起线条流畅的下颌道：太子殿下，花荣是臣女的一等丫鬟，对臣女忠心耿耿，方才之举全因护主心气作祟，并无不敬臣女的二妹妹。你若在沈家把臣女的中仆打杀了，岂不是要告诉其他人，忠也是死罪？那日后传出去，谁还敢效忠您呢？莫君礼剑眉深锁，双手负立而战，目光冷冰冰地盯着沈婉。勾打杀一个婢女而已，和谁效忠谁有何关系？当然有，臣女的婢女并无大过，你说论她罪，她罪不至死，可你却下令杖毙，传出去后，旁人便会觉得未来储君性情暴戾，闲事追随人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如今只是储君，说有人拿此事暗中做文章，按太子殿下一个暴君之名，失去人心，岂不是得不偿失？她是臣女的婢女，就算要罚，也该由臣女来罚。再往上说，沈府还有臣女的母亲在管，再如何也不能辛苦太子殿下出手管沈府后宅之事。而且臣女这一路快马加鞭的赶回来，是为了救臣女的二哥哥。如今这一耽搁，不知二哥伤势如何，可是脱离了性命危险。爹爹，女儿刚才听王管事说，你已经让太医截去了二哥的腿。已经截肢了，双腿保不住了。沈婉一下子落泪，一脸自责地说：都怪女儿回来晚了，王管事说小半个时辰前截掉，我后脚就回到了家。若是再等一等，让我看过二哥的腿，也许还有希望保住。你如何能保住？我随师傅到南疆当过几年的军医，处理过几个腿被敌军的马踩烂的士兵。师傅主张能保尽保，胜在师傅医术高明，技高胆大，一点一点拼好碎掉的骨头片，再用特制的膏板固定，然后每日换药护理，慢慢等伤处愈合，熬过伤口感染期，如此就保下来了。等他们彻底完好后，在后期做康复治疗，其中有2人恢复行走的能力，虽然不能再干重活，却可以挪动脚步自理生活，做一些生计，养老养小。罗太医沉着脸站在一旁，可是罗太医说，若不截肢，连二哥哥的性命都保不住。罗太医是很大的官吧？若连一双腿都保不住，是不是既不配位？沈二小姐，不是你一直在沈夫人面前说赶紧帮沈二公子截肢的吗？下官只是提意见，主意还得靠沈家拿捏。若沈家不同意截了二公子的腿，下官又哪敢私自帮二公子截肢？罗太医，想必我二妹妹不是那个意思。而且沈护卫和王管事已经同我说了我二哥的情况，出血不止，找不到出血点，人已深度昏迷，性命危急。若我师父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也会先保住患者的性命。大姐姐，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师父同样治疗被马踩伤腿的士兵吗？他们现在都能走路了。那罗太医砍了二哥的腿，日后都不能再参加科考入试了吧？家主，夫人已经醒了，夫人让家主过去，她有话想和家主说。沈正一点了点头，又看向沈婉的手。罗太医，小女儿不懂事，你莫要放在心上。长女手摔伤了，就要麻烦罗太医帮长女看看她的手。老爷，老爷，我后悔了，我好后悔。
你快想办法将沈莲送走，她就是我们家的扫把星。我们没有回头路。不会的，一定有办法的，老爷，你一定有办法的。这是我上普华寺为我们神府未来所求的签文。无量大师说，此乃大凶之兆。我当日不听夫君的劝，执意留下沈莲。可夫君，你知今日发生了哪些事情吗？皇后娘娘召我与穗穗还有沈莲入宫，她当着皇后娘娘的面失仪了。就是因为她失仪了，皇后娘娘看不下去，索性不留我与穗穗在丰益宫用晚膳。精妙仪越说越激动了起来。就是因为这样，穗穗出宫遭遇马车失控，而我与沈莲在北城门遭遇乱民掀翻马车。若不是她在皇后娘娘面前失仪，我们也不会提前出宫。如果我们不提前出宫，那穗穗的马车也许就不会失控，我们也不会遭遇那群暴起的乱民，我们的老二就不会为了救我们而被乱民拉下马背，失去双腿。老爷，风儿大好人生，就等来年科考。您与同僚都十分看好我们的风儿，沈家为他铺好的仕途之路就这样没了。夫人，你莫再激动。太医说你不能再动大情绪，否则对你身子不好。静音跪在一旁劝精妙仪。夫人，我们不但不可以把灵儿送走，还要亲自教她礼仪。精妙仪像是听到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话，猛地抬头看沈正一。为什么？因为沈婉不得太子的心，这是皇命，是圣旨。沈莲是被皇家钦定的太子妃，她不知礼数，她丑，她蠢笨无知。我们沈家都要把她变成一个知书达理的世家贵女。沈莲若出现什么意外，不说太子不会放过沈家，皇上皇后也要派人出宫调查原因。你可莫要背着我搞小动。当初我们如何培养沈婉，我们就怎么培养沈莲，多派些人教导她。可是我办不到的话，她流落市井，难免沾染了底层俗气。我心中有了打算，穗穗端庄有礼，你明日就安排让沈莲去穗穗的院子，让她二人同吃同住同睡一席，由穗穗给她做示范，再加上白日的教导。我不信我们的亲生女儿会不如一个泥腿子生的丫头。站在暗处的沈婉冷冷一笑：谁？是我，大哥。你怎么来了？放心，府里这个时候没人会跑到这边来，我是来给大哥送药的。大哥，把上衣脱了吧，让我看看伤。不用，要不你把药给我，我回头让人帮我敷上。大哥，我在神府9年，比你清楚神府的下人，我不能离开太久。你若再次与我争执，不如早些让我看看你的伤。且我也希望大哥的伤势能早日好起来，我需要大哥。这些伤，我当过几年兵，这是上战场时留下来的。大哥有6年没回过家了吧？顾景安身子微微一僵，该回家了。大哥，我想留下来，若你需要我时，我可以助妹妹。不，你该回家，等我消息。我要用你时，自会给你传消息。你留在神不是安身之处。我看我自己的亲哥哥是在这种地方，会心疼。好，我听妹妹的话。我明日会安排马车送你去怀州。为什么是怀州府啊？沈家的人要斩草除根，灭顾家满门。在我揭发自己的身世之前，已经提前命人请顾家到怀州定居1年。你先去怀州府与爹娘会合，到时恐怕需要大哥帮我在怀州府住1人。那边沈清带着一名黑衣男子走入沈正一的院子，道：家主，你派去安陵村的人已经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沈正一拨弄朝服衣领，声音冷冰冰地问道。黑衣人跪在地上回道：回家主，手下在去安陵村的时候，顾家人已经没在那里居住。屋子瓦舍陈旧积灰，安陵村的村民说，顾家人1年前就离开了安陵村。1年多。沈正一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沈婉对他撒谎：大小姐，家主下朝后让你去书房找他，他有话想跟你说。好。沈婉这才和王管事离开琳琅阁，前往书斋。屋子里只有沈正一1人。沈婉温婉有礼地向沈正一行礼：爹爹。沈正一抬头看了他一眼：沈婉。是爹爹，女儿在。这次沈正一叫他沈婉，而不是在叫他的乳名穗穗。你回沈家的时候同我们说，你是从木仙山归湖中遇见你二妹，后来又绕到安陵村询问出自己的身世。爹爹，我骗了你。沈正一眸光微暗。其实我早在1年前就知道自己不是爹爹的亲生女儿。我也是在1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二妹妹。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我亲自去安陵村找到顾家的人。顾家人什么都不肯说，是我逼问他们。顾家的人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他们觉得沈家是大户人家，就调换了2家的孩子，然后把二妹妹扔了。我当时以此为耻，我从没想过我竟然还有一段这么不堪的污点。我当时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
么办？我也不想认那一群自私自利的父母，可是我怕有一日东窗事发，我就给了他们很多钱，我逼他们离开安林村，这辈子都不许再出现在我面前。爹爹，这一年我过得很煎熬，每午夜梦回都会梦见那个被我爹娘扔的孩子。我一边想紧紧地抓住沈家的荣华富贵，一边良心难安。在我从木仙山启程回上京城的时候，我才真正的下定决心把莲儿妹妹带回来。我已经接受好失去沈家的一切，任由沈家人处置。Sis，哪怕是养一条狗都是有感情的。我们这些年将你视为掌上明珠，悉心呵护你长大。如今真相揭露，你母亲虽然对你有些许改变，可她用在你身上的感情都是真。我沈家不是多养不起一个儿，我也清楚你当年只是一个婴儿，不能为自己的出生做主，你是无辜的。爹爹从未怪过你。爹爹，女儿感激不尽，定好好孝爹娘，不让爹娘失望。你能这么想，就证明我们沈家没有白养。沈莲是因为你父母的私欲流落在外，吃尽了苦头。我本原想将错就错，等你及笄之后，便送你入宫见你的皇后姑母，谈你与太子的婚事。但现在看来，太子有自己的打算，你也强求不得了。是爹爹，女儿明白自己的位置。若不是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如今的沈家嫡长女本也该就是二妹妹。我已经占着嫡长女的位子，不能再想着和二妹妹抢本不该属于我的姻缘。太子与二妹妹结合才是名正言顺。而沈婉这番话取悦了沈正一的心情，随后沈正一又深深地皱起了眉头。莲儿脸上的胎记，你说过你会想办法帮她治好。是。沈婉，我也不需要你花心思回报我和你娘，你只要把对莲儿的亏欠补偿给她便可。1个月后，我要看到她脸上的胎记有一些淡化和好转，你能答应爹爹吗？只要妹妹配合我，我可以向爹爹保证，会让妹妹的脸慢慢好起来。在和沈婉开诚布公后，沈正一就把王管事叫进来。家主，这些日子你暂时先跟着大小姐。大小姐若需要出去采买药材，你要配合大小姐啊。大小姐，你要采买什么药材，尽管吩咐奴才，奴才可以帮大小姐去采买。那有劳王管事带我去上京城名气大、口碑好的药材铺子，我要选最好的药材，为我二妹妹调理身子。到时我再写几张方子，你去让药铺的人抓好。是的，是的，二小姐服用的药材必须是最好的，那就去仁和堂这家药铺啊，在上京城开了10年，就是药材比别的药铺贵了一些，但仁和堂的药铺确实比别家的好。沈婉道，1分钱1分货嘛，那就去仁和堂，你去安排出行的马车，我过去帮二小姐号脉，一会儿就出发。奴才这就去。王管事转身时，嘴角的弧度快咧到耳朵了。跟着大小姐果然是肥肠。上京城富阳街，大批御林军串街。大小姐，前面的路被御林军堵住了，我们只能下马车走过去，仁和堂就在前面。好，花荣花景，我们下马车吧。而沈婉刚下马车，就看到太子莫君礼从一间药铺走出来，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送上来了。走，太子表哥。莫君礼动作一顿，回头往后看，沈婉穿着粉色斗篷，挽着云顶鬓，笑容娇俏的快步走向他，转过身，沈婉就朝他行礼。沈婉，你怎么知道姑在这里？太子表哥，臣女今日出门是奉父亲之命，来为莲儿妹妹采买药材回去，为妹妹调理身子。谁给莲儿调理身子？姑不是已经派了太医为莲儿调理身子了吗？臣女啊。沈婉指着自己。太子表哥，你忘了吗？臣女也是学医的，臣女也有数年的医术经验。莫君礼一瞬间炸毛了。你的医术？你才学了多少年的医术，就敢帮莲儿调理身子？万一她吃了你的药出了什么毛病？等等，一连串的阴谋论很快在太子脑海里划过，他面色阴沉了几分，朝着沈婉那儿走了2步，语气阴恻恻地说：沈婉，你是不是怂恿你的父亲，想借着为你妹妹调理身子的名头暗害妹妹？你对太子妃之还不死心呢？你说是就是吧。有王管事作证，臣女对二妹妹绝无谋害之意。姑息你才有鬼！可是太子殿下啊，太子殿下，此事的确是家主要大小姐帮二小姐调理身子。家主还说，为了二小姐早日调养好身子，让二小姐与大小姐同住一个院子。如若二小姐身子有什么不适，大小姐可以随时关注二小姐的情况。莫君礼心道，同住一个院子。太子看王管事的眼神也变得不善。你们沈家很穷吗？王管事没有说话。是这样的，太子殿下，其实我们家主是十分关心我们二小姐的。二小姐她先前
前一直在庄子长大，对府中规矩礼仪颇为松弛。家主安排二小姐与大小姐同住一个屋子，也是为了……你等等，你刚才说你们二小姐跟大小姐要住同一间屋子啊？是。你们家主打算怎么做？给姑说来听听。莫君礼克制着心中的怒火，眸光阴冷地扫过王管事。家主希望有大小姐的引导，可以让二小姐早日熟悉神府的礼仪规矩，所以才安排两位小姐同吃同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沈婉赶紧把药方藏进了衣袖，拿出来给姑看看。太子殿下，这个药方只是……这是姑的命，你别逼姑动手。伺候二小姐更衣洗漱。天哪，夫人！二小姐呀，夫人是为了你好啊，让你学规矩，是不想你以后在皇后娘娘面前失仪。你怎么能踢倒夫人呢？这一脚下去，搞不好是要闹出人命的呀！宋嬷嬷红着双眼，向沈莲控诉她不当的行为。我昨晚太累了，就想多睡一会儿，又不是不学规矩了。娘若是不叫人，往我身上浇一盆冷水，我也不会怒火攻心，踢出那一脚。我又不是故意的，是娘你太强人所难。你从皇宫出来的时候，我就在马车里跟你说，我就算按照婉姐的要求来对你，你也做不成像婉姐那样的人。你说是因我这个母亲从未教导过你，我费尽心思把曾经教导过你大姐姐的管教嬷嬷重金聘回，你却在这榻上睡到你自个儿舒服。你去问问你身边丫鬟婆，当初你大姐姐学礼仪的时候，几时晨起，几时才可沾床？她可有因为贪图那半点舒服而赖在床榻不起来？可有对我这个母亲诸多抱怨？可有冲我身上狠狠地来一脚？可有踩在我这个母亲的头上？我这是倒了8辈子霉，才会生了你这么蠢的蠢货。宋嬷嬷，扶我回院，我进宫求皇后娘娘解除二小姐与太子殿下的婚约。不要，不可以！娘，我听话，我现在就起来好好学规矩。你不要入宫找皇后娘娘，我真的很喜欢太子殿下。我心意已决。到沈府了，你下来。太子表哥，那个方子其实是用来给你的莲儿妹妹治脸用的，就是传说中的以毒攻毒。沈正义先生，是太子殿下。太子参见太子殿下。沈正义与他的几位门生异口同声的行礼。莫君礼绷着脸，姑有事单独跟沈大人说。舅舅，姑不想因为一个太妃的位子跟沈家撕破脸皮，因为姑尊重莲儿，爱护莲儿，就会对她的亲人爱屋及乌。但这不是姑给你们残害莲儿的理由。太子，你在说什么？他抬头望向沈婉与王管事二人。王管事，沈正一拧着眉头唤道。王管事赶紧走到沈正一的身旁。奴才在。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冲撞了太子殿下？回家主，大小姐开了2张方子去仁和堂抓药，碰巧遇到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得知大小姐要给二小姐调理身子，特意查看大小姐的药方，然后什么？莫君礼也在等着王管事说完。姑派了太医给莲儿调理身子，你却背着姑让沈婉给莲儿开方子调理身体，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偏心？你以为把莲儿毒死，姑就会娶沈婉吗？沈正一呼吸一紧。太子，微臣没有吗？姑手里有证据。李长福刚好带着府里的太医走入书斋。微臣参见太子殿下。梁太医行礼。莫君礼道：你告诉沈大人，这些药子都有什么？梁太医微微点头。沈大人，沈大小姐开的这2张方子都存在有剧毒。沈正一脸色变了变，眼眸幽暗地看向沈婉。沈婉，你怎么回事？这2张药方是你写的？沈正一脸色沉得厉害。爹爹，女儿从未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妹妹服用。沈婉看向莫君礼，反问道：太子殿下，臣女可有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妹妹调理身子用的？莫君礼冷盯着他，就想看看他准备如何为自己辩解。沈婉对上他的眸光，不躲不避，继续说道：你看，臣女从未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妹妹用。臣女还未出府之前，也同王管事说过，先去仁和堂，再去药铺写调理妹妹身子的药方。可我和王管事还未走入仁和堂，就被太子殿下拦下。王管事连连点头，确实是如此。你狡辩！太子殿下，臣女知道你与莲儿妹妹情真意切，可臣女有100个胆，也不敢胡造乱造。你细想想，臣女刚才的话，可有半点狡辩之意？既然不是给莲儿用，当时为何不说？太子殿下，你当时看完药方就抽起鞭子赶臣女上马车，还叫上一批御林军，气势汹汹的包围马车，与臣女一起回神。臣女想解释的，但是太子殿下你根本不听臣女的话。臣女发誓，臣女真的很想跟太子殿下解释。好，你说这不是给莲儿开的方子，那你要这些毒玩意儿做什么？你是不是想拿这些东西暗害莲儿？这是臣女为自己配的方子。梁太医愣住了。沈大小姐真是
不怕死啊。臣女其实在研究美容养颜的药膏，方子上的药虽有微毒，却可以以毒攻毒。就比如水蛭这东西，如若放在脓包或是身上某个黑色的毒瘤，便可让水蛭把黑色毒瘤里的毒液吸出来，是可治病用。而蜈蚣则有消肿止痛、解毒散结和通经活络的功效。蝎子里面还有多种丰富的元素，臣女想提取出来，与蜈蚣混在一起，再加上木仙山种植的药材，可炼成一瓶去毒膏。水蛭负责吸出黑色毒瘤的毒血，其余2个毒物则是外敷所用。这里只有沈正一听懂，沈婉说的黑色毒瘤，怕就是沈莲脸上的那一块胎记。就在这时，书斋对面突然传来了女子的大喊大叫声：“家主！”沈正一脸色阴云密布，情绪向来稳定的沈正一难得的失控低喝：“出了什么事？你们都在干什么？”二小姐她以死相逼，把夫人推到了湖里，正好被老夫人撞见这一幕，老夫人就派人抓二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太勇了吧，连夫人都敢推到湖里去。花景问道：“大小姐，那我们还去仁和堂抓药吗？”不必了，想来我的药派不上用场了。沈婉心情愉快地说道：“走，我们也去看热闹。”怀祖母，你们收拾吧。太子他……沈老夫人想告诉莫君礼，沈莲不是她的良配。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沈婉是沈家大小姐，你们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沈婉的身上，将她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太子妃。你们不甘心自己选择的人，最后没有被姑选。可是姑今日就告诉你们，无论有没有沈婉，姑都不喜欢她这样的。姑眼里只有沈莲，她是姑选中的人，姑不会看错。你敢保证事后绝不会后悔？太子呀，你的确瞎了眼。姑绝不后姑此生为莲儿不许，求外祖母莫要再苛责莲儿，就当是多心疼外孙我。好，沈老夫人自嘲的暗暗摇头。那就请太子殿下，你记住今日在沈府说过的话，事后可莫要后悔。外祖母放心，姑定会。沈婉，你随姑一块送莲儿到醉莲居，你就跟在姑的后。是。沈婉低着头，红唇微微轻扯。莫君礼这是打算在她面前秀恩爱，好让她死心呢。你就站在房门外，带二小姐下去，好好泡个热水澡。是。莫君礼坐在了茶室喝茶，不时有御林军的将领进进出出，向莫君礼禀报事情。约莫小半个时辰，沈莲装扮好自己的脸，梳好鬓发，从卧房里走出来。她穿着粉色的衣裙，肩膀披着厚实的斗篷，肩部与胸前，再加上沈莲脸上贴着沈婉给她的药膜，着实惊艳了莫君礼一把。太子殿下，我这身衣物好看吗？好看，好看极了。我刚才在西河堂看到大姐姐穿着粉色的兰花纹斗篷，衬得大姐姐肤色红润，唇红齿白，气色极好，整个人十分出众艳丽。莲儿就好喜欢姐姐今日穿的这一身衣物。你喜欢她身上的斗篷？沈莲点点头，连嗯了2声。沈婉，你进来。沈婉走入屋内，向莫君礼行了一礼。不知太子殿下有何吩咐？把你身上的斗篷换下给莲儿。沈婉不怒反笑，妹妹很喜欢。大姐姐，其实莲儿好喜欢大姐姐院里的衣物，大姐姐每一次穿出去的衣衫都十分好看。沈婉，还愣着干什么？莲儿喜欢你身上的，你就把斗篷让。太子殿下确定真的要臣女把斗篷换下来给莲儿妹妹？沈婉勾着唇角，阴阳怪气地说：“你就不怕臣女身上沾了毒物？”毒物？你敢？臣女只是说，臣女在玩那些东西的时候，难免会不小心沾上。要不，臣女现在就换给妹妹吧。臣女看妹妹挺喜欢臣女的衣柜，要不然臣女去和祖母说，将臣女的琳琅阁让给妹妹住。沈莲正要应好，莫君礼抢先阻止：“莲儿，沈家的人不给你做衣服，姑会派锦上方的绣娘出宫为你量身定做，你喜欢什么样都可以做出，咱不要你大姐姐穿过。”太子殿下，你对莲儿实在太好了。沈莲激动之下扑到莫君礼的怀里，抱紧了莫君礼的腰。姑还有一些话要仔细叮嘱。他猛地回头看了一眼沈婉。姑知道你大姐姐学过几年医术，但是医术不是学几年就能学精。若是你大姐姐拿给你的药，你一概不吃。大姐姐她的医术，你知道她今日去药铺买什么了？我大姐姐她去药铺做什么？她去买蜈蚣、蝎子还有水蛭，要的都是最大份，每样10条。梁太医说，若是不慎让这些毒物跑出去咬到人，轻则红肿，重则毒发身亡。沈莲脸色大变，你父亲让他给你调理身子，若不是姑在药当场抓到，还不知道他打算用那2张毒方子给谁吃。莫君礼盯着沈婉看，眼中满满的敌意。沈莲被莫君礼的一番话吓到，父亲让姐姐出去买那些毒玩意儿的。大姐姐，你买那些东西做什么？难不成你真想毒死我？沈婉心里乐开了花，很好，质疑就对了。臣女已经和太子殿下说清楚那个方子的用途，太子殿下若不相信
信陈女，陈女也没有办法。你若想压陈女下狱，也需讲究证据。很显然，太子殿下，你证据不足，不能把陈女怎么样。沈婉，你别太嚣张了。陈女不敢，你不敢？莫君里心里燃着一把火，却因证据不足，不能把沈婉怎么样。姑看你为达目的什么都敢，怂恿的整个沈家人都围着你团团转，莲儿吃尽苦头，真可怜啊！莫君里眼皮子一跳，你这是什么眼神？没啊。沈婉坦然地回道：说太子殿下没事儿，那陈女就先告退了。莲儿，无论沈家这边给你送什么吃的用，特别是经过你大姐姐之手的东西，一定要给梁太医先验。你大姐姐给的药或是什么药丸，最好都不要，直接丢掉，明白吗？太子殿下，大姐姐为何要害莲儿？因为她喜欢姑，她也想当太子。人心是很复杂，哪怕你是她妹，听姑的，姑不会害你。太子殿下，莲儿知道了。沈婉听着二人的谈话，表情镇定地走出醉莲居。大小姐啊，家主和老夫人在西河堂等你。他刚离开醉莲居，王管事就从一旁的小道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朝醉莲居方向瞥了一眼。王管事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太子，沈婉看破了王管事的小心思，唇角暗暗扬起。王管事，今日是不是被吓到了？多亏大小姐解围，若是让家主知道奴才在太子殿下面前说错话，家主定会很生气的。莫慌，太子殿下只是有自己想护的人，并不是对王管事有意见。王管事今后可要对翠莲居的主子上点心了。等二小姐嫁入东宫，她便是太子妃了，前途无量。对了，王管事有个女儿吧？王管事眉头一挑，听出了沈婉的话外音，弯着腰身，恭恭敬敬地回道：回大小姐，奴才的确有一个女儿叫京雨，现在在夫人身边当差。若让京雨到二小姐身边当大丫，待日后二小姐嫁入东宫，那京雨便是陪嫁丫鬟。后面的不必他说了吧？可是王管事略显为难。京雨是夫人的人了，若奴才再去求，恐怕会惹得夫人不快。若是大小姐能指点一二，奴才一家定对大小姐鞠躬尽瘁。走在前面的沈婉不屑地冷笑：这简单，我回头帮王管事在二妹妹跟前提几句，让我二妹妹自己开口向我母亲要京雨。多谢大小姐费心了。约莫2刻钟，沈婉回到了沈老夫人的西河堂。沈婉走进大厅的时候，厅子里只有京妙仪的抽泣声。娘，婉姐儿，婉姐儿，娘的婉姐儿，娘糊涂了，娘对不起你呀。哭吧，没准以后眼泪哭干了就哭不出来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沈家不能就这么被毁了。岁岁，殿下跟你说了什么？太子殿下的意思大概是不准妹妹吃我开的方子。你爹跟我说了，你开的那2张药方，你确定那2张药方能治好你妹妹的病？爹爹，女儿在书斋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蜈蚣与蝎子都是辅助药物，用来外敷在毒瘤上，可通经活络淡化。水蛭是用来吸取毒瘤里面的毒素。另一张方子其实是内服所用，用来以毒攻毒。以毒攻毒，沈莲身体中毒了，她的毒已经潜在脸上了，并不会危及性命，但是那块毒瘤会随着毒素越长越大。我听说娘怀胎时曾被人暗算过，下了致命的毒药。是跟你娘被人种下的毒有关？是，当年娘生下孩子后，身体的毒性反应是不是也消失了？的确是这样。其实毒并不是消失了，娘也不需要喝解毒汤药。在娘生下妹妹的时候，毒素全部转移到妹妹身上。什么？京妙仪不敢置信。以后咱们家困难重重，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放弃妹妹，好吗？一定要带着负罪感与愧疚感，好好的伺候你的小祖宗，让你尝尝曾经备受煎熬的岁月。沈正一沉默了下来，京妙仪却被激起了几分斗志。那他脸上的毒可以解，对不对？娘、祖母、爹爹，你们也看到了，只要我们家有什么动作，太子就会误解我们要害妹妹。妹妹无法上木仙山，我也没办法再给妹妹用药。为今之计，只有请我师父出山，如此太子殿下才会相信我们是真心为了妹妹。他的师父李仙一被五国相邀，手抓着各国免死金牌。爹爹祖母，你们还记得6年前太子殿下被山匪掳走，身受重伤，性命危急的事儿吧？就是我的师父把太子殿下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我相信，若能让师父入我们神府，太子定不会怀疑我师父。如此，我就可以叫我师父悄悄地帮妹妹治脸。而且，说到这时，沈婉神色暗淡了下来。京妙仪看她眉眼间的玉色，细声问道：“岁岁，而且什么？而且，我现在无论做什么，在太子殿下眼里，我都想谋害妹妹，害爹娘也被牵连。被太子殿下不喜。既然太子殿下视我为眼中钉，若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太子殿下就不会把沈家看得那么紧。”沈正一和沈老夫人都沉默。沈正一在权衡沈婉离开后的利弊，似乎并没有弊端，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正一，你意下如何？眼下只有这个拜皇后娘娘的意思，等明年开春再定日子成亲。我们还有1年的时，若让李仙一出手治莲儿脸上的东西，那1年的时间绰绰有余了吧？
1年的时间，哼，他们想多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娘去给你收拾东西，安排最舒服的马车，让人护送你回木仙山，定要把你师傅请下山。明日一早吧。大小姐，二小姐院里去了好多工人。管姑姑来沈家了吗？倒是没看见管姑姑。皇后娘娘去由着太子殿下，也不管了。沈婉低笑，大概是管不。花荣让花景陪我回木仙山，你收拾好行李，明日和我一起出城。我已与夫人说了，准了你的假。是，奴婢多谢大小姐。沈婉把该准备的、该交代的都和花荣仔细说明白。她重生回来的这6年，把花荣、花景培养成有胆识的心腹。大姐姐，大姐姐！天黑后，沈莲竟然主动来找她了，这让沈婉有些意外。这是我大姐姐，你们不用太过于担心，我只是进去跟我大姐姐聊几句。可是太子殿下让奴才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二小姐，而且跟着她的公公抬头看了一眼沈婉，把后面的那半句话咽了回去。太子不让二小姐靠近大小姐，说大小姐要害二小姐。不知二妹妹来我院子有什么事儿？大姐姐大姐姐，你给我的药膜被那群工人丢掉了，我现在只有脸上这一块，若是没有你的药膜，我怎么见太子殿下？你一定要帮帮我。哦，那工人办事还挺利索呀。妹妹莫急，我明日就要回木仙山了，一时半会儿也弄不出更多的药膜给你。不如这样吧，我把方子写下来，你自己去找外面的人帮你做，或者最好是你自己做。但是你一定不能告诉太子殿下，那是我给你的方子，免得太子殿下又……你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沈婉眨了眨眼睛，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莲儿妹妹，太子殿下盯你看得紧，他不相信我的医术，那我只好请我师傅下山给你治脸。娘给我安排好了马车，我明日一早就走。治这个药膜很简单，你也可以的。求我不如求己，你说是不是？那就按你说的来吧。就是这个方子。沈婉把方子递给沈莲，那我先回去了。她起身准备离开时，沈婉在她身后说了一句话：妹妹，你可要小心爹爹身边的王管事。此人是谁？今日跟在我身边的人，他要害我。他好色。沈莲脸色一变，下意识抬起双手收拢自己的衣襟。也许是我看错了吧，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自己多警惕些也是自保的手段啊。回醉莲居的途中，沈莲突然被人迎面一撞，狠狠地撞到了地上。王管事走得急，没看到走过来的沈莲，吓得赶紧跪在地上。哎呀，奴才！他想非礼我，他撞上我的身子，快把他抓起来！刚好莫君离赶到沈府，看到沈莲受惊的大叫，他快步走前问道：莲儿，谁敢欺负你？王管事，他刚才想羞辱我，将他乱棍打死。王管事整个人都很猛。太子殿下，奴才冤。太子一脚就把他踢飞。花荣，沈婉易容成了花荣的模样，王管事错把沈婉当成了花荣。沈婉当着王管事的面撕开脸上的人皮面具道：我不是花荣，我是沈婉。王管事瞳孔微震。大小姐，是你救了奴才，奴才感激不尽。大师姐，这封信条是从他手里拿出来的。大小姐，麻烦你将这信亲自送到家主的手里。王管事很艰难地说出这一番话，沈婉竟当着他的面撕了沈家长子沈承霄送来的密信。小姐，王管事，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把你从乱葬岗拖出来，真的是想救你一命？你应该是15年前在安林村帮沈正一抢夺顾家女娃的事件中，唯一被沈正一信任且活到现在的家奴吧？你……王管事瞪大眼睛。大小姐和家主说的话明明不是这样，大小姐在骗家主不，大小姐在骗沈家所有人你骗人！原来大小姐一直知道15年前的事情。如果你们没做过亏心事，我又何必骗你？沈婉沉着脸扫过王管事软趴趴的身子，知道我为何不让你这么痛快的死吗？你想做什么？城门暴乱是我一手策划，沈承风被人从马背上扯下来，双腿重伤导致截肢，是我一手谋划。我只跟沈莲说了几句话，没想到就轻轻的要了你大半条命。我告诉沈莲要小心王管事，他这人好色。你还二少爷，难道不该吗？沈婉突然暴躁跳起。6年前他在上京城街市纵马，撞伤一名15岁的少年郎，致他左腿被马踩断。沈承风他是如何
何处理？他处理了吗？他可知道他曾经因自己一时痛苦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你只要把20两银全给顾家，他就可以治好那条腿，等来年开春就可以参加科考。可是你有吗？你贪没了19两银，只给顾家人1两银，顾家3番4次上门要你最后又是如何处理的？需不需要我帮你回忆啊？你叫人截了他的左腿，威胁他们不得不离开上京城，记起了吗？记起了。那个人是我嫡亲的二哥哥顾景洪。他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完了，若那封信不能准时送达，大公子性命堪忧。马车一路没停下来，马车行走了15日，怀州府郊外，马车缓缓停在了一处宅子前。石峰敲开了宅子大门，从里面走出来的人正是顾家长子顾景安。妹妹，大哥，我带了一个人，你处理一下。你何勇？我不叫何勇，我叫顾景安。你们是？王管事看了看沈婉与顾景安，亲兄妹。顾景安道：就是他害二哥失去左腿，我本想送回顾家，但我怕爹娘又想起不开心的事儿，还是交给大哥来处理。你看要怎么做？怀州府靠海，这里凝聚着五湖4州的国人。太上国有个叫花瓶姑娘的伙计，把漂亮女子抓来，砍掉她们4肢，装到花瓶里，供人观赏娱乐。王管事瞳孔肉眼可见的涣散，但也不是不收残老之人。像王管事这种年迈老残的人，除去4肢之后，再拔舌装入圣盆，当主子的污秽回收器皿。不，大小姐饶命啊！大小姐，求你给奴才一个痛快的死法。想要痛快的死法，你配吗？妹妹，你让我暗访的那个人，现在就住在临水阁客栈，他们在等2艘沈家的商队，大概再过3日，沈家商队就会驶入怀州府附近的海域。他们打算利用那2艘沈家的商队船，引出附近的匪盗，到时再与怀州府知府合力剿了那群水盗。顾景安所说的那个人正是谢玉锦。妹妹，你要做什么呀？他在哪间客栈房？2楼天字号第8间。沈承霄到底懂不懂得作战？我真是想不白，太子殿下为何要派沈家的人来？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客栈天字号房，房门被人推开，进来了2名男子。既然是由沈大公子指挥水盗一案，那我们听着便是。你该不会忘了身为一名皇城司的侄子？谢玉锦看着面前的男子，深邃的眸子暗了暗。先回去休息吧，明日再说。好吧。男子转身走出了谢玉锦的房间。帷帐内的朋友出来吧。沈大小姐，你为什么在这？沈婉伸手理了理身后的床围道：我是特意来怀州府找你合作。合作？谢玉锦还是颇为意外。你想怎么合作？在谈合作之前，我想和你谈谈江家的人。是你救了江家妇孺？是。你说吧，想跟我怎么合作？他把从王管事手里得来的信条推到谢玉锦面前。谢玉锦拿起信条看了看。沈大小姐，这条信息的暗号是你一文？对，他还没来得及送回沈家。那你想怎么合作？沈承霄安排的2艘货船，有1艘是空船，有1艘从南洋开回来的。那艘船上有一幅28宿星君图，是沈承义从南洋博物馆高价拍买下来，准备送给太后的寿礼。然后呢？我保你一条命，你在船翻了之后帮我找到那幅图。沈承义是你3哥吧？沈承霄是你大哥。谢小公爷，你应该知道，在从你上京城离开的那晚，上京城突然暴乱，沈家2公子因为此事被马踩伤伤，伤势过重，不幸被截肢了。是你一手策划？是。外面传来了啪啪啪的敲门声。谢督主，临水阁客栈进了小贼，打晕了客栈1名小厮，你开一下门。谢玉锦猛地看向对面的沈婉，原来那个小贼是沈大小姐。谢督主这么早就休息了？正准备躺下的。那就要先暂时打扰一下谢督主。为了保证我们此行能够顺利完成皇上下达的旨意，临水阁每一间客栈房间都要搜查一个，以免混进刺客，伤了皇城司每个人。谢督让知府的人进你屋子搜查，你不会介意？还有一处没有搜查。谢玉锦眼底划过了一抹冷意。沈大公子莫不是怀疑我私藏刺客？那倒没有，只是为了谢督主的人身安全考虑，床榻底下还未检查。我若不准呢？谢玉锦冷冷说道，声音十分强硬道：我就看一眼，既然谢督主觉得没有问题，那就算了。话落，沈承霄果真转身走出了几步，可是快到房门时，他要快速回身，内力运转为掌风，隔空掀开了床围。只见一女子背对着众人，她身上只挂着一件红色的肚兜，长发覆在她雪白的背部，露出2边线条柔美的肩部。出去！谢小公爷，你从上京城跑到怀州府来召妓，我的私事这你也管得着？还是我得为你妹妹守身如玉？你该不会到现在都还是个雏下贱？沈承霄恶狠狠地吐出2个字，便转身离开客栈房了。沈小姐，我的一世美名毁在你身上。她身上此刻穿着浅青色的长裙，腰间挂着一串紫色的玉，3千青丝垂落，美人如杨枝，媚若无骨。沈承霄生性多疑，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我也是情急之下出此下策，抱歉给你造成了麻烦，我
回头帮你出去澄清一下。你打算怎么澄清？还没想好怎么澄清，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何来欠我人情？我害谢小公爷名声受损。谢玉锦低嗤一笑，你千里迢迢给我送情报，理应是我欠你人情，而不是你欠我人情。我欠你的是一船的性命，我该如何还你？沈婉动作一顿，谢玉锦转身走到书桌前。你若是不嫌弃，便将就用一下吧。这簪子我觉得好看，给我母亲买的，街市上有很多，我回头再给我母亲买一个。这个给你用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没有欠我的，是我欠你，我欠了你整个镇国公府的性命。谢谢你的簪子，我该走了。主子，有人跟踪你。沈婉从临水阁客栈光明正大的走出来，是不是有2拨人？是2拨人。没事，让他们跟着吧。马车往怀州府城西而去，那里是顾家人现在居住的位置。还剩下一个人，我甩掉他。不用。沈婉道，你只管往前走，不用停。跟着他的人是谢玉锦。小半个时辰后，马车停在了顾宅。这处宅子是他6年前花光沈家给他的积蓄为顾家买下。老爷夫人，我们小姐回府了啊！一对夫妇和长子从院内快步走出来，迎接沈婉的到来。那2名夫妇正是沈婉的亲生父母顾平章和于氏。爹娘，我回来了。娘。顾平章喉咙哽咽的厉害，低下头暗暗抹泪。大师姐，我就是太感动了。顾景安笑了一声，小兄弟真是性情中人。你在外面守着吧，我这2日要住在顾家。这时屋檐下出现了一道身影，沈婉微微侧头看向对面的男子，他坐在轮椅上，穿着一袭深蓝色的大氅，丹凤眼，鼻梁高挺，眉如墨画，他就是顾家2郎顾景洪。二弟，燕宁回家了。顾景安想过去跟顾景洪打招呼，然而顾景洪只是朝沈婉身上淡淡的看了一眼，便自己推着轮子转身离开。别理你二哥，他就是这样。二哥哥他以前……沈婉一直盯着顾景洪离去的身影。应该不是这样的吧？顾景安被沈婉的话问住了，喉咙哽住。沈婉的目光深深地凝望着对面长廊弯角处那一抹未能收拢好的衣袍，他知道顾景洪并没有离开，他就停在长廊的拐角处。大哥，沈婉仰头望着悬挂在夜空上的弯月，今晚有月光，15月亮才是最圆的。不管是残月还是圆月，它依然在散发光，照明世人脚下的路。妹妹，你喜欢赏月吗？沈婉低下头，又摇了摇头，看向对面长廊，刚才露出一角的衣袍已经被藏得严严实实。大哥，跟我说说你当年参军的事情吧，为何后来又没有继续留在军营了？妹妹，我……大哥，我想知道。好，我告诉你，我当年入的是朝廷新编的军队，也就是如今御林军的一个小分支，队长姓蒋，就是已经被谢小公爷收押到皇城司的蒋新贵。我现在想想，当初入军营之前的想法真的太幼稚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再继续留在军营里，因为我发现军营里面招的并不是兵，而是权贵们的游戏。那些贵族子弟不需要费劲，只要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动动嘴皮子，他们就能进去玩。而我们这些平民子弟，最后沦为那些子弟兵的玩物。我讨厌军部里面的黑暗和那些贵族子弟的嘴脸，这些我曾经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纯粹。大哥，最近应该有听到江家叛国投敌而被满门斩杀的事情吧？顾景安点了点头。你说的蒋新贵后面那一支小分队合并入了江家军，蒋新贵成为了江老爷子手下的猛将。顾景安眼皮子猛地一跳，但江家是被姓蒋的害了。是，但主谋不是他，经上授意由太子筹划，江家满门男儿不算死在断头台，他们是被关在江府，被那些人以最惨绝人寰的手段灭绝江氏男儿。青少为何要这样做？江家可是国之根本，是堵在南疆一面牢固的铁墙啊！因为功高盖主。沈婉抬头望着对面的繁茂大树，他知道谢玉锦一直没离开，却在转角的另一边停下脚步，对着另一边的顾景洪转声说道：所以二哥哥，这样惨无人性、不作为的皇朝，我们不入世也罢。二哥哥，你是高风亮节的人，哪怕不入世，你也可以用你笔下的文字掀起窝藏在真相底下的黑暗。他们之所以敢在江府虐杀江家人，不单单一纸投敌叛国书，还有文人笔下所唱诵的词。顾景洪愣了一下，他赶紧推着轮椅从黑暗出来。顾景洪快速追上去。你想让我做什么？二哥哥，你是玉公子，世人玷污了江氏百年清明，若你出山，便能在还江家清明的道路上多一个助力。商朝除了你，还有谁能御笔墨如千军？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冒险帮助江家人？他们对你有恩吗？江家军历代守护南疆，你看看南疆那面墙一旦推倒，还有谁能抵御？也许有，可谢家军的军队在北部，若将谢家军分化成2支队伍，一支留在北部守住北边的防线，另一支派去南疆替代江家军，我们老百姓还可以继续过上安稳的日子。可上头尝到了甜头，你能保证几年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谢氏满门？你能保证未来还有江家、谢家这样的军队守护这片土地？你能保证我们以后还有家？如果没有这些士兵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何来安居乐业？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不一定能如妹妹所。顾景洪的眸光有了几分坚定，但我可以试一试。
沈婉抿唇一笑，轻轻嗯了一声。大哥瘦了，二弟也瘦了，我送你回院子。大哥，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遇到妹妹？燕宁她很聪明，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是她先识破我的身份的。燕宁，一直默默站在树桠上的谢玉锦，在心中默念着燕宁这个名字。她不是沈家的嫡长，她原来是顾家的女儿，顾燕宁。我现在该叫你沈婉还是燕宁？燕宁吧，我本就不是沈家的嫡长女，是他们在15年前从我亲生父母手里抢过去，充当嫡长女的农家女。顾燕宁，太子真是瞎了眼了。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想告诉我，江家是我谢家的未来？他们打算在收拾江家后，就分化我谢家军的军力。你还知道什么？顾姑娘可否告知？你现在信我了？沈婉扯开了一抹笑容。我先前的确对你有防备，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非沈家嫡长女，我也不知道你亲生母族发生的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你跟沈家没有血缘关系，我本就对你，还行，其实是有一个很不错的印象。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了，你愿不愿意？我在客栈的时候跟你说过的话，谢小公也可记得。哪句？谢玉锦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是特意来怀州府找我合作的？行，那我们合作。顾姑娘，你为何要帮我？沈婉低嗤一笑，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夫呀。可我若是死在怀州府，沈家人会帮你上门退掉你与我的亲事，当然我母亲也会主动上门退亲。我们之间以沈家嫡长女的身份，你哪怕不嫁谢府，不当太子妃，你也可以嫁到很好的门户。顾姑娘，我跟你是不是很久以前就认识？怎么会？我9岁就离开上京城，一直跟随师傅学医。倒是听过谢小公子的大名，风流倜傥，俊美无双，挺响亮的一个名称。从南疆到北部的路途，都在听老百姓高谈谢家少年郎11岁一战成名，大概也有对战神谢小郎的仰望之情吧。所以当我知道我被赐婚许给谢小公爷的时候，我暗暗庆幸。你仰望我，可你明知我谢家的命运将会和江家一样，你怎会将这场赐婚视为庆幸？除非他喜欢他。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入东宫做太子妃？我也会拼了命去争那个位子，而不是嫁入你谢家门。沈婉轻扯开唇角笑问。谢玉锦回过神来，商朝4代皇后都出自沈家，我确实以为你会去争一争，也会成为太子妃。我为什么要争那个位置？沈婉一句话把谢玉锦给问住了。还是你对自己不够自信？你觉得我应该更喜欢当太子妃，对吗？谢玉锦微微点头。恍惚间，沈婉走到他面前，谢玉锦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被沈婉抓住了胳膊，拽了回来。他踮起脚尖，仰起头，红唇落在他的下巴处。我见过万里山河，太平安乐，也见过满天硝烟，无情杀戮，大是大非。我很清楚我现在想要什么，不想成为太子妃就是我的选择，而不是他人不要将我再推给你。我又不是垃圾，凭他人说扔就扔，也轮不到那一纸圣衣将你我绑在一块儿。我不愿意的事情，别人左右不了。你一切都在你谋划之中。也就是说，成为我的未婚妻也是他的筹码吗？沈婉坦然地仰仰头，反问他：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与众不同的女子？沈婉，你可知从北部回上京城那一段路途，我也在仰望。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对你。夜空中突然传来了蝉鸣的召唤声，守在门外的石峰也传来了声音：大师姐，有人朝顾宅的方向来了。别怕，那是我谢家的影卫，他们给我发送信号，召我回归，怕是沈大公子那边在四处寻我。我先走了，你在顾家的行踪，我已经帮你抹去。沈婉在他身后叫住了他：哎，等等，这是我从沈承霄的房中偷出来的匕首，沈老太爷生前送给沈承霄的成年礼物，对他有很特别的意义，上面抹了剧毒，你带在身上，看看要如何发挥用途。上面的毒有没有解药？有。好，大哥不必追。那小子一抄你闺房。顾大哥，你误会了，那是大师姐的人啊。他是你让我查的那个人，皇城司督主。对，我要先离开顾家，你留在家里。你是不是要去救那个男人？他会死，对不对？沈家的人想杀了他，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次行动很危险？我能不能？大哥，你是顾家长子，不要把你的脸露出来面对你的敌人，因为没人能保证你可以干干净净的走出来。大哥，你的路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希望大哥留在顾家，多陪陪父母，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好，我留在家中和爹娘等你。石峰，我们走。他上船了吗？沈承霄上了最大的货船。回大公子，皇城司的人都上了后面的货船，是属下亲自盯着他们上去的。看到了。老三，你从南阳带回来的玩意儿还挺实用的，这可是我亲自选来送给岁岁的。沈承霄很快就把近日府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沈三公子。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只给岁岁带了礼物，没有给我们的亲妹妹带。你船上那么多东西，随便挑一个送给她便是。那怎可随便送出去啊？为了给岁岁挑吉吉礼，我费了很大的心思。谁能想到沈婉竟然不是我们沈家的血脉？那爹爹有没有把她赶出去啊？
送走？哪有那么便宜那家人？沈婉是他们沈家偷回来的女娃娃，不说爹爹不会把沈婉送走，他也不会允许。穗穗她是无辜，这个东西原本就是要你送给穗穗，我替你保管。回到沈家后，我会亲自交给。可我不想给啊。那就送给大哥吧。大哥，家里对沈婉是什么态度啊？我们沈家又不是多养不起一张祖母对穗穗有几分真感情，舍不得将她送回去。那对莲儿公平吗？莲儿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本来应该是我们沈家千宠万娇的嫡长女，却要沦为嫡四女，一个蹩脚汉生的农家女，凭什么享受着我们亲妹妹的荣华富贵？所以现在被许给太子殿下的人是莲儿，而不是沈婉，这就够了。老三，你可是最宠爱穗穗的人。那是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她不是我们沈家的嫡女。现在我知情了，我就觉得膈应恶心。沈承霄叹了一声，我不该同你说这些。穗穗她是无辜的，那我们的亲妹妹难道就不无辜吗？大哥，你这种心态不对，我们沈家还能收留她沈婉，让她继续冠以我们沈家的姓，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她要懂得感恩，就不应该再占着莲儿妹妹的东西，也别再妄想得到更多了。我做不到像以前那么待她，你想怎样对她都行，但别要求我如大哥一样。沈承义说完，转身就进了厢房内。这时，一名沈家的护卫跑来禀报。大公子，货船四周围着很多船，看起来不像我。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厢房内传来了沈三公子的尖叫声。沈承霄快步走入厢房内。怎么回事？这好的瓶子下有个人。沈承霄听到这话，走上前，一脚踢碎了古董花瓶。沈府南厢阁内，精妙仪噩梦连连，大声尖叫：“少儿，义儿！”夫人，快救少儿！老爷，快救我们的儿子！他们的船炸了，船全部炸了，老大老三就在那艘船上。宋嬷嬷在外面听到精妙仪的叫声后，便走入屋子。家主，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一定是老大老三出事了！夫人，你只是做梦，梦都是相反的，老大老三绝不会有事。我先出去看。沈正一穿上衣服，走出房间。沈清跪在地上禀报：收入怀州府的飞鹰传书，三公子的货运船遭受的炮弹袭击，船体严重受损，死伤惨重，大公子和三公子下落不明。哐！屋子里传来了巨大的动静。夫人，按我的计划部署缜密，那些炮火怎么会落到沈家的商船上？家主，您说你的方案大公子没有用，大公子把家主的方案重新调整了一番，相当于胡一卫攻击的时候启用的是家主的方案，而我们这边并没有收到大公子的飞鹰传书。准确的说，大公子用飞鹰传入上京城的新方案，并没有落到家主的手上，就被人中途拦截了。有人借着大公子与家主两个方案的冲突，设计谋害两位公子。少儿，快去找老大老三，他们还在海里。老大他身受重伤，快，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快去救他。夫人，我即刻就入宫，求皇上再调兵给我，我定会找回我们的儿子。宋嬷嬷，扶夫人回去休息。不要，我要去找老大老三，我要去怀州府找他们。你去乱葬岗找一下王管事的尸身。怀州府战报！怀州府战报！天微亮，一名士兵骑着战马从北城城门急速奔入，他一边跑一边高举起手中的战报，一路大声吆喝，很快就到了宫门前。禀报皇上，由沈将军带领的剿匪行动于7日子时夜晚，在圣岛关海域全军覆没。计划用来剿匪的2艘商船，在行动那晚被来路不明的势力利用南洋运来的炮火炸翻，船上2100名货商，包括剿匪的士兵，死伤惨重。谢督主带领的皇城司也在圣岛水道的破坏下，船体遭到严重破坏，整艘船沉没。怀州府知府已派兵搜寻生还者。不知怀州府那边可有我儿谢玉锦的消息？他可还活着？如若战死，可有尸身？首先说话的是谢玉锦的父亲郑国公。那船上也有微臣的2个儿子，不知如何可有下落。那名士兵继续禀报：许知府已找到郑国公府2公子及尚书府沈三公子。沈三公子在追击匪徒行动中受炮击而伤及头部，昏迷未醒。谢2公子受了轻伤，谢督主与沈将军下落不明。此次行动死5780人，重伤860人。皇上，那艘船上有一幅从南洋带回的28秀星军图，本是要在太后寿诞日作为太后的寿礼献上给太后娘娘。这一群匪徒胆大妄为，竟敢动朝廷官员和贡品，微臣愿意亲自前往怀州府实行清除行动。
沈大人，切不可轻举妄动。皇上，微臣听说有不少平民老百姓投靠圣岛，朝廷若是无差别击杀岛上的百姓，只怕会……什么老百姓？沈正一气狠了，眼睛里只有杀意。既然投靠了水匪，那他们就是强盗。此次行动便可看出，那群匪盗有策反我朝皇室制度，他们已经不是普通的匪盗，他们此为是谋反，是叛贼。沈大人，朕拨3000人，运2000台从南阳买回来的炮筒，借此机会试一试那炮筒的威力。你便和太子一同前往怀州府，清理圣岛匪盗，杀光不留。皇上，34啊！微臣听闻圣岛上收留了不少老弱病弱，剿匪只是拔掉一根刺。皇上真正要清理的是当下地方州府的毒瘤。镇国公一直阻碍沈大人，是不是圣岛与镇国公有利益上勾结？此次行动当中，你的小儿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回来。太子莫君礼沉着脸道。镇国公脸色惊变，仿佛听到什么不可思议的话语，震惊地看向太子。太子殿下，微臣尽忠职守。如若你觉得微臣与匪盗有勾结，你大可以把微臣关入大理寺，微臣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揣测。当然，如若太子殿下觉得江家流的血还不够清洗这片山河，想要借着此事再向我谢家开刀，那就只管来。你这一次，关莫君礼变了脸色。镇国公，朕知道你替朕着想，可沈尚书说的也无错。从百姓投靠圣岛匪盗后，他们就是强盗，他们所享用的吃用都是匪盗掠夺来的，不能因为他们没有那些武器，就说与他们无关。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支持圣岛的匪盗，越来越多百姓鼓励这种风气。等将来这群势力滋长到可与朝廷抵抗时，商朝将会被这些人吞噬。朕不想看到国破家亡，更多百姓流离失所的一幕。他们害死那么多朝廷士兵，朕总要给这些士兵的家属一个交代吧。沈大人，你即刻回府收拾行囊，今日便出兵讨圣岛匪盗，刻不容缓。微臣遵命。沈正一离开皇宫后，沈清刚好从乱葬岗回来。家主，乱葬岗被烧了，这么巧？是附近的村民说，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乱葬岗突然着火，去把二小姐叫过来。去找沈莲的管事回来了，他是王管事的儿子，叫王松，跪在地上说：家主，二小姐说她不舒服，昨日学了一天的规矩，不想走路，让家主自己过去找她。家主，冷静。爹爹，这是他近日学的礼仪。莲儿，爹爹有几句话想问你，你只管如实回话，起来说话。是爹爹。沈莲站起身，一脸讨好的看向沈正一。王管事犯事那晚是如何待你的？王管事。沈莲细想了一番，爹爹是说那个色坯子王管事，他黑灯瞎火冲出来，撞到女儿的身上，企图对女儿不轨。香菱之前跟我说过，这个王管事已经纳了8个妾，还喜欢年轻貌美的丫鬟。他仗着爹爹仗势欺人，幸好太子殿下把他给打死了，否则还不知道我们家又有多少年轻貌美的丫鬟遭到那王管事的毒害。沈正一看向了沈莲身旁的香菱，他跟你说王管事好色？对啊，香菱，你懂什么呢？你又没做错。爹爹，就是香菱提醒我，王管事好色，房中已有8个妾室，还喜欢强暴府里漂亮的丫鬟，而府里所有人都喜欢大姐姐，所有人都盼着大姐姐当太子妃。说我失身，那我岂不是当不成太子妃了？幸好那天晚上太子殿下来得及时，打死了王管事这个祸害。砰！沈正一一脚踢在香菱的胸口，香菱吐了很多血，没一会儿就闭上眼睛死了。爹爹，你把我的丫鬟踢死了，你刚才为什么要踢她？金妙仪右眼皮子暴跳了几下，道：快送二小姐回院子。我为什么要回院子？你们把香菱踢死了，就是在杀人。香菱是我的人，他们都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爹爹，你踢她，等于是看不起这条狗的主人。什么叫等于看不起这条狗的主人？这些日子规矩都学哪儿去了？书读哪儿去了？礼仪学哪儿去了？莲儿，你莫要再同你爹爹闹了，你爹爹还要去怀州府找你大哥，我让精英留在你身边伺候你。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看待一条人命的，随意就可以打杀府里的下人，打杀完了再给我一个枣，赏我另一个丫鬟。爹娘，你们有没有想过，二哥失去双腿，大哥生死不明，都是因为你们乱打杀人、乱杀生造成的，是你们作恶太多，全都报应在大哥、二哥的身上。
就在这时，一名护卫快步走入沈府，找到沈正一后禀报道：家主，一切装备准备完毕，不然无论我儿是死是活，我定会让圣岛那群匪盗给我儿陪葬。小妹，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要救皇城司的人？你不知道皇城司的人有多讨厌，特别是那个叫谢玉锦的，他带出来的兵特别难缠。顾景行带着沈婉走入一处宅子，我让你救的那个人就叫谢玉锦，他是我的未婚夫。走在前面的顾景行脚步一顿，身子僵了僵，也刚好停在了安置谢玉锦的房门前。那小子是妹妹的未婚夫？沈婉点点头。他在里面吗？谢玉锦被五花大绑捆在太师椅上，他身上的衣服被扒得只剩一条裤子。三哥，你怎么把他绑成这样？他的衣服呢？他说他很喜欢皇城司的衣服。谢玉锦低嗤一笑，朝顾景行那儿看去。遇见顾景行的时候，谢玉锦就觉得顾景行很眼熟。如今听到沈婉唤他三哥，谢玉锦才恍然大悟。你扒谁的衣服都可以，切记官袍不能扒，更何况他是皇城司督主。去把他的衣服拿回来。你别听他瞎说，我就是他掉水里了，我帮他把衣服烘干，不信你问。谢玉锦抿嘴笑笑，不配合。顾景行抡着拳头，企图威胁谢玉锦。妹妹，你先出去，我让人送她衣服进来。她赤裸身子出现在妹妹面前，有辱斯文，伤风败俗。不用，他是我未婚夫，你去把他衣服拿过来。走到谢玉锦的身后，准备帮他把绳子划开的时候，谢玉锦声音温和地说：不必，我自己来。你可以自己解开绳子，为什么还要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不太确定圣岛这帮水盗是不是也是你的势力，静观其变。现在知道我也没什么好怕。你也有怕的东西？怎么没有？我怕沈承霄计划有变，我回不来了。未婚妻，未婚妻三个字取悦了沈婉，她低笑了一声。你转过来。谢玉锦低头看着自己赤裸的上身，耳朵微热，还是转过身子，露出那肌理分明的胸膛，走到谢玉锦面前，小手环抱住她精瘦的腰身。我也怕我的人在海上找不到你，而且你的船也被炸了，我害怕我无法扭转乾坤，但你躲开沈家制造的危机，没办法让你全身而退。我按你说的，提前带我的人下水远离船体。这时顾景行刚好拿着谢玉锦的衣服走进来。妹妹，你看我把她衣服烘干了。那你先把衣服穿上，我在外面等你。沈婉看着谢玉锦那通红的耳朵，微微浅笑，转身走出了房间。没一会儿，谢玉锦就从屋子里走出来了，她手里拿着一幅画，来到沈婉面前。你要的28宿星君图是不是这个？三哥，麻烦你帮个忙，帮我把画打开。三哥，顾景行眉头皱了一下，嘴角抽了一下。壮观。10年前，太后下南洋，在南洋博物馆见过此画，回来后便一直心心念念。你喜欢吗？它很值钱哦。顾景行听到值钱2个字，两眼冒着星星。妹妹打算怎么处理这幅画？卖了它。谢玉锦低嗤一笑，这好像是沈婉干得出来的事儿。那盒子上有拍卖金额，沈三公子把自己的生意本都掏出来拍卖这幅画，你转手就把它卖了，沈家这次怕是要把裤衩都赔进去了。你是说这玩意儿让沈家掏空了家？沈家的家底哪有那么容易掏空？但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掏空沈家家底。三哥，你亲自去一趟南洋博物馆，把这幅星君图卖给原画主，再跟原画主谈一场交易。你就和原画主说，你将要带着这笔钱回到商朝国土做生意，你赚1两，他得1半，无需他再出钱出力，只需等太后寿诞那日，让他带着28宿星君图到商朝国土，亲自献画给太后。这样一来，沈家说自己高价从南洋博物馆拍买回来的28宿星君图是在欺骗太后，可不就是在欺骗太后吗？笑声张扬又得意，一个7岁大的孩子跑入院里。三叔，圣岛所有老百姓都转移到船上，你设的陷阱也全部完毕，我们什么时候起航？现在。沈婉说完就看向谢玉锦，我会和我三哥一起离开圣岛，回木仙山，再重新坐船来怀州府，而你身受重伤，和沈承霄一起下落不明，碰巧遇到我们一门的船队，我们把你和沈承霄捞上船，你和沈承霄都身受重伤，中了毒瘴，性命堪忧。不过你放心，你不会有事，我有药。他们在海面上投毒，那些毒瘴会慢慢吞噬你的心脉，这瓶是解药，你先服下，可护你心脉，保你不受毒瘴侵害身体。此事过后，你便卸掉皇城司一职，急流勇退，才能暂时保住谢氏满门，让太子不敢那么快拿谢家开刀。顾姑娘，你都安排好了我的后路。你是我的人，我把你和整个谢家都规划到了我的未来。我的夫君，我希望你此生身体安康，颠覆山河。我若不早点娶你，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生夫君？顾景行在一旁皱巴着脸。石峰从外面走进来，大师姐，朝廷的船已经出发了，带着5000御林军和2000架炮筒，计划炸平整座岛。狗皇帝还下达了屠杀令，杀光岛上百姓。他们大约明日傍晚就会到达圣岛海域。那就让他们打空气吧。打！砰砰砰！
朝廷的炮火无死角地攻击圣岛。快捂住鼻子，不要吸气，快离开岛，快离开！身后传来了士兵的惨叫声。太子殿下小心！护着墨军里的御林军推开了他。是御林军，殿下，怎么回事？那岛上根本没有人。什么？墨军里不敢置信的。那岛上的人全都走光了，他们留下大量的食人蚁和毒蛇，他们还利用炮火的攻击，在圣岛埋下了毒障。我们的御林军在上面死伤惨重，他们大多被蛇虫吞噬，还有的中毒身亡。魏晨跑得快，但也中了毒症。说完，王德全两眼一翻，晕死。沈正一和墨军里的脸色如同泼墨一般。这群乱党贼子，该死！你不是说有38000人吗？现在人呢？他们提前逃，但是这件事情不能让外面的人知道，否则文武百官和御史台定会弹劾你。这么大老子，你说怎么收拾？太后本就对皇后娘娘及太子殿下你不满，晋王一直在找机会抓太子你的把柄。若让皇上知道我们的炮火用在了一座空岛，皇上定要大发雷霆，满朝文武都会弹劾太子和微臣。太子殿下，身父与你的尊荣一直是息息相关的，一旦我们被刘氏党抓住了把柄，恐怕太子在外立起来的贤名都要毁于一旦。皇上名下不是只有太子殿下你一个皇子。墨军里瞳孔巨震。那你说这么大的残局该如何处理？朝廷派5000人2000炮火与圣岛3万水道拼杀了一夜，圣岛水道死伤惨重，我方御林军们也壮烈牺牲。烧了这座岛，就没有人知道岛上的秘密。沈婉这边，大师姐，如你所料，他们烧了圣岛，还把活下来的御林军也都灭口了。不过我带回来几个活的。夫人，大小姐回府了。大小姐带着大公子回府了。掌院的管事快步跑入南香阁。刚才是不是有人说大公子回府了？是，大小姐把大公子带回府了。母亲，岁岁回府了，他还带着萧儿回来了。我知道，快去看看岁岁。丞相，我的儿啊！娘，你不要碰到大哥，大哥伤得很重，疼得很厉害。你大哥他伤到哪儿了？我从海里把大哥救上来的时候，大哥背部皮开肉绽，还有内伤，再加上有人在海上投毒，大哥在那片海域里待了太久，毒症进入心脉，之后怕是不能再运用内力动武了。说到此处，沈婉的眼泪也掉了下来，尝尝她的阿锦前世的痛吧。景妙仪失声痛哭。娘，你放心，女儿一定会保住大哥的性命，绝不会让大哥就这么死了。死了太便宜沈承霄了，你们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给我好好看着沈承霄被病痛折磨到非人的样子。岁岁，你师父呢？让你师父留在沈家，帮你大哥治伤养身子。祖母，对不起，我没有把师父带回上京城。他老人家在1个多月前接到燕国太后的信，早已离开商朝，不在我朝了。不过我已经写信给师父了，等师父处理好燕国的事情，就会回来。痛，他痛！岁岁，你大哥说他好痛，快把大公子抬入院内。甭管我，沈婉。大哥，你已经吃过镇痛丸，今日不能再吃了，否则你会没命了。妹妹，大哥求你了。求我也没用，我不是你妹妹，你也从未把我当成你妹妹。沈夫人，沈大公子的伤主要在背部，这些伤口都被沈小姐处理得极好，而沈大公子体内的毒障虽有残毒余留心脉，可沈小姐的解药却挽救了沈大公子的性。如今伤好护理，难的是沈大公子心脉的残毒，不是1日2日能够清除啊。岁岁，你可以治好你大哥的，对不对？罗太医说是你手里的药挽救你大哥的性命的，你可以救你大哥的，对不对？怎么玩道德绑架，还是又欲拿所谓的养育之恩逼他？祖母，我会帮大哥找到清除残毒的解药。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要帮你大哥解毒呀！你大哥可是最疼爱你的，你大哥事事护着你，样样都要给你最好的。老夫人，大公子有话想和你说。大小姐，今夜我会守着大公子，你先回院子休息吧。好，祖母、母亲，我先回去换身衣服。沈婉扶了一个身，走出了林芳居。乖孙儿，
祖母来了，你还疼不疼啊？沈婉的药很有效果，我现在不疼了。祖母，莫要担心孙儿。那就好，那就好。你有什么话想和祖母说？我想娶沈婉为妻，望祖母成全。小儿，她是你妹妹，你怎么能娶你妹妹呢？她不是我妹妹，外人不清楚。祖母，你心里还不清楚，我从未将沈婉当成自己的妹妹，她不是沈家嫡女，我可以娶她为妻。可她已和镇国公府的嫡长子定亲，那可是赐婚。谢玉锦吗？她根本就不配。沈承霄沉着脸，赐婚儿有很多理由可以废除这种婚姻。祖母，她若入宫嫁给太子，我绝不会对她起任何念。可谢家的人，你觉得配吗？小儿，你什么时候对岁岁起了那种念头？岁岁1周岁时，王管事和爹爹在书斋里谈话，我当时躲在父亲的书柜里。妹妹抓周抓到了皇姑母拿来的凤印，王管事夸妹妹聪明伶俐，爹爹说王管事有很大的功劳，若不是他当初将一个村妇的女儿和沈莲调包，今日沈府还不知是什么光景。原来你是为了沈婉。我爱她，祖母，没有谁能比我更爱沈婉。如果她不能做一国之母，能不能把沈婉给我？祖母，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求过你，我只求您这一件事，您帮帮我好吗？小儿，你太为难祖母了。我的身子离不开沈婉的药，我把她留在我身边，也是为了我的身子。如果您不同意，那我以后再也不提了，此事便烂在你我心底吧。不就是一个沈婉吗？沈家养育了她这么多年，我让她留在你身边伺候你，也不算亏待他了。多谢祖母成全，孙儿一定会好起来的。沈老夫人从临风居走出来后，吩咐严嬷嬷去琳琅阁请沈婉到西河堂见。约莫2盏茶的功夫，沈婉走入西河堂，把院子里的下人都清理出去，你在院外守着，我有话想和大小姐说。是。沈婉看这架势，眉间不自觉蹙起。祖母，岁岁到祖母身边来坐，祖母有几句话想同你说。好。岁岁，你觉得你大哥怎么样？大哥他博学多才，文质彬彬，待我这个妹妹极好。当然2哥、3哥、4哥、5哥都好，家里的人都很宠爱我。但是这些宠爱原本是莲儿，却因你父母的缘故，阴差阳错将你换到了沈家。祖母并不是介意你的出生，你是祖母跟前长大的孩子，我舍不得再把你送回你父母身边过苦日子。祖母是不是有别的话想跟岁岁说？不如直接说出来吧。是有关于大哥的吗？你想要我怎么报答沈家？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那祖母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大哥如今的身子你最清楚了，他体内残毒，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现在唯有你能让你大哥身体舒服一些。祖母有意留你在你大哥身边伺候他，照顾他，帮他调养身子，但我会帮你换一个身份，让你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你大哥的院子。至于你同镇国公府的婚事，我会找皇后娘娘处理。你能明白祖母的意思吗？明白，怎会不明白？说的那样直白又不要脸。明白。那就好，小儿会对你好，这样你就可以一直留在沈家，祖母也舍不得你嫁出去。凭什么你们一句话就决定别人的人生？我说我不愿呢？沈老夫人嘴角的笑容僵了僵。你不愿？你莫不是还惦记着太子殿下？沈婉扯了扯唇瓣，冷笑。你占着莲儿的嫡长女之位，享受了15年的世家贵女的荣华富贵，如今莲儿回府了，我们没有把你赶出沈家，已经是待你很宽容了。你如今却还要抢莲儿的夫君，沈婉，你太令祖母失望了。太子殿下不喜欢你，他很喜欢莲儿，你就莫再痴望了，留下来照顾萧儿，我们沈家绝不会亏待了你啊！我知道太子殿下不喜欢我，我从未对太子殿下有过半点痴念。祖母放心，我不会和沈莲抢太子。那你为何不愿？你莫不是想加入镇国公府？如果是这样，那你恐怕要嫁给一个活死人。罗太医透露，那些玉锦被送回来的时候中毒已深，全身发紫，如今就靠着太医院的百年参药吊着一口气。看来我若是不同意，祖母也不会放过我。你既然知道我心中想法，那便没有退路。我今夜让你过来，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这些日子你哪儿都不能再去，就留在你大哥身边伺候他，这是我的命令，你不能反抗。那就没什么好说。沈婉对沈老夫人行了一礼，转身往外。沈老夫人望着沈婉离去的背影，在沈婉身后劝告道：沈婉，只要你听话，以后沈府掌家权交到你手里。谁稀罕沈家的掌家权？既然你执意触我眉头，那我便不客气。刚沈婉站在阴暗处，目光幽凉地盯着沈家下人。你们是怎么伺候老夫人的？关键时刻不顶事，害老夫人磕得这
这么严重？都下去领10杖吧。唉，沈夫人，老夫人是中风引起的，从马车上摔下来的时候，头碰巧磕在了硬物上，颅内恐有血块，导致老夫人昏迷未醒。哦，还有老夫人右手不大灵活，我怀疑老夫人右半边偏瘫了。不过还说不准，要等老夫人醒来后才能确诊。大小姐呢？夫人，大小姐去大公子的院子了。这时，沈莲走入西河堂。娘听说祖母从马车上摔下去了，我特意过来看看祖母。祖母现在怎么样了？要不要紧？二小姐，老夫人摔着了头，至今未醒。既然你过来了，那便留在老夫人身边照顾她。院里这么多下人，为何还要我照顾祖母？娘应该多请几个郎中在祖母身旁候着，或者叫大姐姐过来。大姐姐不是会医术吗？让大姐姐治好祖母。我又不懂得医术，我守着祖母，难道祖母就能好起来？二小姐，你是沈家的嫡女，老夫人是你的祖母，你守在老夫人身边不是应该的吗？罢了，你进去看你祖母一眼，看过了就回院子好好学规矩吧。沈莲皱眉，心情一下子不爽快。我天还没亮就醒来了，听到祖母摔伤了，特意早早过来看祖母，没想到娘百般挑剔，早知如此我就不来了。转身就走。是太子殿下，是家主。夫人，家主回府了。莲儿怎么了？谁欺负你？太子殿下，祖母她从马车上摔下来，摔伤了脑袋。莲儿早早就起来守着祖母，可是祖母至今未曾醒来，莲儿很害怕，很难过。没想到太子殿下就回府了。沈婉人呢？听说是他救了程潇跟谢玉锦。程潇伤得怎么样？金妙仪提起了精神，说左太医说背部炸得最厉害，但是穗穗帮程潇背部的伤处理得很好，还用解药解了程潇体内的毒障，如今还有残毒遗留在心脉。穗穗说会努力找到解药。那母亲是怎么回事？好好的人怎会从马车上摔下来？严嬷嬷说母亲昨夜原是打算入宫找皇后娘娘，这才摔的。母亲这么晚入宫找皇后有何事啊？许是为了萧儿的事情，这些日子皇后派人出宫问了几趟，娘亲不想让皇后娘娘担心，便想第一时间入宫告诉娘娘萧儿的情况吧。我已经派府医守着母亲。老爷，太子殿下，你们要不先进去看看老夫人？沈正一点头，和太子进屋看了眼神老夫人，之后就离开西河堂，去了长子的临风居。大公子，家主和太子殿下回来了。听说是你从木仙山去怀州府的路途找到你大哥的，你还救了谢玉锦。沈婉对着莫君礼扶了一个身，才回话：回太子殿下，的确如此。莫君礼气得面容铁青，这蠢货！臣女受到剿匪的士兵们遭到水道严重打击，大哥三哥也在其中，下落不明。臣女担心2位哥哥的安危，便借用一门的船去怀州府找大哥，碰巧看到海面还有其他人。臣女那艘船上捞起了100多具尸体，以及大哥和细小公爷，尸体太多，都是忠勇之士。臣女不敢在怀州府多逗留，就直接回上京城了。你随我进屋子，我和太子殿下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是，爹爹。沈正一走在前面，沈婉跟在他后面进了屋子。你怎么伤得那么重？太子殿下，微臣没事。太医说需要养一段时，听说父亲找到三弟了，他人怎么？你三弟头部受伤，马车还在后面，需再等2日才会回。此次计划是怎回事？为何有临时变电？王管事怎么？王管事。沈正一下意识地看向莫君礼，他犯了事，乱棍打死，扔在了乱葬岗。不，我在怀州，在我们沈家的商船上看到了王管事。不可能，王管事已经被乱棍打死，扔在乱葬岗。爹，我不会看错，他被人做成了人质，装在花瓶里。我临时改动的计划就是传来王管事，可他却出现在船上，然后船就被炸了。我们都被算计，你们沈府有内奸，若不将你沈府这些人连根拔起，你们沈家还不知要遭多少。太子殿下，微臣会处理好内宅之事，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你师傅人呢？爹爹，师傅早1个月前受燕国太后相邀去燕。爹爹放心，女儿已经写信给师傅，等师傅忙完燕国的事情就会回来。听说谢家长子身中毒瘴，陷入重度昏迷，你既然救了，可知他的真实情况？确实是身中剧毒，他吸入的毒瘴比大哥还多。我的解药用在谢小公爷的身上只是偶尔，不过可以保住性命。接下来的日子，只要谢小公爷好好用药，体内的毒就可以慢慢清除。我已经派人给谢府送了解药。皇上已经下旨赐婚你与谢家长子，我想让你早点嫁。沈承霄身子剧颤，猛烈转头看向自己的父亲和太子。爹，你说什么？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把穗穗嫁入郑国公府。谢玉锦能不能活着醒来都还是未知数。穗穗这样嫁过去，和守寡有什么区别？小儿，此事就这么定，你好好养伤，别的你什么都不用管，爹会帮你报仇。沈婉，姑一有功，就让母后传青天剑，帮你和谢玉锦选良辰吉日成亲。穗穗，去帮我叫祖母来，我想见一见祖母。大哥，祖
母怕是来不了了，因为她现在同你一样，都躺在床上。孟氏脸色变了变。祖母她怎么了？怎会来不了？祖母昨日被马车准备入宫时，从马车上摔下来，摔伤了头，至今昏迷未醒。怎么会这么巧？经宇来临风居找沈婉。大小姐，夫人头级犯了，让小姐过去看看。好，我这就去。沈承霄快疯了，滚出去！大公子，你若是难受，就发泄出来。家主他十分关心大公子的身子，说是家主知道，只有大小姐才可以帮大公子缓解身体的疼痛，那家主就不会轻易把大小姐嫁出去。他一边哭一边说：“快去把大小姐找回来，大公子身体很不舒服，顺便让人去请家主过来。”大小姐，内院守门的嬷嬷匆匆走入内院。晋王殿下带了好多皇城寺的人闯进咱们沈府内院，还叫人把沈家围了起来。晋王的动作挺快的嘛。那为首的男子正是皇上的庶长子晋王莫君言，他长得像刘贵妃，面容俊逸若仙，肤白如雪。来到晋王面前时，沈婉向晋王行礼：“臣女参见晋王殿下。”晋王停下脚步，目光落在娇美艳丽的沈婉身上。沈婉妹妹，好久不见，免礼吧。谢晋王殿下。晋王殿下带着皇城司来沈家，应该不是同臣女叙旧的吧？妹妹如此聪明，该知道本王为何而来。他扬手一挥，身后的皇城司士兵冲入竹林小区。我们家大公子身受重伤，你们皇城司把他抓走，他会没命的。快来人，快叫家主啊！大小姐，快救救大公子！大公子刚才心急发作，他疼得厉害，他一直在喊大小姐。孟姨娘，这是皇城司在抓人，只要大哥无罪，皇城司也不能拿大哥怎么样。至于大哥的心急症，我配了药丸放在他床头小柜子里，你没有拿出来给他吃吗？我妾身忘了，大公子他疼晕过去了。大小姐，你一定要帮帮大公子，大公子他离不开你，他不能跟皇城司的人走，大公子会没命的。妾身求求你，和晋王殿下求求情，叫晋王殿下放大公子先养伤，养好了再进皇城司。晋王冷喝了一声：“无知妇人，你当着皇城司是过家家，想什么时候进去就由得你一个妇道人家做主。”大小姐，大公子这样进去他会死的。你先起来。沈大小姐，等你爹回府后，你告诉让他来皇城司喝茶，本王带着沈大公子去牢房等他。沈婉扶了一个身，晋王转身离开，而那些围着沈府的皇城司士兵并没有被撤走，躲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沈婉这边的沈莲走了出来。大姐姐，你刚才叫那个男子什么？沈莲，你在想什么呢？晋王他有心上人，人家眼睛不瞎，他是晋王殿下贵妃娘娘的儿子，刘太后的刘家也是晋王的母族话。太后刘氏，刘贵妃。那这么说，咱们的皇后姑母也是要听太后娘娘的。当今皇上正是太后所出。罢了，我同你说这些做什么？孟氏，你速速叫人安排一匹马给我，我这就去皇宫等父亲。孟氏点点头。啊，你跟晋王殿下很熟吗？我方才听到他是不是唤你一声妹妹？沈婉脚步猛地一顿，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曾在宫中生活过2年，和太子晋王玩得很好。沈莲心中窃喜了，玩得好有什么用？太子殿下现在还不是喜欢我？大姐姐，你是不是要去找爹爹？是不是要去皇城司喝茶？我陪你一块去找爹爹吧。孟氏眼皮子一跳，大公子生死关头，二小姐你在干什么？孟氏，你去安排一辆舒服一点的马车，我要同大姐姐一块入宫找爹爹。二小姐，你让大小姐骑马去吧，骑马快。孟姨娘红着双眼哀求沈莲，沈莲皱起了眉头，不高兴。可我不会骑马呀，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大公子被晋王抓走，大小姐入宫找家主，怎就变成二小姐为难了？快去准备马车，耽搁了时间，你担待得起吗？大小姐，你快劝劝二小姐吧，大公子他在里面。大子，你是不把我的话放在眼里了是吧？沈莲突然发飙，冲着孟姨娘怒斥：你明知大公子被晋王殿下带走了，你还在这里磨磨蹭蹭，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大哥？孟姨娘吓得跪在地上。妾身这就让人去安排马车。那还不快去？沈莲转身对沈婉说：这帮妾室就是欠收拾啊，以为大哥没娶正室就可以作威作福，连本小姐的话都敢不听，还敢不把我放在眼里？救命啊！什么东西啊？好臭！外面怎么乱哄哄的？他们在喊什么？奴婢这就出去看看。沈府的护卫匆匆跑入，向京妙仪禀告：夫人，外面有一群乱民朝咱们沈家大门泼粪，二小姐刚要出门，正好被泼了一身秽物。沈莲要出府，她出府做什么？惠夫人，晋王带着皇城司把大公子抓走了。大小姐本是打算入宫找家，二小姐闹着要一块儿去，这才遭了殃。你说什么？大公子被晋王的人带走了？守门的护卫道：是的，夫人，现在我们根本出不去，沈府大门外的那些人都对咱们家主喊打喊杀。大小姐人呢？大小姐在处理二小姐的事情，二小姐她现在满身都是粪泥，在沈府院廊到处。沈莲这个祸害！京妙仪两眼一翻，晕死了过去。
二小姐，你别再跑了，求求你别再跑了！二小姐，你别再跑了，求求你别再跑了！跟在沈莲身后的工人及沈府的丫鬟婆子们纷纷劝阻：“快去把前面的院门堵住！你们几个去厨房抬一桶热水来，帮二小姐洗干净。”沈莲大概是被外面的百姓泼出了阴影，在下人们往她身上泼水冲刷身上的污物时，发出杀猪般的尖叫。这些贱民！二小姐，你别乱动，快把身上的东西洗干净。花荣从大门方向走向沈婉身旁禀报道：“大小姐，打探清楚了，那些冲沈家发泄的人，都是跟随太子和家主去怀州府剿匪，却死在怀州府的御林军士兵的家属，现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骂家主杀死御林军，还有人传圣岛根本没有匪盗，家主是因为自己的私欲骗取皇室的军火，事后又怕此事传出去，就把几千御林军杀了，再纵火烧岛，民愤激昂。现在咱们沈府每个出入口都被死者的家属包围起来了，出不去。哦，晋王这手攻心计玩得可真漂亮。你去找沈家的护卫，让他们给我爹传书信，告诉他晋王殿下把我大哥带去皇城司了，接下来就要交给晋王处理了。知道了，大小姐。花荣转身离开。大小姐，是太子殿下。那些人砸我，他们砸我，所有人都欺负我。沈婉，你太过分了，竟然纵容这些奴才欺负莲儿！你，太子殿下，莲儿，你快去洗洗，身上脏得很，快把二小姐带回院子里清洗。他脸色铁青，恨不得跳进旁边的池子，也把身上的污物清洗干净。沈婉不得不顶着臭烘烘的尴尬，走到莫君礼面前给他行礼。莫君礼指着沈莲的方向问道：“沈莲上的东西。”臣女的大哥被晋王殿下带走了，臣女本想入宫找爹爹想办法，二妹妹要跟着去，她走得比我快，刚走出沈府大门就被人泼了好几桶湿残。二妹妹受到惊吓，在院子里四处跑，坠地上的东西都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臣女实在没有办法，才叫人封锁了这一处院子，叫人从厨房弄热水帮二妹妹冲掉身上的东西。沈莲的话还未说完，莫君礼险些作呕了。给给我打水，快给我打水！沈婉，快去给我打水！他声音越来越大，整个人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道：“快帮姑把衣物熏熏。”太子殿下，晋王殿下他……姑知道。莫君礼听到晋王两个字，咬了咬牙。你爹已经被晋王带走了，你大哥不会有事，你无需担心。那臣女的爹爹他……沈婉欲言又止。臣女听到外面的闹事者说，爹爹害死了很多御林军，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臣女的爹爹会不会有事啊？你爹也不会有事。晋王这个贱人想诬陷沈家，母后知道沈家被人围困，让姑出宫处理此事。御林军是剿匪战死，晋他不能将你爹爹怎么样，你放心吧。金妙也赶过来了。太子殿下，你要救救程潇，他被晋王殿下带走了。娘亲，你放心吧，太子殿下方才同女儿说，爹爹和大哥都不会有事。沈婉对金妙仪说：“沈夫人放心，晋王阴谋不会得逞，沈大人和程潇都不会有事。是母后让姑来沈府处理外面的事情，那些人不过是为了多要点陪葬费才闹。姑的人已经在外面同众人解释了，等外面的人散去，姑再离开沈府，你们都不必担心沈大人与程潇。”太子殿下，莫君礼看到沈莲的时候，几乎是从椅子上跳起来。二小姐，太子殿下还有正事要处理。殿下，沈莲不懂规矩，但是对人性却很敏感。既然这样，那臣女先告退。他扶了一个身，没有过多的纠缠，转身走出了雅院。莫君礼看着他单薄的背影，一时心生不忍。莲儿，莫君礼站起身追了出去。金妙仪把莫君礼刚才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太子和你妹妹怎么了？妹妹她被泼了湿残，殿下刚好出现在院子，妹妹就跑过去抱了殿下。金妙仪脸色惊变，沈莲这个蠢货。岁岁，太子殿下没有那么快离开沈家，你要把握好这次的机会，事后娘会帮你善后。等生米煮成熟饭，太子就只能迎娶岁岁为太子妃，让沈莲代替岁岁去嫁镇国公府嫡长子吧。谢玉锦道：“呸，晦气的玩意儿！”镇国公府，太子已经派御林军疏散沈家大门前的闹事者，原来那些人已经准备散开，可是没一会儿又涌来一波文人，他们手中都拿着出自玉公子之手的文章，暗指沈大人历往做过的事情，并要朝廷重查特查怀州府圣岛一案。那些闹事的老百姓又群起反抗，逼沈家出面解释屠杀御林军的事情。皇上现在正为此事连夜召集大臣进宫商议。谢家影卫萧云向床榻内的人禀报沈府的情况。沈府现在什么情况？沈家的大小姐
姐可有行动？谢玉锦只关心沈婉的安危。今日清晨，沈二小姐出府时被守在外面的百姓扔东西，破了一身的残。至于沈大小姐，她躲避的及时，避开了百姓们的愤怒。如今沈家大门紧闭，府里面的人不出来，御林军则是在府外维护秩序。谢玉锦已经2日没有睡好，对那个小女子牵肠挂肚，心情隐隐浮躁。那些太医还在外面。是。谢玉锦看着身形高度与自己相仿的萧云道：“我要去一趟沈府。主子会不会太冒险？现在沈府有御林军跟晋王的势力盯着，就是因为沈家如今形势不同，我要亲自去打探清楚。最主要的还是他想见沈婉，他易容成了萧云的模样，光明正大的走出镇国公府，又伺机潜入沈府。大小姐，夫人让你去西河堂照顾老夫人，太子殿下也在西河堂看老夫人。”京宇双手捧着香炉走入沈婉的琳琅阁，京宇手上的香正是京妙仪特意为他和太子准备的。京宇，你今年17了吧？是，夫人并没有打算让你外嫁，想把你留给大公子做通房，将来生下一儿半女儿，再抬你为妾室。王管事是你的父亲，自我懂事以来，王管事就一直在沈家奔波，纵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二小姐一回府，便随意乱打杀了王管事，我内心愤愤不平。京宇，你就不想为你父亲报仇？奴婢从未动过这个念头。沈婉低嗤一笑，你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只有你自个儿清楚。有些富贵险中求，你畏畏缩缩，那就只能看着你父亲枉死在二小姐的手里，怒其不争，枉为子女。可怜王管事在沈府兢兢业业一辈子，也没在沈府落得一个好下场。先前夫人允诺过奴婢，等大公子从怀州府回来，就让大公子收了奴婢。后来奴婢的父亲被乱棍打死，夫人她同意孙婆子的求亲，准备把奴婢嫁给孙婆子的傻儿子。大小姐，求大小姐指点一二，奴婢该怎么做？我见犹怜，花容月貌，嫁给一个傻子，可惜了。这不就是你的机会吗？京宇瞳孔一震，太子殿下连大小姐都不要，奴婢……你错了，他只是不肯让我当太子妃，并不代表他娶了太子妃便不再要别的女子。你说想活命，脱光衣服躺在太子身边是不成，你要对太子说。沈婉凑到京宇的耳边，和他说了好长一段话。沈婉说完后，京宇向沈婉磕了几个响头，捧着香炉自己去了西河堂。窗外微风呼啸，夜寒霜重。是我，谢玉锦。快进来！刚才那个丫鬟，你都听见了？谢玉锦很诚实的点点头。你怎么找到我的院子？怎么这副表情看着我？我在问你话，你怎么找到我的院子？我挨个找就找到你的院子了。我都听见你和那丫鬟的谈话，我还听到你母亲要把你送给太子。你在愁这个？沈夫人似乎并不满意让沈二小姐入宫当太子妃，她一心想促成你和太子。阿宁，你打算让我躺到什么时候？我想娶你，你早点嫁给我，成吗？成。他点头，没有一丝犹豫的答应他。那我回去准备。阿姐，你现在是伤者，要准备也不是你来准备。那我还继续躺着。谢玉锦急眼了。我已经从太子和沈正一口中打探出了一些内情，沈正一和太子有意让我早点嫁入镇国公府。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现在只要等。那不行，光我一个人使力我费劲。你想要娶我，还得铲除一些障碍，要不然你我的婚事恐怕没有那么顺利了。你母亲她确实有些难缠，手段不太光明。她不是我母亲，沈夫人也并不是我们的障碍，她绝不会同意我留在沈承霄的身边。我们的阻碍是沈家大公子沈承霄，他不同意你我的婚事。你可知沈老夫人从马车上摔下去的事情？知道，跟你有关。是啊，昨天夜里她叫我去西河堂，要我留在沈承霄的身边，意图帮我换个身，让我做沈承霄的妻。沈承霄他一直给予我。这一家都是什么龌龊的极品，竟要叶宁一个鲜活的生命去做那废物的妻？沈承霄还是他名义上的大哥啊，这就过分了。老夫人吃过夜宵，本打算入宫找皇后解除你我二人的婚事，不过我在她吃的食物里加了一点料，让她旧疾发作，避免了这一遭麻烦。我虽然卸掉了皇承司职位，但皇承司里面还有我的人，你若想在里面对沈承霄下手，我可以让我的人出手。我不要他死在里。这包药粉你叫人混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他身体的疼痛会加倍，也会大伤元气，没有1-2个月怕是醒不过来。等他醒来，你我的婚事也已成定局。懂了，你想让他生不如死，这个我最擅长。你等我来娶你。太医也下了最后诊断，阿慈的身子这2日醒不过来，日后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夫君说的没错，我们应该入宫求旨退亲，免得耽误了沈家的姑娘。我只是可惜那沈家姑娘顶好的闺女，我瞧着阿慈接到赐婚圣旨的时候也是满眼欢喜。
夫人，我知道你心中缘分这种东西，只能怪咱们儿子没那福分，与沈家大小姐有缘无分。你莫要再纠结此事。夫君，我知道了，你明日就入宫吧。我去一趟普华寺，为阿慈求个福。郑国公正准备熄灯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巡逻护卫的声音：“是的，那里。”一只黑猫跳入窗子。夫君，什么东西在那边呀？是阿慈的猫。主子，你怎么脸色很看？是不是该吃药了？我又没病，我吃什么药？谢玉姐莫名的烦躁起来，她的燕宁怎么没有告诉她，还有她爹娘这个阻碍？主子，你有什么吩咐？属下去做。混进水里，让沈承霄喝下去。是。萧云起身就准备去办事。回来。主子还有什么吩咐？你有没有喜欢的姑娘？萧云微微愣了一下。主子，你忘了入隐卫要断情绝爱，属下不懂什么叫喜欢，也没有心仪的对象。主子，你今夜出去是要去沈府看沈家大小姐，你若真的喜欢沈大小姐，不如就趁此机会让国公爷入宫求旨，让皇上早早安排你与沈大小姐定亲，借此契机用喜事冲去眉头，主子也就可以借新婚之名苏醒。好主意。我隔壁村那个黄大儿子当兵的那个，出门打仗重伤回来，在床上昏迷了3年。上个月他们家给他买了个媳妇儿，你们猜怎么着？成亲当晚，黄大狗他儿子就醒了。哇，这么神奇！这事儿传遍了10里8乡，好多人还特意去皇家看那个媳妇儿。别说，长得还真有福气，白白嫩嫩，人也挺美的。不过那黄大狗的儿子当兵前呐，也是个帅小伙，能干。你们去打听打听，这事儿啊是真事儿。停教！国公爷，怎么了？你拿着我的腰去宫牌跟禁军说，我今日身子不适，要向皇上请个病假。夫人，夫君，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已向皇上告了病假。夫君哪里不舒服吗？哎呀，夫人别担心我就是吃了几个包子，肚子闹，本先都下去。我有话要同夫人说。夫君，不是说好了近日入宫向皇上求旨，解除与神父的婚约吗？我正是为了此事才赶回来的。要不咱们帮阿慈求旨，早日把沈家大小姐娶进门来吧。我们这样做会不会趁人之危啊？夫君，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夫人，你听说过冲喜吗？冲喜！郑国公把自己上朝路上所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周氏。这事儿靠不靠谱啊？我正准备去那户人家打听看看黄大狗的儿子和黄大狗的儿媳妇。如果此事是真的，我就入宫向皇上表态，我们早日把儿子娶亲。夫人，你在府内等着我消息，我这就打探一二。周氏点点头。夫人，马车准备好了。夫君，打听的怎么样了？那黄大狗的儿子的确是咱们谢家军的一员。几年前随你儿子入燕南里去匈奴的时候，身上中了一箭，伤到了头，的确睡了好几年。也真是在娶了媳妇后，成亲当晚就苏醒了，又是失忆了，人瘦的有些脱相。但我看他精神面貌还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跟他那个新媳妇在院子里晒太阳呢。对了，他那个新媳妇懂点医术，现在全家人都很宠他那个媳妇，啥都不让他干。夫人，你去了普华寺了？是啊，我去普华寺求了一个签，还丢了圣杯。佛祖应不应？求的签如何呀？上签好呀，上签好。你普华寺的签听说十分灵验。你知道沈府最近为何倒霉事连连吗？我知道，据说1个月前，沈夫人去普华寺求了一个签，是胸签。当天晚上，她那2儿子就从马背摔落，失去双腿。没错，是胸签，还是解不开的胸签呢。那无量大师还叫沈夫人多多积德行善，希望能够改变沈家的运道。不是，我这就入宫向皇上说明来意，让皇上给咱们儿子早日定日子成亲。你先让我想想。夫君，你说万一，我是说万一沈大小姐嫁过来后，咱们阿慈并没有苏醒，她的身子还有可能更加糟糕，甚至是没了。那我们岂不是耽误了沈大小姐的一生呀？若阿慈真有不测，那我们给她很多钱，甚至给她谢府的所有家产补偿她。若沈府嫌弃她是2嫁之身，不愿意接她回去，那我们就养她一辈子。若她将来有遇到心仪的对象，想另嫁他人，咱们镇国公府为她撑腰，定不让旁人叫她受半点委屈。也许我们阿慈没有那么糟糕，是不是？也许她和沈大小姐成亲后也能醒过来。夫君，你入宫吧，我回去为阿慈准备聘礼。那边沈府西河堂却闹得人仰马翻。孙婆子走入西河堂的佛院打扫，就发现一对男女躺在菩萨面前，女人的手臂如雪藕一般缠绕在男子的腰上，紧接着木棒凌乱又沉重地砸在他的身上。放肆！
贱人，奸夫淫妇，竟敢背着我儿子偷人！你这当看我今日啊，不打死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快来人，捉奸呐！靖宇那贱丫头在老夫人佛院偷人！孙婆子，住手！住手！住手！你打的是太子殿下！嗨，殿下，你也妄想爬太子殿下的床？你靖宇真的爬了太子的床，他吓得半死，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求饶。太子殿下，奴婢不知道是你。这时李长福带着侍卫找到太子，莫君礼沉着脸怒喝：胆敢以下犯上，对一国储君行凶，将这个奸夫拖出去，乱棍打死！没有，把沈婉给我押过来。大小姐，太子殿下传你西河堂。花荣走到沈婉身边，西河堂那边有什么动静吗？回大小姐话，金宇和太子殿下在老夫人的佛院里行那种事。今日一早，孙婆子走进去打扫，发现金宇和太子殿下赤裸身子就地而躺。孙婆子气恼之下，把太子殿下打了一顿。备有书饭，可别让太子殿下久等了。是，小姐。花荣笑得有些幸灾乐祸。沈婉挽好鬓发，就走出琳琅阁。金妙仪也正好从南香阁过来，看到沈婉从琳琅阁出来的时候，金妙仪脸色巨变。岁岁，你怎么从琳琅阁出来？你昨夜夜里……娘亲，我昨夜一直在琳琅阁呀。那金宇没有过来找你？金宇人呢？静音回道：夫人，金宇昨夜就没回南香阁。娘亲，金宇昨夜也没来琳琅阁找女儿。金妙仪脸色煞变，她明白了，金宇那个贱人！哎呀，沈夫人，这个罪奴胆敢以下犯上，打骂太子殿下，太子下令当场处死。夫人，大小姐，请吧，太子殿下在里面等着二位。金妙仪望向大厅，屋内隐隐可见莫君礼的身影，还有那站在一旁的鲸宇。参见太子殿下。沈婉，你真的太令姑恶心了。太子殿下，不知你为何要这样说岁岁？沈夫人，姑都知道你昨夜的安排，姑对你真的太失望。金宇，你在太子殿下面前说了什么，让太子殿下如此误解大小姐？夫人，鲸宇扑通跪在地上，站起。莫君礼命令鲸宇：夫人，对不起。便从地上站起身。鲸宇，你竟敢背主爬太子的床！他抬起巴掌，正准备打在鲸宇的脸上时，莫君礼语气冰冷地说：他现在是姑的，沈夫人，你打他一下试试。太子殿下，金妙仪跪在了地上。昨夜的事情和沈婉无关，都是我自作主张，想让沈婉亲近太子。你和沈婉幼小曾经那样好，为何现在就不愿看他一眼？沈婉她是我们沈家千娇万宠、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啊！那莲儿呢？什么？你口口声声说沈婉是你们沈家千娇万宠在手心的掌上明珠，莲儿这些年你们把她丢在庄子上，并可有关心过她患得患失的时候，你作为母亲却只为长女打算而不顾莲儿的感受，你是不是把姑当成猴耍？姑之前当着外祖母的面都同你们说的清清楚楚，姑只要莲儿这个太子妃，姑喜欢的是莲儿。沈夫人，你为何还要一意孤行？你是不是以为有母后撑腰，我就不敢对你如何？沈婉，你这么喜欢攀龙附凤当太子妃，姑偏你是李仙一的徒弟，自诩医术无双。镇国公府的谢小公子在此次剿匪当中因公重伤，姑命你即日起以医女的身份先入镇国公府，同宫中太医一同医治谢小公子身体。他若不行，你便不得踏出镇国公府一步。本要把你困在囚牢里，到时看你还如何跟莲儿争。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万万不可！何不可？你倒跟姑说个理由来听听，否则姑今日也定连你一块儿处罚。世家皆知，太子殿下，您与沈家嫡长女定了亲事，我沈家也是按照太子妃的规矩礼仪教导沈婉，所有人都认定将来嫁入东宫做你太子妃的是沈婉呢。太子殿下，你眼里只看到臣妇偏心沈婉，却不知沈家的苦心。我们把最完美的贵女送到你面前，可你却选择了沈莲。沈莲她一直在庄子养病，宫规不曾学过，高门里的礼仪我们亦不敢强求她。她的确样样不如沈婉，臣妇怕呀。你怕什么？臣妇怕沈莲在皇上太后面前失仪，臣妇怕沈莲她担不起太子妃的福泽。
沈夫人就不必担忧此事。姑的皇祖母已经看过莲儿画像，她很是满意。皇祖母还说了一番话：沈夫人当年在闺中时，才貌双全，精彩绝艳，仪态端庄。沈莲颇有沈夫人当年的。沈家既然能教养出知书达理的沈家嫡长，那沈家的嫡次女定然也不会差。沈夫人质疑莲儿，岂不是在质疑太子殿下？不必再说了。莫君礼打断了金妙仪的话。你与其担忧莲儿承不起太子妃的福泽，不如言传身教，告诉她身为太子妃的礼仪，而不是趁着舅舅和程潇下狱的时候，却还在后宅内百般算计。不知莲儿不够完美，姑都愿意包容。像昨夜的事情，姑不希发生。太子殿下，靖王带了很多皇城司的士兵与外面的闹事者交谈，沈大公子也被带回沈府了。萧儿回来了吗？那老爷回府了吗？沈夫人没有看到沈大人。信。沈夫人，你身边这个丫鬟就留给莲儿，等莲儿入宫之后，让她做陪嫁丫鬟。昨夜的事情，我不希望让莲儿知，以免伤莲儿的心。经宇跪下谢恩，莫君礼快步走出西河堂。娘，算了，你莫要再为了女儿惹得太子殿下不高兴。可我也不能让你这么去镇国公府，你是我沈家的天之娇女。天之娇女，那也是因为你的莲儿如今太过粗，你看不上眼，才忍着恶心继续把我这个养女当成你的掌上明珠罢。有朝一日，你的沈莲能和我一样拿得出手，但结果又是完全不一样。又是这个贱人！金妙仪走到经宇面前时，一巴掌狠狠地扇在经宇的脸上，怒了：你跟太子殿下说什么了？让太子殿下那样误会大小姐？夫人，对不起，你这贱人，坏我好事！娘亲，大哥还在等着我们，何必为了一个没有名分的婢子动气呢？他冷冷地看了一眼经宇，你就留在二小姐身边，好好伺候堂的心思，你也别想了。你母亲还在沈府当差。经宇微微抬眸，望向金妙仪和沈婉离去的背影，轻声低喃：夫人，你怎么忘了我娘也被你一句话处罚20杖，没能挨过去，死了呀。岁岁，娘会替你打算，你等会儿啊，看着你大哥。娘入宫。夫人，二小姐她又跑出去了。二小姐又怎么了？府里的人都在传靖王殿下奉旨来沈府处理外面那群乱民的事。二小姐听到靖王殿下来沈家，显得十分激动，一个劲儿的说自己认识靖王殿下，说要出去见一见靖王。奴婢劝二小姐不要随意出府，可奴婢劝不住，伺候二小姐的工人也不敢拦着，二小姐就跑出内院出去了。沈莲怎么会认识靖王？她这蠢货想干什么？太子殿下还在沈府，她这样跑出去见靖王，叫太子殿下看到，该如何是快？快去拦下二小姐！太子殿下，那不是沈二小姐吗？莲儿！莫君礼连叫了好几声，前面的人才缓缓放慢脚步，回头向后看去。太子殿下，殿下，你的脸。莫君礼神色一变，李长福反应得很快，提前为莫君礼解释：二小姐，太子殿下脸上的伤是因劝谈外面那群乱民时所伤到的。天哪，他们竟然连太子殿下都不放在眼里。莲儿，你怎么出内院了？是不是听说你大哥回来了，很担心他？沈承霄也回来了吗？莲儿，你放心吧，姑有人在皇城司里，靖王不敢对你大哥动刑，外面那些闹事者实在是太猖獗，你就不要出去了。不，莲儿十分担心大哥的安危。太子殿下，莲儿不怕，因为莲儿还有太子殿下保护着。殿下就不要把我赶回内院，因为大哥的事情，莲儿昨夜一夜都没有睡好。跟在沈莲身后的婢女缠翘，嘴角忍不住抽搐了几下。二小姐明明睡得跟猪一样，鼾声如雷呢。那好吧，你跟在姑身后，姑向你保证，今日定还沈府一个清。一道清朗温润的声音顿时传入沈莲的耳边。沈大公子也是此次剿匪中的受害者，你们拦着他，不让他入府，若他因此丧生在此，那这件事情你就变得被动。他有没有罪，朝廷定会严查，本王也定不会让丧生在怀州府的御林军将白白的枉死，由本王亲自监察此案，望诸位遇难家属给本王一些时间，待本王查明真相，给诸位一个满意的答案。今日诸位在沈府守一日一夜未进米水，不如吃些早膳，就先回家安心后，可否啊？靖王殿下说的没错，而靖王殿下方才说的一番话，也是我们沈家的决心。你是谁？沈家的人，你们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有人说是沈府的人杀光了跟去剿匪的御林军。我是沈家嫡二小姐，也是太子殿下的未婚妻，未来的太子妃。我今日出面，正是代表着沈府。你们的请愿，我和靖王殿下以及沈家众人都看到了。靖王绝不会允许有人滥杀将士们的现象发现。是以，我父亲现在还在皇城司接受审查。若我的父亲他真的有罪，沈家必大义灭亲，绝不姑息。当然，若怀州府剿匪一案与我父亲无关，我们也不会对诸位坐视不管。
我父亲身为此次剿匪行动中的领袖人物，令众多将士们因此牺牲，身为统帅也有一半的职责。快把你妹妹拉回来！精妙仪旧疾发作，胸口闷得厉害，大门就在眼前，可他怎么都迈不开腿，身子又难受，寸步难行。是以，我沈家愿意开库房，拿出1万2金，补偿在场每一位死者的家属。这些补偿是沈家单独拿出来给死者家属的精神损失费，后续还会有死者的抚恤金，我沈家也会负责到底。快闭嘴！这蠢货知不知道1万2金是多少钱？去开库房。这，安管事吓坏了。二小姐，你打算每人补偿多少文钱？在场每一位家属1人1两金，就在咱们沈府大门前搭一个棚子，以便家属们可以有秩序的领取补偿金。二小姐，你知道1两金多少官钱？把库房挖地3尺，沈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银两补偿这些人呢。暗庄里的银两没有家主的允许，一个子儿都不能掏出来。夫人，精妙仪当场昏厥。你得睁大眼睛好好看，你的好女儿是怎么孝敬你？诸位，我母亲因我长兄的事情深受打击，我沈家已经向诸位保证会好好补偿你们。你们能否放我长兄入沈府，先让太医为他重新上药？莲儿，你做得很好，随娘亲先回府吧，接下来的事情就……原来你就是沈家的二小姐。臣女正是沈府嫡次女。晋王目光落在沈莲身上的时候，莫君礼一个箭步冲到了沈莲的面前，阻挡了沈莲的视线。沈莲眉头一皱，莫君礼道：沈莲是姑的未婚妻，离她远一点。沈府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们皇城司的人是不是可以撤出沈宅了？太子，微臣奉旨行事，入沈府搜查。皇城司搜查完沈家之后便会撤去。太子恐怕要随臣去一趟皇城司、怀州府剿匪一案，还要劳烦太子去皇城司路对几份口。姑知道了。莫君礼沉着脸暗道：沈婉的眼里只有儿女情长，只会玩后宅争风吃醋的事，徒有一颗争夺太子妃的心，却没有成为太子妃应有的凶根。只有莲儿这样，那才是上京闺女劝的断。莲儿，外面的事情交给沈府的管家处理，你先回府吧。对，太子殿下说的没错，你随娘回府吧。那好吧，我随娘亲先回沈府。和太子说完后，沈莲又朝着晋王说：晋王殿下，今日之事有劳了。他朝晋王扶了一个身，就随精妙仪入府。沈莲，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说些什么？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银子补偿外面那些人？你当沈家开钱庄的吗？沈莲眉头一皱：娘，你怎么回事啊？我这也是在做好事，更何况他们还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大哥放了，要不然大哥早就死在门外了。你爹1年的俸禄也就500两，500两还要供义府的人开支，你一口气就要给外边的人每人发1两金，你算没算过1两金是多少两银？1两金就是10两银，外边少说都有2000余人，那可是几万两的账。你就是把我们沈家宅子抵出去卖掉，也拿不出那些银子补偿外边的人。假若是拿得出来，明日督察院就会按你爹一个贪腐的罪名，到时沈府所有资产都要被朝廷控制，你爹还在狱中，就会多加一条罪名，你闯祸了，你知道吗？那若是发现爹爹贪腐，我们沈家会怎么样？以我朝律法，按贪腐的金额来定罪。说查出沈府超数万两金官银，抄家流放，贪污数额再往10倍翻一番，便要斩首示众；说是金额再大一些，便要株连9族了。砍头？那我刚才是不是说多了补偿的银子啊？我不想死，我真的不知道沈家拿不出来。府上的人都说三哥哥很会赚钱，他出海经商，每次都能够带回很多好东西，上京城贵圈的人都要来三哥这里买首饰衣物，赚得盆满钵满。我以为三哥哥他有……快闭嘴吧！娘，我知道错了，可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些话，若是不发的话，岂不是显得我是个骗子？我该怎么办？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快带二小姐回醉莲院。你去开库房和粮仓，给外面的人每人发10文钱，5斤精米，跟他们说些好话。若是有人听到二小姐刚才的话，你便说他们听错了。二小姐说的是每人发10文钱，还给5斤精米。后续沈家也会慰问烈士，朝廷也很重视这次的事情，你一定要好好安抚民心，别让他们再闹了。大小姐，快去看看大公子吧，他一度束手无策了。大公子现在什么情况？昏迷着，可是一直在喊疼，疼药喂不进去，背部的伤化脓了，时不时的惨叫几声。岁岁，快去看看你大哥，你大哥昨夜在牢里一定吃了很多苦头。那算是阿锦身受重伤的时候，在外面漂泊了许久，身体饱受苦难折磨。纵使后来痊愈了，他依然要日日承受钻心入骨之痛。沈承霄如今承受的痛，都是沈家自作的孽。
林峰居内传来沈承霄的惨叫声：“太医们，我儿他怎么样了？”大公子身上的伤口化脓了，送回林峰居的时候也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可这样睡着，大公子看起来也十分痛苦啊。孟氏跪在一旁哭着喊道：“大公子，你快醒过来，你醒过来就好了。你在做噩梦，大小姐她没有死，她没有死。”沈婉神色顿了顿，目光淡漠地看向沈承霄：“他在做什么梦？”大小姐，刚才大公子一直在喊你的名字，一直在叫太医救你。大公子做梦都在想你。闭嘴！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只会……大小姐，大公子他离不开你。原来大小姐她知道大公子喜欢她。岁岁，你去看看你大哥，先让他醒过来，他看起来在做噩梦。这个时候，安管事手里拿着一个拜帖，送进林峰居。夫人，镇国公的拜帖，他说想和夫人谈一谈大小姐与谢小公爷的亲事。岁岁，你留在林峰居看着你大哥，我出去见一下客。说完，金妙仪转身走出屋子。沈大小姐，沈大公子体内的残毒又有些新的发展，毒素加重你看是不是再用你之前的解毒药方？那就按我的方子，按原来的剂量，多加一味紫花地丁。沈大小姐不愧是李仙医一眼相中的医学天才，若太医院能有沈大小姐这样的医女，那下官又何愁那些疑难杂症？罗太医过奖了，能进太医院的人，个个都是真材实料的医者。我一介晚辈不敢拿师傅李仙医为名，傲立于太医院。听说罗太医不到40就长太医院，可见罗太医才是太医院的天才下官再如何，都还是远不及李仙医的。若能有幸和李仙医商讨一些疑难病症，或是请李仙医到太医院，那才是我商朝有福，皇上定会很高兴的。哼，你真是敢开金口！师傅前世的死和罗太医脱不了关系，我又岂会再让师傅踏入宫门这座坟？这辈子你都休想再把主意打到我师傅的身上，你更别想再毒害阿吉。沈婉点了一下头，抿嘴一笑，道：“若有机会，自会同师傅说起此事。今日我大哥便要麻烦几位太医了。”房间里只剩下沈婉和孟氏。大小姐，孟氏鼓起了勇气。那天晚上老夫人出事前跟你提过大公子的事情，对不对？你说的是哪件事情？大公子喜欢他。孟氏，你可以为了讨好我大哥去做任何事情，但你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伙同老夫人算计我的姻缘和我的人生，只要我想弄死你，一句话就够了。大小姐，妾错了，妾身错了，求大小姐饶命，妾不敢了，妾再也不敢了。我大哥已经躺在那儿，你换个角度想，你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身边只有你一个妾室，你好好把握，将来做我大嫂，好好伺候他，不比什么都强。什么？孟氏眼睛瞪大，眼中露出不敢置信。可是大公子以后，他的身子好不了了，毒中心脉，蚀骨之痛将要伴随他到死。那大小姐为何要骗夫人，骗大公子？不叫骗，这叫希望。人总要有点希望，才能熬过一次次钻心之孟氏，你的情郎是被我大哥派人吊死在房梁的吧？大小姐还知道什么？我若是我大哥，娶妻后定赐你一条白绫。夫人也是这么想，一个妾室生了6个儿女，并不是福气，没有哪个正房娘子能容忍这样的妾室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谢了，沈夫人。沈夫人，谢了，坐吧。镇国公眉头拧紧。沈夫人还是唤作我镇国公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怪我？对不起，当年你我2人的婚约。我今日是来谈我儿与贵府千金的亲事。沈夫人，我知道我来的不是时，可眼下我们谢家也无旁的法子。听说谢小公爷至今还昏迷未醒，镇国公此次前来，可是为了退亲一事？我不是为了退亲一事。那你是想由我们沈家开口，向皇上解除2个孩子的婚约？也不是，我是想告诉沈夫人，我们谢家打算让沈大小姐早日过门。什么？是谁的主意？镇国公夫人希望我的女儿早日嫁给你那醒不过来的儿子。你们谢家是想借着办喜事，给你的昏迷不醒的儿子冲喜。不是我夫人周氏的主意，是我的主意。谢礼，你是不是在报复我？那你冲我来，你别对我的女儿下手。你自己还不清楚你儿子的情况吗？你让我女儿这个时候嫁过去，岂不是在葬送她的未来吗？他苦笑了一声，哼，我从未想过要报复。你
你说的没错，我们就是想早点帮阿慈娶媳妇儿。我儿现在的情况需要得有个贴心指认照，所以我今日上门来是和沈夫人提亲，不是来退亲。谢灵，你敢在我长女身上打主意试试？我不同意她嫁过去，你也不看看你儿子现在什么模样，你怎么敢在这种时候上门提亲？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谢灵，你成亲后怎么变得这么可怕，自私自利，不为别人考虑？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沈府近日发生了诸多事情，没有太多时间招待你，你回吧。夫人，圣旨有圣旨，是皇上身边的高公公送来的。那一定是老爷被赦免无罪，我就知道老爷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此劫，定是有奸人陷害老爷。是啊，夫人，你慢点走。夫人，镇国公同您说了什么？也不看看一家大小是个什么东西，也想娶我沈府嫡长女，想趁这次机会让穗穗嫁过去，给他那半死不活的儿子冲喜。啊，镇国公竟然这么自私！幸好当年母亲阻止了我与谢灵的婚事，武夫出身，只会考虑自己，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自私自利。我今日不该留半分情面。你大哥现在如何？很好，太医已经熬药让孟姨娘喂下去了。那就好，你爹爹应该也快回来了。快回来了？你想太多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之子谢慈与沈尚书之女沈婉天成佳偶，特赐予成亲之恩。婚期钦定3月初3为婚礼吉日。3月初3，那不就是明日吗？沈夫人，接旨吧。夫人，高公公让你接旨。好啊，好你个谢灵，你倒是长本事了。你以为求皇上定下成亲的日子，我便能如你所愿？你休想如愿！你们谢家休想祸害我沈家嫡女。夫人，镇国公夫人带着聘礼账册来我们沈家下聘了。开库房，迎镇国公夫人入府下聘。是。你去接待镇国公和镇国公夫人，婚嫁礼仪之事就按我们沈府的规矩。镇国公，请前往偏院议事。穗穗，你今夜一直到明日，谢府迎亲队来接亲，都不要踏出南香阁一步。娘不想让我嫁入谢家。太子如今鬼迷心窍，不知你的好。等他有一天发现你妹妹脸上的胎记，他一定会后悔当初的选择。你若想当太子妃，那谢家你就不能嫁过去。可是成亲的圣旨下的，沈家不得不嫁出一个沈家女过去。莲儿嫁过去，给那活死人般的谢家长子冲喜，最适合不过了。沈莲命硬，克得沈家气运节节衰败，再遭受不起更多的打击，把他送到镇国公府，要克也去克谢家。太子殿下若是发现是二妹妹嫁过去，定要大发雷霆吧？不会的，我本就打算，若昨日你和太子殿下事成，就告诉太子你二妹妹脸上的胎记，没想到被金宇那个小贱蹄子坏了事。所以等莲儿嫁过去后，我会告诉太子殿下莲儿脸上的胎记，女子面容破相，不得入宫选秀为妃。太子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女儿明白了，但你不会如愿。那你留在母亲的房间，不要再出来了。堂的事情母亲来替你安排。谢灵，你不是想替你儿子求娶我金妙仪的女儿吗？那我就把我的亲生女儿送给你儿子。沈婉是我沈家夺来的福星，我沈家捧在手心的娇娇女，你儿子不配。神都打发走了？都走了。夫人，你要不要看看谢家下的聘礼？看来谢家是真心诚意想娶大小姐过门的。那又如何？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沈家的嫡女有那么容易娶吗？更何况他儿子都那样，这点补偿算不得什么。是。那夫人打算如何分配大小姐的嫁妆？把聘礼里面的珠宝首饰、金银和有价值的古玩字画全都划到二小姐的名下。二小姐的名下？夫人是想把谢家送来的聘礼划到二小姐的嫁妆里面，将来带入东宫？不，你错了，我并没有打算让大小姐嫁入谢府。夫人是想让二小姐替大小姐嫁入谢府。没错，大小姐知书达理，容貌出众，端庄温婉，这样的女子才是太子妃不二人选。太子眼下不知实情，才错把二小姐当成明珠来宠。等二小姐嫁入谢家后，我会告诉太子殿下二小姐脸上的胎记，等她自己看过后，就不会再想要莲儿做她的太子妃了。嬷嬷，你要帮我。你也看到了，自从莲儿回府后，沈家频频出事，这宅子里老夫人至今未醒，老大重伤，老二失去双腿，老爷还在狱中。
中。你再看看莲儿今日在沈府大门的一言一行，她若这样嫁入东宫，只会把整个沈家拖入深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毁掉沈，毁掉我的夫君和儿子。这件事情总归是有违圣意，夫人不可自己来做。等谢家的人发现新娘被换掉后，夫人你也只当不知情，后面的事情包在奴婢身上。你记得把大小姐藏好。宋嬷嬷，我从未想过利用你，你不可。夫人，大小姐和二小姐都是皇上赐婚，说此事与夫人有关，那皇上肯定会大怒。但若是一个恶奴暗中调包新娘，那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好歹皇上还有台阶可下，这件事情夫人一定要做一个不知情的人。那夫人打算如何分配嫁妆？二小姐不懂得算账，便在经营方面多补偿。大小姐识文断字，懂得掌家和经营店铺之道，就把谢家送来的铺子、地契全部都划到大小姐名下，再从我的嫁妆里把蚕丝锦缎、翡翠玉镯，还有我母亲留给我的金莲簪花也添到二小姐的嫁妆箱里。莲儿总归是我的亲生骨肉，这方面就不要亏待她。奴婢知道了，夫人还是心疼二小姐的。去做吧，你去和二小姐说，让她把身边的几个内侍和宫女都使到前院去帮忙。巧的是，宋嬷嬷还没有打开房门去找沈莲，沈莲自己先找过来。娘，二小姐，夫人在里面。娘，你不是说咱们家拿不出那么多银两补偿给外面的人吗？我看谢家下的聘礼箱子里面有很多金银，随便抠出一些就够补偿给外面的人，还不会被人弹劾爹爹贪腐，又能挽回我的面子，为我这个未来的太子妃造势。二小姐，先喝口茶再说吧。谢谢。沈莲接过宋嬷嬷的茶，一口闷干，哐的一声，倒头趴在桌上晕了过去。莲儿，咱家可折腾不起了，你要行善，日后就去了镇国公府，随你折腾。以谢家提亲的态度，镇国公这个人总会看在娘和他曾经的情分，好好待你这个儿媳妇的。镇国公府，夫人，都按照您的吩咐，关闭所有店铺，将破灭人员全部召集到国公府帮忙。1夜的时间，以府内人手应该赶得及布置礼堂与宅子。夫君，我们进去和阿四说一声，告诉他明日就是他和沈大小姐的成亲之日。看着儿子日渐消瘦的脸庞，唤的阿慈，是娘。娘今天晚了一些来看你，是因为我同你爹去沈家提亲了，明日就是你和沈大小姐成亲之日。夫君，你从沈府出来后就一直紧锁眉头，你不高兴吗？不是，我当然替我们儿子高兴。镇国公只是心慌，我就是觉得。话还没说完，谢家的管家就走了进来，说：国公爷，夫人，方才沈府的管家过来说，明日成亲，新郎不来接亲，那拜堂的环节也都省了。沈府还要求新娘子不下轿，花轿直接抬进小公爷的院子。周氏和镇国公对视了一眼，那就按沈家的要求吧。管事应了一声，就出去回话了。夫君，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夫人，我是想跟你说，把圣旨送到沈家之前，我已经探听过沈夫人的口风，她其实是想让我们国公府退亲。什么？周氏不知道还有这回事儿。那这样岂不是结成了怨偶了？夫人，你不知道，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你说明日的婚礼会顺？周氏被镇国公说的心里也很慌乱，但又不得不稳住心态。你别瞎想了，圣旨已经赐下，难道沈府还敢抗旨吗？也是。谢玉锦听完二人的对话后，心里也很慌。我要去一趟沈府。谢玉锦回头看向身后，她的身后也有一个新娘，她穿着红色喜袍，鬓间戴着钗冠，脸上描画着精致的妆容，五官明艳动人，这才是她的新娘顾燕宁啊。怎么来了？我爹娘回府后，在我床边说了一些话，我觉得我得来一趟确认一下。脸都吓白了，不，魂差点吓没了。阿姐，我能在怀州府护住你，就不会在这里把你弄丢了。这场婚礼是你所谋，也是我所求。明日我一定会顺顺利利入你的绸帐，做你的女神。谢玉锦被他的话撩拨得怦然心动，俊美的脸庞镀上了一层红晕。你知道我爹娘在我床榻旁说什么吗？沈婉挑眉道：怕你我结成了怨偶吧？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变成一对怨偶，能入你眼的那一定是两情相悦的感情。天成佳偶，两世姻缘。谢玉锦愣住了，这不是和他母亲求的签文一模一样吗？普华寺也有你的人，你在我娘的签文上动了手脚。都是一样的签，掉哪个签都是上签。猛了。对不起，我没忍住。那就别忍了。他贴着她精瘦的身体，踮起脚尖吻上她的唇瓣。哇，大
大姐姐的嫁妆箱子如流水一般，好多呀。鲸羽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昨夜接应沈莲回到醉莲区的人正是鲸羽，帮沈莲换下喜袍的人也是鲸羽。沈莲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被亲娘算，差点替嫁入镇国公府。我大姐姐嫁出去了吗？回二小姐，天还没亮，大小姐就出门了。夫人为了大小姐，为大小姐准备了10里红妆。二小姐瞧见的这些嫁妆只是尾巴，前头的嫁妆已经抬进镇国公府了。当然，等二小姐出嫁，肯定会比现在的排场还大的。我的排场会比大姐姐的还大，那我岂不是得比大姐姐的嫁妆还多2份？鲸羽心中暗笑，面不显色，低声回道：二小姐，你的未婚夫是太子，镇国公府的小公爷都要对太子殿下自称是臣，镇国公府送来的聘礼都不能越过皇家的聘礼。等二小姐出嫁那日，自也要是按着皇家规格来准备嫁妆的。我倒要出去看看大姐姐的嫁妆有多少。他提起裙摆，穿过观澜园，走到了垂花门。沈莲开心地走到金妙仪的身后，娘！金妙仪尖叫了一声，沈莲被吓得一个机灵，忙着后退了几步，不解地问道：娘，你怎么了？金妙仪也退后了几步，指着沈莲连叫了2声。金妙仪身子一抽，两眼翻白，直直地晕倒。大小姐现在应该到镇国公府了吧？镇国公府，国公爷夫人，小公爷醒啊！这么灵验！夫妇2人转头对视了一眼，内心都无比激动。小公爷又不是真的上了，是属下告诉小公爷，今日是他跟沈大小姐成亲的日子。小公爷知道此事之后，死活着要下床接亲，太医怎么都拦不住。罗太医深锁着眉头，劝说道：小公爷，你如今的身子不适合参与这种繁复的礼节，而且你虽然醒了，可也不宜多动，以免人生3大喜事：久旱逢甘露，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今日是我的喜事。罗太医暗暗抹汗，就以你现在的身子，不适合洞房花烛夜呀。这时，一名家仆从大门跑进主院。新娘来了。谢玉锦抬眸看向大门的方向，接新娘过门。告诉送亲队伍，小公爷已经苏醒，可以和新娘拜堂。停轿！镇国公府请来的王喜婆拦在了大门。怎么回事？你们为何拦在门前，不让新娘入府？王喜婆笑道：哎呦，国公府临时有变动，我们镇国公府的小公爷苏醒了。国公夫人说啊，新郎要出府接新娘下轿，按照传统礼仪行拜堂礼。这位嬷嬷，你稍等啊，入门的时辰还差一点，我们小公爷也快来了。什么？谢小公爷怎么会突然醒来？不是说他快死了吗？宋嬷嬷吓得脸色发白，说好的花轿直接送入府的，你们却临时改了主意，出尔反尔，是不是想给我们姑娘一个下马威呀？不给入门是吧？那我们今日就把新娘抬回去。谢府的韩管事从里面走出来，声音强势地说道：出嫁女不走回头路，新娘过门时辰到，新郎出府接新娘。小公爷，快踢轿吧！天哪，完了！夫人，宋嬷嬷回府了。金雀快步走入南香阁，宋嬷嬷跟在她的身后。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现在大小姐却嫁到了镇国公府。夫人，宋嬷嬷重重跪在地上。奴婢昨夜明明守在门外，花轿也安排在南香阁主院，新娘直接抬入花轿里，院内没有其他人，确实是万无一失呀。除非什么？奴婢派的人盯着房门，可却忽略了后面的窗子。大小姐和二小姐昨夜就住在2隔壁，除非大小姐自愿，否则奴婢想不通为何新娘会变成大小姐。那些嫁妆都是按着二小姐的份例抬进谢府的，现在大小姐领着二小姐的嫁妆，夫人还把那么多铺子划到大小姐的名下，那大小姐一个人就算计了2份嫁妆呀。沈婉，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枉我平日里那样疼爱他、宠爱他，他竟敢窝藏寡心，算计莲儿的嫁妆，算计我这眼皮子浅的蠢货，喂不熟的白眼狼，终究不是从我肚皮里出来的种，村妇之女，愚蠢至极，愚蠢至极！夫人，您莫要气坏了身子，那谢小公爷还不知能活几日呢。等人一死，夫人还可以把大小姐和那些嫁妆一并接回沈府。夫人，我们原本
本也没打算让二小姐长留在镇国公府，想要弄回那些嫁妆还不容易吗？早点送谢小公爷进阎王，大小姐就可以重新回到沈家。到时候大小姐还不是任凭夫人你拿捏？那你早些回镇国公府吧，这一次别再让我失望。是，奴婢定会好好服侍大小姐，早日把大小姐送回沈家。夫人，你谋算这场婚姻的时候，有没有算过为夫何时才能真正的抱得美人归？沈婉咧嘴笑了笑，抖了2下。洞房花烛夜嘛，谁说只能入洞房不能干别的事儿呢？你要不要看看我那养母为我二妹妹准备的嫁妆清单？给沈二小姐的这份嫁妆十分丰厚殷实，不知他们沈家给你备了什么嫁妆？谢家的12间旺铺，2处百亩田庄和上京城的地皮转契书都划到我的名下，昨日便送到官府盖章了。我已经让石峰去官府拿出来。阿娘，你累吗？我不累，我在花轿上睡了一会儿。沈婉娇颜露出明媚的笑容。我是说，你累了就靠在我怀里休息一会儿。那我累了，就只想好好哭一场。以后我在。沈婉双手环过他的腰身，紧紧地抱着这个男人，嗓音有些嘶哑地说：“我曾经找过你，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松梅花绽放的季节，我去过黑水河，碰巧遇到了一个小傻子。我11年那年，随我爹去过怀州府，也去过黑水河。我记得我的衣服被人偷走了，你拿走的。我看到你拔掉了黑天鹅的毛，戏弄他们，然后被一群黑天鹅追赶。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小孩？你当着黑天鹅的面杀他同伴，还要吃掉他，他们不追你才怪。原来是你干的，你可知我当时是何种心情？恨不得抓住偷衣贼，也扒了他的衣服，绑在树上鞭打一顿。我不知是个黄毛丫头偷我的衣服，现在知道了，我怎么舍得鞭打你？但是惩罚还是要有的。薄唇落在他红唇上，极致温柔地辗转着。沈婉低声轻吟，嗓音低哑地说：“伯母她担心你的身子，你可莫要乱来。”我身子如何，你还不清楚吗？阿娘，今夜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我不想落下遗憾。小公爷，少夫人使不得呀，今日成不了事，咱们以后养好了身子，来日方长。宋嬷嬷从阴暗处走出来，站在廖婆子和孙婆子身旁，阻止道：“两位管事，今夜是我们小公爷和少夫人的大喜事，你们就让2个年轻人尽尽兴吧。”罗太医再三叮嘱过，小公爷不能行房事，否则有可能喜事变成丧事。就是你懂什么？孙婆子又继续拍门：“两位管事，你们出去打听打听，我们家大小姐是学什么的？我们大小姐是李仙一的得意弟子，小公爷能够平安回到镇国公府，不也是我们大小姐从木仙山坐船把小公爷从海里捞起来的吗？我们大公子也受到毒瘴所害，先前一直昏迷不醒，后来大小姐出手控制住了大公子体内的毒素。今日是大小姐与谢小公爷的好事，大小姐作为医者，会不清楚谢小公爷的身体情况吗？我们大小姐总不会在新婚当夜害死自己的夫君，坏了自个儿的名声吧？你们这样拍门，万一新郎正在兴头上，却被2位管事一刺激，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少夫人怕是要把罪责推到2位管事身上了。再说，少夫人懂得医术，说真有什么事，少夫人还会坐视不管吗？真的不会出事啊？动静还挺大的，说小公爷真的在新婚夜与少夫人成了，那少夫人就是我们谢府的福星啊！我家大小姐天定的福星，定能望一望小公爷的身子，让他早日恢复，早生贵子。宋嬷嬷心中冷笑：“哎呦，不成，我得去找夫人，万一出事儿可就完了。”儿子是我娘来了。定是门外的2个婆子跑去通报了，快起来！婉婉，您饿了吗？娘，进来吧。婉婉，今日折腾了一日，饿了吧？娘去厨房给你们亲自做的银耳羹，喝一碗吧。谢玉锦叹了一声，看向自己的母亲：“娘，你见过谁？洞房花烛夜，做亲娘的特意跑过来送汤。”娘这不是……我知道娘担心我的身子，怕我享受不了闺房之乐。如罗太医所言，暴毙而亡。阿死，你的身子……我从来都没有中毒，
啊，你没中毒？是有人告诉我，狡兔死，走狗烹。谢家荣宠百年，功高盖主，若不想如江家军那样落得凄惨的下场，我就得避世。我正好利用怀州府剿匪，让自己身中剧毒，无法再留于皇城司。这些日子害娘担心我了，我其实一直都处于清醒的状态，是我骗了娘。沈婉对着周氏扶了一个身，害婆母担心了。你们两个，那这场婚宴也是你一心谋算来的？是黄大狗的事，是我派人做局。娘，我喜欢沈婉，我们是两情相悦，我不想有太多变数，就索性早日娶在沈婉过门。哎呀，天哪！娘出去把那两个婆子打发了。今夜你们想做什么？明日娘给你们收拾妥，娘不打扰你们了。这银耳羹想来你们也没胃口吃，我带回去给你爹喝。这次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少夫人。他把她按在床榻，狠狠地亲吻一番。谢玉锦彻底释放着男人的天性，床榻咯吱的震动。沈婉第一次感受男欢女爱的滋味。哎，夫人，你这是什么表情啊？阿慈他没有乱来吧？发生了什么事？大事，咱们的儿子把我们都骗了。郑国公不解地问：他骗我们什么？他根本没有中毒。他回到郑国公府后，也一直在假装昏迷。还有他和沈大小姐的婚事，也是他暗中谋划。黄大狗是他派人做的局。这臭小子，我去批辩他。哎呀，你听我说完。他把谢玉锦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告诉了郑国公。哎呀，咱们的儿子长大了，懂得避祸了。这么看来，我们先前的担心是多余的了。阿慈和沈大小姐两情相悦，是不是怨偶？去听听不就知道了吗？夫人，你要哪儿去啊？我回去阿慈那里看看。你说他先前连个通房都不要，第一次开荤，会不会弄伤人家姑娘？我刚才进去房间的时候，阿慈一脸的欲求不满。哎呀，夫人，阿慈那么大一个人了，好不容易娶回来的漂亮媳妇儿，怎么会不知分寸呢？就像我当年我和夫人洞房的时候，我一个大老粗，我能弄伤我的女人吗？你怎么说起我们的事了？夫人，我们也睡觉吧啊。3更天，床榻上的男女才消停。痛不痛？有一点。原来洞房有点意思。那再来吧。你先等等，我有些话要跟你说，防身用的。这是什么？你如今苏醒了，明日一早，罗太医会为你把脉。这个东西含在嘴巴里，咳的时候会带血丝，能够改变你的脉象，不要穿帮了。门外传来扣扣扣的情报敲门声。进来。萧云从外面走进。回禀主子，沈正一被放出了。他是怎么脱身的？沈家的护卫统领沈清和御林军的首领王德全亲自去皇城司揽下罪名。沈正一坚决否认进入圣的，并和太子统一口径，声称自己是不知情的人。那3个幸存的御林军在当时也的确只看到沈庆和王德全屠杀幸存的御林军，人证口供都有。陛下虽然对此事很生气，但却没有理由再关押沈毅，他毫发无损地从皇城司出来的。先退下吧，你那养父可真是只狐狸，几次官场争斗都没把他拉下来。他怕是在回上京城的时候就已经预谋到种种可能性，给自己和太子都留了一条后路。沈清是沈家培养的死士，平日没什么大事，便放到明面上重用。真若出了什么事，他便会替主家背锅。至于王德全嘛，王德全有个姐姐，是他这个姐姐辛苦拉扯他长大的，两人相依为命。沈正一应该是和王德全私下做了交易，王德全才肯担下这杀头罪名。您是觉得王德全愿意担下所有罪责和他的姐姐有关？你知道沈莲脸上的胎记是怎么来的吗？莫非和王德全的姐姐有关？真聪明。王德全的姐姐入沈府做过1年的管事，听说容貌太过出众，与早年的沈夫人眉眼相似。沈正一把她招入书斋研磨打扫，日子久了就对沈正一有了别的心思，爬上了沈正一的床。金妙仪那时候刚怀上沈莲，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吃食被人下毒，而这些毒就是王德全的姐姐王雨娇所下，胎毒太深，最后转移到孩子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沈莲看起来总比正常人少了一把火，学东西比别人慢了半拍。脑子不好，却也不能痴心妄想。那你是觉得沈正一会把王德全的姐姐再次接入沈府？不会，沈正一不敢把她接回沈家，但是可以把女人养在外面。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捅到我那养母跟前。痛不痛？若是难受，晚点再去给爹娘敬茶吧。哪有心腹过门第一天就让公公婆婆久等啊？我没事儿，做女人不都要有个过程吗？那你知道怎么做女人吗？我第一次做。
所以啊，你刚才说的好像自己很懂得做。这时，门外传来周氏的敲门声。阿慈，婉婉，是我娘。我娘来收拾东西了。那就起来吧，你伺候我穿衣服。好嘞，小娘子。娘就是来收拾一下东西，收完了就走。婉婉若是还累着，今日就不用过来敬茶了。你爹他不爱喝茶，这个娘帮你收好了。媳妇儿，你脸红了。娘对我那么好。沈婉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了宋嬷嬷的敲门声。昨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谢小公爷怎么没死在大小姐的身上？少夫人该去给国公爷和国公夫人敬茶了。夫君，你就不要陪我了，留在屋子里好好休息，我一会儿回来陪你。好。戏演。夫君，你不要等了，我叫婉婉回去休息了。那我这份红包没处送了啊。你想什么呢？国公爷夫人，少夫人过来了，等会儿就给婉婉。我知道了。婉儿，你公爹向娘承诺过，等你一过门，我们就把府内中馈、营生的铺子全都交到你的手里。这些呀，都是上京城的铺子，有卖胭脂水粉、衣服锦缎、酒楼饭馆等。不过这些铺子平日都有管事在打理，你无需出面，只需每个月初一到铺子收收账。谢谢爹娘信任我，我定会好好把谢家的生意经营下去。说什么谢呢？是我们阿慈何德何能，娶了你这样的好的媳妇儿，以后就要劳你多照顾些啊！你放心，阿慈她真若有什么好歹，我们谢家也会尽一切能力补偿你的。夫人，沈婉确实委屈你了，大喜的日子就不要说那些丧气话了。爹娘，夫君已经苏醒了，便会有好转的。茶也敬了，你早些回去休息吧。张家的事情，娘回头慢慢跟你说，你先不要太累。对。郑国公也低头擦眼泪，附和道。沈婉扶了一个身，那儿媳就先回妙轩阁了。去吧，好孩子。周氏和郑国公目送沈婉离开。你怎么了？你帕子抹了辣椒粉，要不然我戏能演得这么好？哎呀，辣死我了！快给我洗洗眼睛，我得去给婉儿准备回门礼，你忙去吧。好吧。夫人说，3朝回门日已经给少夫人准备好了回门礼，少夫人可以翻开账簿看看。房管事，我写一份单子给你，你回去后同我婆母说，让她按照单子上的数目备回门礼。房管事愣了一下，少夫人，你就不先看看夫人为你准备了哪些回门礼啊？看过了，就按我的单子来备回门礼吧。少夫人要的回门礼都和吃的有关，苹果、橘子、鸡鸭鹅、点心酒、当地特产以及茶叶，再准备几封红包，当真是礼轻情意重。少夫人好会省钱呐！你没有按我的话说吗？或者我让你记的账簿，少夫人没看？夫人说了，少夫人也看过，就是看过之后才拟出来的这份单子。少夫人说，就按这上面的单子准备回门礼。周氏心里慌得不行，他觉得不妥，特意跑去妙轩阁找到了谢玉锦。挺好的，挺好的。咱们家在你快死的时候把人家姑娘娶进门，我想着回门礼多给亲家一些补偿，别让亲家对咱们家失望，也好让亲家看看咱家对婉儿的重视。但是这些东西也不值什么钱。娘生在了富贵之家，不愁吃穿，还有空闲等银，接济旁人。你说的不值钱的东西，放在寻常老百姓家中，咱几年铜板都凑不齐。当然了，我们家不缺钱，能补偿的肯定是要补偿到位。阿婉写这些单子，定是按着沈家人的喜好写的，娘就按照阿婉的单子准备回门礼吧。娘不是瞧不上这些东西，娘就是觉得过意不去。你说的没错，沈家也不愁吃穿，要的就是一份心意。我出去就让房管事按婉婉写的单子准备回门礼。韩慈，你多多休息，别累坏了婉婉。而周氏离开妙轩阁后，罗太医端着药走入屋内，对谢玉锦说道：“小公爷，你用药的时辰到了，这会儿喝刚刚好。”谢玉锦点了一下头。虽说这2日是小公爷的喜事，可小公爷刚苏醒，不宜太过劳累。罗太医，这些日子听说是你在府上负责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罗太医听到这话，面容露出了淡淡的笑，心里别提有多不高兴。下官是太医，皇上和太子及朝中诸百官都十分关注谢小公爷的身体，下官也是职责所在，尽一切能力挽救医治谢小公爷的身子。只是小公爷体内毒瘴太过严重，怕是暂时不能习武运功，你可切记。那下官就不打扰小公爷休息了。好。
罗太医走出房间，沈婉就从偏房里走出来，她目光阴沉地看着罗太医离开的背影，正好看到谢玉锦运用内力把体内的药水逼出来。有没有办法不喝这些药啊？正如罗太医说的，皇上、太子以及满朝文武百官都很关心我的身体，有些人盼着我早一点死，那就不会在喝药这个环节给我一丝一毫的机会，哪怕不是罗太医盯着，他们也会派别人盯着。若日后有我盯着你，你便可以不用喝了。他们明显还是不放心。越过万重山很难，可若不去试试，怎知不行？这条路本就是一条不归路，为了你，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要委屈阿锦你了。我要做的事情可能会让你心里不好受，但是无论外面流传什么，请你相信我。是我委屈你了，回门日我怕是无法陪你回去。那你来接我吧，正好太子和我养父肯定也很想见一见你现在的样子。好，我来接你回家。回门那天，沈老夫人正好苏醒。夫人，老夫人醒来了，她要找大小姐。新和堂的下人赶到南香阁禀报：沈婉呢？沈婉呢？祖母，我大姐姐前2日就嫁人了，不过娘说大姐姐今日就会回门，我到时候告诉大姐姐，祖母你想她了。娘，我看祖母好像犯了羊癫疯。我之前在外面听到了一个偏方，专治祖母这种情况，可以给祖母喂2碗马尿。民间老百姓说，发癫就喂马尿，保证药到病除。金妙仪脸色煞变，沈家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蠢货？沈婉嫁给了谁？你怎么主意那么大？在我病在床榻的时候，自作主张把沈婉嫁出去。沈婉，她可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金妙仪有苦难言。你以为我想啊？我沈家嫡长女明明可以成为太子妃，却被一道圣旨赐婚给了病秧子。母亲是皇上赐婚，让沈婉给谢家长子冲喜。祖母，你不喜欢皇上的赐婚吗？你祖母不是那个意思，你祖母只是觉得没有看着你大姐姐出嫁，很遗憾罢了。那有什么嘛？回头等我嫁了，比大姐姐更有排场，到时候祖母好好看着我出嫁，肯定会比大姐姐的更热闹。这时门外传来精英的声音：夫人，大小姐回府了。母亲，我带莲姐儿出去见沈婉，待会儿让婉姐儿过来看你。莲姐儿，走吧，去接你大姐姐回府。夫人，二小姐。娘，二妹妹，我回来了。安管事突然走过来问道：夫人，谢家准备了一些回门礼，安排在哪里放着？夫人，这是我们国公府为沈府准备的一些薄礼，抬进库房吧。沈婉眉头微微颤动了几下，吃的东西只能保管几日，没有人会把吃的抬进库房锁起来存。金妙仪莫非以为那箱子里还是些值钱的珠宝首饰、金簪银钗、金锭银票？哼，做白日梦还没清醒呢。入府吧，你祖母醒了，她刚才醒来就找你。沈婉红着眼睛扑通跪在地上。你刚才在做什么？娘，我知道你在怨女儿。做什么？当然是演戏啊。我知道你在怨女儿。娘，我看到你刚才那样对我的样子，女儿心里很难受。女儿从来没有见过娘那样生我的气。那你为何不听我的话？你只要听我的话，娘就可以保你入东宫。我不敢，娘，我不敢。你有什么不敢的？你连我的话都不听。太子殿下厌弃我，是太子殿下要我嫁，爹爹也要我嫁，娘都要听爹爹的话。我若是不嫁，或是妹妹嫁过去，太子哥哥他会杀了我，也会杀了娘亲，爹爹也会怪娘亲打乱了他的计划。娘，你说，我怎敢忤逆爹爹和太子哥哥？娘，你不要这样对女儿，女儿好害怕。那谢玉锦她就是个废人，女儿没有太子哥哥了，若是连娘都不喜女儿，女儿该怎么办呢？娘！沈正一也沉着脸对身旁吕管事说：去把大小姐叫过来。是。你快起来。夫人，大小姐，家主要大小姐去书斋。娘，我去看看爹爹，如果不出意外，女儿很快又可以回沈家了。爹爹他要女儿早日送谢小公爷归西，夺镇国公府兵权。他看着沈婉跟着吕管事离开，心里五味杂陈。你回来又有什么用？你是谢家妇，就永远别再奢望那个尊荣了。夫人，家主说大小姐的事你莫要再插手管，还有几日便是太后寿诞，家主要夫人好好教导二小姐礼仪规矩，可千万不能让二小姐在太后面前出丑。
沈婉向太子和沈正一行礼。太子哥哥，爹爹，韩表妹，姑并非厌弃。太子哥哥，你若不是厌弃我，又怎会选择二妹妹？我才是曾与太子哥哥在宫中相伴2年的人，我那么小心翼翼的喜欢一个人。谢玉锦她现在如何？毒胀在他的心脉，每日需用汤药维持那一口气。他说话会喘，肺腑也受到毒胀侵蚀。新婚夜那日苏醒后，咳了许多血出来，这2日一直躺在床榻，衣食拉撒都要人伺候。那国公府内的罗太医是我们的人，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商量。我知道了，太子哥哥。沈婉，姑要你嫁给谢玉锦，不全是为了谢玉锦的命。有些东西只有亲近之人才可以靠近触。姑知道你不喜欢谢玉锦，可若是你想早点回到沈家，那就要找到可以让镇国公放弃兵权的东西。太子殿下同你说的话，你明白吗？爹爹，女儿明白了，女儿会去做的。若是女儿拿到对爹爹和太子哥哥有用的东西，女儿就可以回沈家了吗？可以。李长福走了进来，在莫君礼耳边说了几句话。谢玉锦来沈家了。沈婉微微一愣，你不是说谢玉锦她吃喝拉撒都在床榻，需要人伺候，她怎能下来沈家来接你？太子哥哥，谢小公爷的药不是我负责的呀，而且罗太医也不喜旁人插手谢小公爷的药。我这些天确确实实瞧他行动不便，不知他又怎会突然来沈家。若是沈婉没有撒谎，那就是谢玉锦的汤药有问题。罗太医，出去看看吧。谢玉锦出现在沈家的时候，是被谢家的影卫萧云推着轮椅进园子的。谢子，微臣参见太子殿下。快请坐下吧。岳父大人，贤婿不必多礼。婉儿说你身子不适，这些日子一直在床上躺着，不便行动。我本想寻个机会去镇国公府看你，没想到你就来了。你这身子感觉如何呀？罗太医医术精湛，我服过罗太医的药，感觉胸闷气短的现象缓解了不少。就是在床上躺太久了，腿脚发软，走路也不利索。如今这双手拿个杯子的力气都没有。罗太医说我躺了整整1个月，需要时间养着。可今日是婉儿的回门日，我没能来接亲迎娶她，已经让婉儿很委屈了。我是求着罗太医让我来沈家接婉儿的，她的回门日我都不能陪她，我真是怠慢了婉儿。我已经同爹娘说过你身子不适，没办法陪我回门，你该回去好好躺着。若出了事儿，我如何同婆母交代？婉儿，我只是觉得……你别说话了，你已经喘成这样，我要吓着了太子殿下和爹爹。阿紫，婉表妹说的没错，你还是少说话吧。姑看你这副模样，躺着静养更好些。父皇可是很担心你的身子啊。婉表妹也是懂得医术的，你若是有哪里不舒服，你就同婉表妹说，她如今已经是你的妻子。你可要同我一块儿回府？贤婿身子不舒服，沈婉，你早日随你夫婿回谢家去吧。爹，那就回吧，那女儿先走了。家主三公子回来了。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去哪儿了？刚才奴才看见太子殿下去找二小姐了，二小姐就在对面的酒曲亭子了。太子殿下，我大姐姐走了。你刚才看到她了？见着了。大姐姐是不是不喜欢谢小公爷啊？你看出来了。莲儿瞧着因大姐姐嫁入镇国公府，我娘心里头不高兴，我祖母也砸了杯子不高兴。莲儿发现大姐姐嫁人后，所有人都不高兴，所以莲儿就瞧出来了。太子殿下，你高兴吗？莲儿，你高兴吗？高兴啊。再过5日便是皇祖母的生辰，到时你就随你娘进宫，一起面见皇祖母。她一直想见你一面，你这些日子便留在府中好好学规矩，姑会在宫中等你。沈莲心头一沉，又是学规矩，她皱紧眉头，心生不快。这时李长福走来，向莫君礼禀报：太子殿下，皇上要召见你。莲儿，我要先回宫了。好。二小姐，夫人叫你回院子背诗来。背诗又是背诗，烦不烦？难不难受啊？谢玉锦低嗤一笑。我知道阿宁在沈家演的那出戏是为了我，便甘之如饴。可是这样也还不足以让太子弄走罗太医，把我全权交给阿宁。若要在我身上用什么药才能让太子信，那你就用，只要你留一条命给我，让我以后有机会和你长相厮守就行。你莫要说这种话，让我心里难受。不能再害你，我会想办法把罗太医弄走。况且他还欠我一条腿。好，我把我自己全权交给你，你想怎么打算，我配合你。镇国公府内眼线众多，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主子有密信，我的，你看看。好。谢玉锦接过密信，看到上面的内容后，眉头微微一挑。这沈家又得了一幅28宿新军图，假的？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然后2个人都笑了。我没有收到我三哥的信，说明他这一路还是很顺利，那就只能是燕。真主遇上燕，你说到时候太后脸色好看？太后脸色好不好看我不知道，沈家的脸面可就难看了。到时莫说哄太后开心，收帝王之心，沈正一怕是要被太后厌恶。真主与赝品相聚，场面总不会太好看。
怎么了？阿锦，这几日娘肯定也在筹备太后的寿诞礼，如今国库空虚，皇上正为此事发愁，国公府却不可在这时暴露了财眼。那我们去看看娘准备了什么。婉儿，快过来看看娘为太后准备的寿诞之礼，怎么样？喜欢吗？娘给你留了几颗，这些夜明珠都是你二舅舅从南海运回来的。娘打算这次太后寿诞就送夜明珠。婉儿，太后寿礼还有5日，我怕你长家太累，才没有提前和你打招呼。这些东西你看用来送给太后做60大寿如何呀？哎，娘，太后过寿可以好好准备寿礼，但不能像你现在这样准备。世家得一枚夜明珠，都需耗尽整个家族之力，倾一族之财，方能得到一小颗稀品。你说你一出手便拿出3箱给太后，那你岂不是在告诉皇上咱们富可敌国吗？那送这样小小的一颗成吗？倾一族之财得一枚夜明珠，这更能显出镇国公对太后寿诞的重视。只送1颗足也。太后的寿礼还是交给婉儿来吧。不，娘已经准备好了太后的寿礼，我无需再准备了，就这1颗吧。你让房管事做一个匣子装起来，等太后寿诞那日便亲自呈给太后娘娘。娘，你听婉儿的，不会有错啊。我知道了，娘刚才太糊涂了，差一点酿成大错。那这些夜明珠我来处理吧。5日后，太后寿诞，神府。莲儿，再背一遍给娘听。我刚才已经背给娘听了，为什么还要背？我不想背了，我好饿，我要吃东西。而且那是大姐姐的诗，好难背啊！大姐姐为什么要写那么长的诗？莲儿，娘说过，太后寿诞是你出头的机会。我不说你像你大姐姐一样出口成章，可最起码你要懂得，目不识丁是不可能入得了东宫的。你莫以为你和太子被赐婚了，这道赐婚圣旨一样可以找个理由废。以你现在的情况，你不好好学，你将来拿什么和别人争？不背。你夫人，二小姐已经背了一早上了，刚才还一字不差的背给夫人听，想来是积烂在心底了。不如先让二小姐吃点东西垫垫肚子，等上了马车再让二小姐背给你听。先吃东西再背。景妙仪深呼吸了一口气，看着已经上好妆容的沈莲，又仔细检查她的左脸，在右边脸上画一朵凤尾花吧。夫人，大小姐的回门礼都臭掉了，还被耗子啃得一地都是，还弄脏了许多锦缎布匹。我的妆花断，沈婉这蠢货！哎呀，夫人，88箱全都是吃的，全都耗子啃了，还有一些液体溅在布匹上，所以耗子就布也一块啃食了。蠢货，你不知道好好检查大小姐的回门礼。哎呀，夫人，没有你的允许，奴才怎敢私自动那些东西？那回门的礼单呢？你也不看，就将那些东西放进库房里。那谢家的管事说礼单不小心弄丢了，之后也没再送一份礼单过。娘，不就是一块布吗？耗子啃了就啃了，回头再买一笔就是。再说，那大姐姐送回门礼的时候，你也不叫人先看一眼，这怨不得旁人。二小姐，吃东西不是这样吃。我知道，可现在不是在家里吗？我再吃一块。娘，你快别生气了，听说爱生气的女人喜长斑，吃一块点心吧。莲儿，你就继续这样，你如此这般不堪，等去了大场面，见到太后和皇上，若因殿前失仪而被废除太的婚约，可别跪在我面前哭。镇国公府谢少夫人，在赴太后娘娘的寿宴之前，你先叫人去采买这些药材，我急着要用。先前夫人管账，再三叮嘱我要给小公爷用最好的药材补身子。我需要什么药材，只管写在册子上，夫人会去采买回来。若非国公爷和夫人如此舍得花大价钱买好的药材，谢小公爷恐怕也没快恢复身子。既然是小公爷的救命药材，那肯定要采买的，我这就叫人去买回来。还有一件事情，我前2日就想同谢少夫人提一提，只是看谢少夫人忙于接管谢府，一直没找到机会。什么事情？现在说吧。我知道少夫人你跟随李仙医学过几医术，但现在谢小公爷是由我来负责。我希望在医治谢小公爷身体的事情上，少夫人可以听我的。医者之间最忌惮两方起分歧，这对患者养病极大的不利。少夫人，你说是不是？罗太医说的极是，沈婉看得出来，罗太医为了小公爷的身子很是尽心尽力。谢小公爷在罗太医的治理下，身子日渐好转。沈婉的话为何听着怪怪？少夫人，马车准备好。小公爷也要入宫
给太后过寿。太后过60大寿，我既然已经苏醒了，岂敢怠慢？可是太后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她定能体谅你的难处。太后宽厚仁慈，可为人臣子，却不可因此无礼。若我真的不舒服，不是还有罗太医在，且少夫人也懂得医术，罗太医担心什么？既然谢小公爷执意要入宫为太后贺寿，那再请个脉，我看过你的身体后再决定吧。好，罗太医怎么样？小公爷想入宫就去，若有哪里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说。知道了，罗太医。阿宁，别担心我自己有分寸。我偷偷查看过罗太医倒掉的药渣，那里面有2味致命的毒药。蜈蚣草可以麻痹你的经脉，压住你的内力，让你无法再运转丹田，使用内力。文兰书是侵蚀你心脉的剧，说你本就中了毒瘴，那么在日积月累的服用此药材，定会令你日日心绞，疼痛难忍。当然，还有1味药，它叫相思饮。少夫人，你的血燕窝熬好了，奴婢给你送来了。它是种在我身上的毒，只要你我2人喜欢，毒素会转移到你的体内，让你无论与谁行房事都不会留下刺。少夫人，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就出发。苏嬷嬷，苏嬷嬷，我婆母走了吗？还未。那我同她1辆马车。少夫人，您不同小公爷1辆马车？我为什么要和他坐1辆马车？少夫人，家主交代过，让奴婢多劝少夫人，你该好好伺候谢小公爷，争取早日和谢小公爷培养出感情。我知道，你不用老是提醒我，你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真的没办法一下子适应。宋嬷嬷，你是不是觉得我咎由自取？我那天应该听我娘的话，让2妹妹嫁过来。是啊，我后悔了。新婚夜那日，她触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无比恶心。她压在我身上，看着我，她那样，她还想洞房，她根本不行。原来新婚夜谢小公爷没和大小姐同房啊，难怪谢小公爷没有暴毙而死。奴婢看得出来，谢小公爷很想和大小姐亲近，大小姐再不喜也得装一装呀。谢小公爷过来了，大小姐快过去吧。我不行。我这么说只是权宜之计。新婚夜那个你我闹的动静太大，府里的下人都好奇那天晚上你我有没有。哎呀，那权宜之计代价也太大了，我的一世英名被安毁于一旦了。不许笑！我等会儿入宫后要先见一见太子殿下。你打算把罗太医拿给你的方子交给太子殿下？虽然只是一个昂贵又普通的方子，但若是让太子殿下知道罗太医只要一直留在镇国公府，就可以捞到很多油水。以太子那心思，怕是要怀疑罗太医去镇国公府的目的。哪怕太子暂时不会调走罗太医，可我只要不停地释放一些罗太医在府内的消息以及你的身体状况，要不了多久，太子便要怀疑罗太医。那我等会儿要先去拜皇上。你到了皇上跟前，皇上肯定会请他身边的秦太医为你仔细把脉，你吃下这颗药，脉象就会有所改变，到时皇上就会知道你的身子大有好转。等太子打听到此事，再听罗太医说的脉象，那怀疑的种子不就埋下了吗？谢玉锦吞服了沈婉给的药丸，这时马车停，外面先传来了宋嬷嬷的声音：夫人，二小姐，我们到了。我那2妹妹和母亲好似也到宫门了。那你先下去，我随后。好，娘。皇后娘娘要见你2妹妹，我先带她过去。这时身后传来了众人行礼的声音：参见太子殿下。娘，一会儿你就跟在阿锦身边好好演戏。周氏目光四处瞥动，看四周众人都在朝太子行礼，这才压低了声音：娘有分寸，婉儿放心。平身吧，谢子。我以为你今日来不了了，快坐轮椅回去吧。多谢太子殿下体谅微臣。阿慈，你感觉怎么样啊？你若是不舒服，娘就去找罗太医过来。而且婉儿她也懂医术，你可以同婉儿说说。娘，我没事儿。我虽在床榻上躺了1个月，但这些日子罗太医没少给我调整药方，特别是今儿一早起来，我精神好了许多，说话也有力气了，只是腿脚还有些发酸发软，站不了太久。皇上和太子都十分关心你的身子，特意点名让罗太医入府为你治疗。你如今能醒来，少不了罗太医的功劳和皇上的恩典。太子殿下，微臣还要去乾清宫向皇上谢恩。那姑同你一块过去吧。太子哥哥，我有东西要交给你。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正事未曾处理。李长福，你陪着谢小公爷一起去乾清宫，一定要仔细的伺候好小公爷。如果他有身子不适，便叫太医过来为他瞧瞧。是，奴才一定仔细的伺候好小公爷。谢少夫人，太子殿下让你去微星阁。沈婉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容，道：好，公公请带路。
微星阁，这里是东宫的饭。太子哥哥，你刚才说的东西是什么？拿出来给姑看看。神丸，姑不管你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只要谢玉锦不死，你永远不可能回到沈家。你一天到晚就把心思放在毫无用途之处，你这样，姑以后不会再见你。太子哥哥，这方子是罗太医给的。罗太医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太子哥哥是不是以为婉儿拿着方子就为了见太子哥哥一面？婉儿不敢玩耍太子殿下，这药方是罗太医一早拿给我的。罗太医说这1个月就是用这些名贵的药材才救回谢玉锦一命。如今我长着谢府钟馗，他要我按着方子采买这些药材，我婆母对此事一应必求，从不过问那么多名贵药材是如何使用。就算是正常1个月也用不了那么多名贵之药。罗太医拿着这些药材却可以弄出国公府外换钱，那镇国公府是蠢的吗？健康的人一下子进步太多也要出事，偏偏还给罗太医送钱。罗太医要什么便采买什么，从未质疑过罗太医的行为。等等，给罗太医送钱，镇国公府给罗太医送钱，罗太医被镇国公府收买了。你把这方子拿给你婆婆周氏，看看她怎么说。如果她让你去采买，你便按着她的吩咐，照这方子把药材采买。好，婉儿知道了。这时，李长福走进来，对莫君礼说：“太子殿下，皇上要你过去一趟。”李公公，不用送了，我知道路了。是啊，谢少夫人曾在宫中生活过2年，与太子殿下和靖王殿下曾是要好的感情，如今却，只能说沈大小姐和太子妃有缘无分，福泽不够，承泽不了奉后之位。往事莫再提。谢少夫人从这里一直走，就到紫薇亭。今日太后设宴，将那里分给了京城贵女们玩耍。寿宴还未开始，谢少夫人不如先去紫薇亭坐坐。沈夫人与沈二小姐应该也在那边，皇后娘娘待会儿也会过去。好，公公留步，我自己过去。沈婉捏起裙摆一角，转身离开。少夫人，奴婢刚才看到夫人和二小姐去紫薇亭了，皇后娘娘也在那边。这时，对面的长廊走过来一群人，为首的女子穿着一袭橘红色的衣裙，五官清秀大气，体态丰腴。少夫人，那是靖王妃呀。阿婉，靖王妃看到沈婉时一脸惊喜。王妃，你还怀着身孕，你慢点走。臣妇参见靖王妃。快起来。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都笑了。你长大了。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你我2人自你9岁被李仙一带去木仙山后，就一直到现在才得以重逢。其实你及笄那日，我就想来看你，奈何我如今身子笨重，王爷不答应。臣妇不是有经常给王妃写信吗？你的信我可都保留着，我给你写的信你可存起来了？存着呢，都在我闺阁内好好收着。我还以为你会。咱们好不容易相聚，聊天就不要聊男人的聊，怪没意思的。你说是不是啊？对，你跟我聊聊木仙山的趣事儿。我木仙山那些趣事儿都在信上写给你了，还是听你讲吧。你讲的事儿可比信上写的有趣多了。这时，二人看到了紫薇亭，一群贵女嬉笑不止，其中一名穿着粉色衣裙的贵女站在紫薇亭中，嗓音清亮地念出一首诗：雪梅绽开满园香，琼楼玉宇冰花下，山舞银蛇云低垂，邀来雪花共舞醉。顾明珠脚步一顿，目光落在亭子内那身穿粉色衣裙的女子身上，柳眉皱了起来。这首诗是你做的。紫薇亭内传来了沈皇后的声音。臣女不才，方才看到顾二小姐以雪出题作诗，臣女便想到了这首诗。不错，不知诗中寓意，你给大家讲一讲。回皇后娘娘，此诗命题无雪，臣女做这首诗的寓意，便是想描述雪花的景落在山河的色彩与形状。上京城落雪时，臣女每每感叹雪花被狂风肆虐，待第2日清晨，街道房屋都压着积雪，很是壮观。站在对面的顾明珠差一点被沈莲的解释逗笑了，她回头看了看沈婉，说道：“她是谁？你可认识？”回晋王妃，她是臣妇的二妹妹。阿婉，我可不给你面子哦。不用给我面子，我也没想你的诗竟然被拿出去用了。儿臣给母后请安，母后万福金安。臣妇给皇后娘娘请安，祝皇后娘娘身子安康。晋王妃，你身怀6甲，快拿垫子给晋王妃垫上，坐下来吧。婉儿，你也坐。谢皇后娘娘，谢母后。金妙仪的脸色有些不大好看，就朝沈婉招了招手：“岁岁，到娘这边来。娘，今日你二妹妹好厉害，你可要帮着你二妹妹，帮你二妹妹
遮盖一二。沈婉故作茫然道：“我刚才听到二妹妹做的诗。”是啊，你二妹妹以雪为题做了一首诗，不知沈二小姐可否将刚才做的诗再念一遍给本王妃听听？本宫记得晋王妃可是上京城才女，诗词歌赋随手拿捏。沈二小姐可以和晋王妃多交流探讨。原来她就是晋王的女人，她长得也不怎么样嘛。臣女不才，既然晋王妃想听臣女方才做的诗，那臣女献丑了。沈莲朝晋王妃扶了一个身，等一下你就知道沈莲真的在献丑。纷纷扬扬舞轻纱，如烟如雾如诗画。寒梅绽开满园香，琼楼玉宇冰花下。山舞银蛇云低垂，玉树琼枝花满压。邀来雪花共舞醉，寒冬夜幕雪花洒。诗算不得什么好诗。晋王妃对此有何见解？母后，方才沈二小姐说这首诗是以上京城为背景，因感叹上京城雪景壮观而做出来的诗，母后不觉得很奇怪吗？不知晋王妃觉得小女的诗哪里奇怪？刚才本王妃过来时，正巧就听到沈二小姐说上京城落雪时，臣女每每感叹雪花被狂风肆虐。待第二日清晨，街道房屋又压着积雪，很是壮观。可是这首诗中提到一句话，寒梅绽开满园香，那就说明这首诗的背景并非在上京城。晋王妃，臣女做的诗，臣女会不知用意。沈二小姐，你做的诗你是何用意？本王妃不清楚，但本王妃8岁那年在洛中亭上做的第一首诗却记忆深刻。寒梅绽开满园香，指的是寒梅环于洛中亭四周绽放着一朵朵红梅，空气中都飘荡着梅花清香，十分壮观。琼楼玉宇冰花下，则是在洛中亭对面的海蜃楼，在被风雪的冲击下如玉雕一般屹立在山间。所以沈二小姐根本没有读明白这首诗的背景与用意，你又如何做出这首诗的呢？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我姐姐写给沈姐姐的信吗？什么信？对，没错，这是我姐姐写给沈婉姐姐的诗，她二人经常通信，互换诗词。这上面写的诗正是沈二小姐刚才做的。我说沈二小姐做的诗为何那么熟悉？原来是我姐姐的处女作。天哪，沈二小姐偷晋王妃的诗！沈婉娘，这的确是晋王妃写给女儿的诗信，怎会在二妹妹的手里啊？沈莲下跪在地上，是母亲让我背的。金妙仪险些没晕死过去。蠢货，快闭嘴！皇后娘娘，这些诗信原本是沈婉给莲儿的，所以沈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沈夫人是不是要说这是沈婉姐姐拿给沈二小姐的诗信？是，就算沈婉姐姐把我姐姐的诗信拿给她，那沈二小姐就可以把我姐姐的诗信当成自己的诗跑出来丢人现眼吗？顾夫人低喝了一声，明日想来是沈二小姐十分喜欢晋王妃的才华，故方才顾二小姐出题以雪作诗时，沈二小姐便想到了晋王妃做的玄武一诗吧。莲儿看到晋王妃写给长女的诗信后，十分崇拜仰慕王妃的才华。本王妃才华终是不及谢少夫人，沈二小姐那么喜欢本王妃的诗词，本王妃改日将谢少夫人送给本王妃的诗词整理一份送给沈二小姐。想来沈二小姐看过你家长姐的诗词后，会有更好的启发。呸！胸无点墨，还敢跑出来学人作诗？此事是一个误会，走出这亭子就不必再拿出来说吧。今日太后娘娘的寿诞，莫要扰了太后的兴致。太后寿诞已差不多，诸位夫人可带着姑娘们去摘星楼先赏梅。是。莲儿，今日寿宴，你跟着本宫吧。寿宴过后，博士便要为你与太子选日子成亲。本宫同你说说太子的喜好，等你加入东宫后，也能更好的与太子相处。去吧，你也该好好熟悉太子殿下的喜好，将来照顾太子便是你的分内之事。沈婉，你跟娘一块走吧。本王妃还想邀请谢少夫人一块探讨诗词，现在看来只能改日了。
岁岁出嫁这些日子，臣妇思念她思念的紧，想借着太后娘娘的寿诞，同岁岁聊一些体己话。其实本王妃方才说那事做的并不是很好，是真的不好。金妙仪眉头猛地蹙紧，靖王妃有完没完？皇后娘娘都不让再提此事。毕竟那是我的处女作，有些词填的并不那么精美。后来婉儿帮本王妃改了改，婉儿改过的诗词才是最完美的。本王妃没想到会得到沈二小姐的赏识，沈夫人改日可以带着沈二小姐到靖王府来，本王妃倒可以教教她如何作诗。婉儿，本王妃在摘星楼等你，你早些过来。沈婉，你没事把别人的诗词收在紫玉石匣子里做什么？娘亲，我7岁那年被皇后姑母接入宫中，遇见了比我大2岁的靖王妃。我在宫中思念娘亲的时候，是靖王妃安慰我，我把靖王妃当成自己的好姐姐，她同我分享诗词，我亦十分珍惜靖王妃写给女儿的每一封诗信。紫玉石镶金宝匣是娘亲送我的生辰礼，我很喜欢，遂将我最看重的东西都收进那个匣子里。我不知道娘要用女儿的诗为二妹妹造势，娘其实可以直接同女儿说，我可以拿我写的诗词给二妹妹用。你拿你的诗又有什么用？今天这事儿若是传到太子耳边，我定饶不了你。你放心，我一定让沈莲顺顺利利嫁入东宫，成为太子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太子的心思，以后离太子远一点，还有不准再唤太子为太子哥哥。你别忘了你的身份，若不是沈家宽厚，你如今也不可能站在这里。太子已不是你能吃香的人物了，你就安心伺候谢家那个废物。太后寿宴后，就把治你妹妹脸上胎毒的方子送到沈家来。好的，娘。请问是谢少夫人吗？我正是，公公有何事？奴才得一位贵人所托，让奴才将这样东西亲手送到谢少夫人的手里。祝我迎您新婚快乐。华容，石峰那边有没有江家妇孺的消息？他找到人了吗？少夫人，没有消息。皇上，宫中岗哨都安排好了，确实发现几个可疑的工人。先别打草惊蛇，退下吧。皇上，谢小公爷体内毒瘴大有缓解，虽还有余毒在心脉与肺腑内，可只要谢小公爷继续调养，往后在饮食上多加注意，还是可以恢复个6、7成。等将来找到解毒瘴的解药，谢小公爷的身子就能恢复如常了。太子莫君礼正好走入乾清宫，儿臣拜见父皇。太子，你方才听到秦太医说的话，谢慈这身子，瞧着大有好种。儿臣方才从宫外回来，正巧在宫门碰见谢慈，他已经同儿臣说了，儿臣也大概了解了谢慈的身子，此事是好事。谢慈乃是我上朝栋梁，若他能早些恢复身子，那他便能早日回到皇城司。那还是成了皇上隆恩，有龙气庇护，又得太子殿下无微不至的关怀，谢慈才得以苏醒过来。罗太医在治理谢慈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寸步不离地看着谢慈，生怕他身子有变，随时调整药方，连熬药的事情都从不假手于人。谢慈得诸位贵人相助，阎王爷也不敢说他这小子呀。镇国公夫人不必如此，谢慈未出事之前，乃皇城司一把手，朕也省了不少事。皇上，如今皇城司有靖王殿下，靖王才情能力都十分出众，做事仔细，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微臣不过是和朝中重臣一样，在其位谋其职，不敢有一丝怠慢，就想分担皇上肩上的担。但如今有靖王殿下在，那也是一样的。朕就是可惜。这时，一名宫人走入乾清宫。皇上，太子殿下，太后寿宴开宴时辰还有1个时辰，皇后娘娘带着各宫娘娘及世家勋爵夫人千金已去了摘星楼。今日太后寿宴恐怕要半日时间，你若感到身子不适，定要同宫人禀报。宫中太医众多，不必硬扛着。微臣多谢皇上关怀那就走吧，一块儿去摘星楼。父皇，儿臣还有一样东西落在东宫，方才想起来，那是儿臣送给皇祖母的礼物，儿臣这就回去取。去吧。进来。罗太医一早上心慌慌的，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谢玉锦现在是什么情？太子殿下，微臣从镇国公府出来前，为谢小公爷把了几次脉象。谢小公爷的身子已是强弩之末，今日他种种现象都是回光返照，毒入肺腑，昨日下午还咳血了。微臣定能按太子殿下的时间期限完成任务。太子殿下，不知微臣哪里出错了？微臣的确一直按照那个方子给谢小公爷熬药，还亲自盯着他喝完。
你可知秦太医方才是怎么说的吗？秦太医说，谢玉锦体内毒瘴大有缓解，虽还有余毒在心脉与肺腑，可只要他继续调养，就能恢复个6、7成。将来若找到解药，谢玉锦的身子也不是不能完全康复。不可能，绝不可能！微臣一直按照原定的方子亲自熬药，亲眼盯着谢小公爷喝药。微臣进宫前还为谢小公爷把过脉，他的身子的的确确已是强撑，如今看着面颊红润，精神好，不过是回光返照。照你这么说，秦圣医有问题，还是秦圣医医术不熟你？谢少夫人是谢少夫人，太子殿下，谢少夫人也是懂得医术的。沈婉，莫君里眸光阴暗。是太子殿下，你不觉得奇怪吗？谢少夫人刚嫁入镇国公府，谢小公爷就苏醒了，府里人人都说是因为冲喜冲好的。可若今日秦圣医把出的脉象有所不同，那谢少夫人一定有问题。毕竟她是唯一一个可以进谢小公爷的身又有医术的人，而且那沈大公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谢少夫人出手压住了沈大公子的毒瘴。但镇国公夫人对谢少夫人极好，府中中馈、铺面经营管理权都交到谢少夫人手里。微臣可以看得出来，镇国公府所有人都很满意谢少夫人这个媳妇儿，就连平日不近女色的谢小公爷也很想接近谢少夫人呐。那沈婉对谢玉锦又是什么态度？罗太医眉头皱了皱，倒是觉得沈面对谢玉锦的时候冷冷淡淡，而且谢少夫人很喜欢坐在账房里算账，能陪在谢小公爷身边的时间并不除了微臣见过谢小夫人亲自为谢小公爷用膳。他亲自为他？是，谢少夫人曾亲自给谢小公爷喂饭。他身边还有谁？宋嬷嬷。霍元基，别忘你如今的身份地位是怎么来的。若是姑发现你有二心，你和你儿子姑都不放。你还有2月的时间，2个月之后，若谢玉锦还活得好好的，姑就去拿你儿子去填坑。太子殿下，微臣绝不敢有二心。微臣回镇国公府后，定会好好查一查，到底是哪里出错。莫君里冷哼一声，便快步从罗太医身旁。沈婉刚走到摘星楼，就遇见也正好走到摘星楼入宴的景隆帝、周氏和谢玉锦。臣妇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景隆帝看着沈婉，点了点头，心中叹息：唉，可惜了。沈家与皇后都十分看好的沈家嫡长，命格与太子相冲，无缘入东宫。起来吧。臣妇多谢皇上。皇上，臣妾敬和皇上，如此巧。景隆帝轻笑了几声。皇上驾到，免礼，入座吧。沈婉低着头同谢玉锦说道：你听我来说，我把罗太医给我的方子交到太子的手里。我方才看到太子并没有同皇上一块过来。你刚才去谢恩的时候见到太子殿下了吧？谢玉锦抿了抿唇，又嗯了一声。太子和罗太医都还未入席，那就说明太子从皇上那儿出来后，直接找了罗太医，质问罗太医你的身体状况。不出意外，罗太医肯定会把矛头指向我。谢玉锦眉头微微蹙起。阿姐，我们做一个局。石峰告诉我，有2股势力在暗中寻找江家人的下落。这半个月，宫中岗哨突然增加1倍的禁军巡逻，特别是今日，各宫岗哨都由重兵把守。说我无猜错，那2股势力中有一支势力出自谢家，还有一股势力便是皇帝的人。太子派人在上京城巡了那么久，都没有寻找江家人，想必是已经猜到有人把江家人送入宫中。今日虽是太后的寿诞，却也是皇帝给江家人布下的天罗地网。那江家人定会寻个机会在宴席上刺杀皇上，或是刺杀太子，为江家满门男儿复仇。我配合你。就在这时，殿外传来了内侍的通报声：太子殿下到，太后娘娘到，晋王殿下到。今日是哀家的寿诞，诸臣同欢，不必拘束礼节，大家落座吧。谢太后娘娘。莲儿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他？回头看李长福，李长福立刻走近，弯下身子问道：太子殿下，您有什么吩咐？你去打探一下，沈二小姐刚才过来摘星楼的都跟谁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奴才这就出去问。李长福出去后没一会儿就回来了。回太子殿下，方才沈二小姐跟皇后娘娘从紫薇亭过，跟着一块来摘星楼的还有靖王妃、沈夫人、谢少夫人还有许多京中贵人。据说沈二小姐在紫薇亭与其他贵女一同比诗词，得到了皇后与靖王妃赏识，只是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与顾家二小姐起了冲。顾家靖王怎会喜欢那样虚伪的女子？他根本就不配。这时礼部侍郎拿着百官各州各郡守及各地府衙献上来的寿礼。
百官贺寿，锦州长史献礼红玛瑙凤凰文花姑一对，青州刺史献礼老坛山福禄寿星一，太原郡郡守献翡翠玛瑙手钗一对，中书省陈大人献黄金寿星手捧仙桃100件一个，户部尚书李大人献都是些寻常的礼。礼部尚书沈大人献28星宿军图一幅。沈大，你不是说这幅画前些日子丢失了？微臣的三子又将此画寻回，幸好不曾有一丝损坏，这才得以把画完整的呈到太后与皇上面前。母后，朕扶你过去瞧瞧。怎么还有一幅28星宿军图啊？哎，怎么回事？是谁又送了一幅星军图？28星宿军图，画师居山仙士。这是什么意思？沈大人送了一幅星军图，如今画这幅画的居山仙士也送了一幅。居山仙士不是在内陆吗？听说他早几年去南阳了。那这两画又有一幅是假的。沈正一瞳孔巨震，怎么会这样？快传居山仙士，快把画打开。外面传来内侍的通报声：居山仙士到。大殿外出现了2道身影，走在最前面的人是满头银鬓的老者，他蓄着很长的白胡子，身着浅灰色衣袍，跟随在他身后的是一名10几岁的年轻男子，他头上戴着一顶歪歪斜斜的帽子，穿着土褐色的短衫，一副画师童子的打扮。可沈婉看到老者后面的男子时，眼前却是一亮，那是他的3哥哥呀。草民居民义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居山仙士免礼，谢主隆恩。居山仙士，皇上已免你礼，便不必再行礼了。你能不远万里越洋而来，已让哀家感到十分惊喜。听闻太后娘娘从10年前就打听草民的28星宿军图，前些日子还有人到南阳询问画的价，不过可惜那人嫌弃画太贵，没有买下来。草民正好要回商朝祭祖，本着成人之美，将此画献给太后60大寿。他看向了坐在席间的沈承义，盯着沈承义道：没想到如此巧合，竟在宫中看到了几个月前到南阳询问星军图的人。这位公子，你可还记得我呀？三哥，你小心点。莲儿，沈承义，你怎么回事？皇上，这幅画草民先前在南阳博物馆重金拍下，回到怀州府的海域，又被圣道劫匪抢走，已经丢失了。所以你是要告诉，因为画丢失了，你们沈家又弄了一幅假画，欺骗太后。这位公子，你方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呀？这幅画前几个月前我在南阳博物馆拍下，带回商朝，后来被水盗抢走，下落不明，如今落到老先生手上。敢问老先生，你的星君是从何人手里得来的？过分，太过分了！你是拍了，可你不要脸，你拍下来后私下约我说给我1万两，让我将画从南阳博物馆拿出来私下交易。我不同意，没有这样的规矩，破坏行规。你便说你不要了。我花那么多心血，被你这无耻小人搅黄了。你说你从南阳博物馆拍下此画，那博物馆馆主定要给你写票据。你倒是把你拍卖这幅画的票据拿出来，打我脸来！三哥，你去把南阳博物馆拍卖星君图的票据拿出来，给皇上看，不就是洗刷了清白了吗？他简直上到家了！快闭嘴！娘，快叫三哥把票据拿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向靖王殿下证明你们是清清白白的。皇上，沈三的确拿不出票据了，但是画的确是从南阳买回来，只是船路过圣岛的时候被圣岛水盗炸毁，画和票据都丢失了。沈家花重金四处寻找，太后寿诞开宴前夕，有人把星君图送到沈家，谋取100两银子。微臣第一次见星君图，未辨别出之美。沈三是个不喜文书、笔墨画卷的生意人，哪里知晓有人临摹出28星宿君图，以假乱真呢？微臣便以为呈给太后娘娘的画是出自居山仙士之手的星君图。照你们说，错的全都是别人，错不在你们身，要怪就怪那个送画上门谋取银子之，你们都是固执，犯了错全推到别人身上，你们不辨别清楚真伪就送上，可别糊弄。最终审批的不是礼部的人，礼部这么多人，就没有人可以辨别星君图的真假了。皇上，沈家的星君图是今日才加载进去，沈大人说已经请京城名画师辨别画像真伪，沈大人向来做事稳重，不曾在礼部出过任何差错，礼部内部便没有辨别沈大人的星君图，是微臣失职，求皇上降罪。沈正一
一，你身为礼部尚书，你如何解释？皇上，这还有什么可解释？沈大人父子俩为了讨好母后的欢心，真是费了好大的心机，欺上瞒下，玩忽职守，扰得太后受理不得安宁，惹太后不快，把太后当成猴耍呢。刘贵妃，慎言！沈三公子拿不出票据，更没有人证为他作证。臣妾若是皇后，现在呀，就夹着尾巴不吭声，省得多说一句，惹得皇上不快。你够了！皇帝居山先师亲自问责，你要如何处理此事？你好好定夺，哀家不想因此事皇帝落人口舌。皇上，微臣你闭嘴！皇上，假话之事是草民欺骗了草民的父亲，草民根本没有从南阳博物馆拍下此画，因为画价太高，草民看过此画之后动了别的心思，想着回到商朝之后找名画，按照草民指示下画下星君图呈现太后娘娘。但此时草民的父亲毫不知情，他也是被草民骗了。这个皇后太后就罚草民一个人。老三，他怎么能自己揽下所有罪？以假乱真是要被重杖责罚的。沈承义欺君，但念在太后寿宴，不一见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重杖摆下，处罚1万2金给居山先士，把沈三拖下去，立刻行刑。沈正一身为礼部尚书，玩忽职守，呈假画做太后寿，德不配位，罢免尚书一职，留任6品礼部郎中。谢皇上不杀之恩。只是降了3品，景龙帝罚的还是太轻。爹爹，女儿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娘，你也下去换一身衣吧。太子殿下，我爹爹受伤了，我出去看一看他。好，姑现在走看，你先去看你父亲伤的怎么。偏殿，精妙一哭的怪怨沈正。怎么会如此？你不是说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吗？如今老三被带下去，他会被打死的。我到底倒了多大的霉，才要受这种罪？都怪你！老大、老二，现在老三，一个个出事，你次次谋算，次次说无事。爹娘，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蠢？你们叫我太后寿诞不要殿前失仪，可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娘叫我背诗，我原以为是大姐姐的诗，结果却是靖王妃的。爹送画，我还以为是真的画，结果却是假的。满殿的人都看我们的笑话，我都恨不得找藏起来，真是丢脸，丢死人了。沈莲，你闭嘴！我闭嘴了。我在太后的寿诞时不敢动不敢说，我连吃东西都要看，按照娘的要求来吃，生怕一点差错。可是呢，我闭嘴了，你们却拖累我。你看太后娘娘看我们沈家人的眼神，她都恨不得吃了爹。沈莲，你快住口！你对莲儿做了什么？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我在跟我爹娘讲道理，爹娘不该把假画送给太后娘娘。若不是爹送假画，三哥也不会被重杖责罚。画丢失了，非得要送画吗？咱们家房除了假画，没有别的贵重之物作为太后娘娘的寿礼了吗？沈正一，你还有脸在莲儿身上撒气？太子殿下，微臣没有。我不管你有没有，莲儿方才说的那番话一点儿都没错，你的确是不该以假乱真，送假的画给皇祖母。没有画，你就早该东姑打招呼，而不是连姑都骗。皇祖母快要回来了，你们动作利索一些，接下来寿宴不想发生任何。莲儿，随姑回去吧。好，太子殿下，大姐姐，爹娘坐在后面一排，你仔细盯着他们，别让他们在寿宴惹太后娘娘不快，丢我脸。娘，你怎么了？夫人，娘，这就企图心。快坐下吧，再休息一会儿。岁呀，好女儿，我的好女儿。娘，你莫要这样，回去好好教妹妹。我瞧着妹妹在宴席上确实改变了许多。老爷，我们也赶紧回宴席上去。居山先生，这幅28宿星君可为他题诗作词。倒是有10几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为星君图题过诗词，如今就裱在南阳博物内。不知太子殿下可有意为星君图作一首诗词？莲儿，姑听闻你方才在紫薇亭与众贵女对诗作词。太子好好的，怎么提到紫薇亭的事情？太子殿下莫不是知道莲儿偷靖王妃的诗了？若此事再爆出去，那莲儿就洗不清污名，太子妃之物恐怕也要易主。太子好好的，提到紫薇亭的事情做什么？太子莫不是知道我被靖王妃的诗？太子殿下，莲儿不才，紫薇亭的事情无需再提。靖王妃那个贱人，一定是同靖王说我偷她的诗。太子好好的，提紫薇亭做什么？赏画就赏画嘛，他真的烦。莲儿不必谦虚，姑知道你在紫薇亭的事情，不如莲儿为居山先士的28宿星君作一首诗词。太子竟然让一个小贼为居山先生的画作诗，做什么
么事啊？我根本不会做。不然会是莲儿她在紫飞亭别人对诗了。对什么诗？快想办法阻止太子殿下。沈婉，对，沈婉，快上去帮你妹，快！臣妇不才，方才看到28宿星君图时，突然有一些灵感，想试试题一诗。听闻上京城第一才女沈大小姐写的一手好字，作书题字，写诗作画，样样精，更是李仙一的弟子。今日哀家还真想看看谢少夫人的才华。你的诗若能让居山仙士认，并得到太后赏识，朕重重有赏。那臣妇可要好好想想，如何才能让居山仙士入眼，又能讨到太后一份欢心，还可以得到皇上的赏赐。他走到太子面前，抬手行礼。莫君礼压低了声音，咬牙道：沈婉，你上来干什么？太子殿下，你就让大姐姐为新君图题诗吧。臣女心里一直挂记着三哥的安危，哪里还有心情题诗？臣女不想作诗，臣女想回去坐下来休息会儿。太子殿下，你尽可以自作多情些。居山仙士，这位少有请。好，靖王将场内众人各种千奇百怪的心思敛在眼，还真是有意思。太子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本王记得谢小公爷虽是武将出身，却也是文采出众的才子。父皇，今日是皇祖母寿诞，又是谢小公爷与沈家大小姐的新婚，不如让这一对佳人才子共同题诗，喜上加喜吗？晋王说的无错。谢辞。皇上，微臣在，你可还撑得住？皇上，微臣刚才向罗太医要过药，身体暂无大碍，可以同内子一块儿题诗。顾明珠何德何能，嫁给靖王殿下？星君颂，璀璨夜空列星宿，28宿展奇形，东方苍龙舞云端，西方白虎显威仪，守护苍生映月天。好一句守护苍生映月天，快呈给太后娘娘过目。果真是佳人才子，好字好诗，让在座诸位也瞧一瞧谢小公爷夫妇的诗词。习素独坐南天门。莫君礼眉头一蹙，扫过诗中那一句姬秀独坐南天门。你刚才念什么？习呀，习，激素独坐南天，斗素群星要被沉。顾景行看似在读沈婉的诗，却在暗骂沈莲文盲。好好的诗读成什么？我刚才看差了。姑知道是你受委屈了。沈婉的字，沈婉的才学，终究是负了她如今的地位。赏麒麟送子，一名宫女双手捧着赏赐之物，从大门右侧的门走入，送到沈婉的面前。谢太后赏赐。今日虽是哀家的寿诞，但你同谢小公爷也是一对新人，哀家在此祝二位新人早得贵子，早日为镇国公府开枝散叶，安心过日子。谢太后娘娘吉言。谢玉姐生得出。怎么回事？刘太后蹙紧眉头。太医，快去给谢小公爷看看。谢小公爷中毒了。替谢瑾把脉的人正是景隆帝身边的秦圣爷。谁敢在哀家寿诞给谢小公爷下毒？封锁大殿，务必要查出下毒者。回禀皇上，谢小公爷的膳食没有毒，但是谢小公爷刚才喝的杯子上却留有一些残毒。可是方才微臣也查过谢小公爷面前的茶壶，那水里并无毒。这是什么意思？沈皇后问道。有人直接往谢小公爷的茶杯里投毒，把倒过谢小公爷那一桌的工人找出来，通通杖毙。还有伺候不当，惊扰太后的寿宴，殿前失仪，拖下去杖毙。求皇上饶命！没有给谢小公爷下毒，求皇上饶命！沈婉转头望向那扇门，心头默数1、2、3。皇上不好了！摘星楼上空突然出现了一群人，撒下了这些状纸，为江氏满门鸣冤。岂有此理！状纸上是以江姓第一人称问皇帝：我江疏燕6岁随父到燕阳南关取5万天狼族人寸土不让，夺回燕阳5座城市。我江疏怀8岁独闯兴安南岭，我用1万江家军敌3万来犯陈国勇将，死守兴安城，不曾辱没我商朝军魂，用我江家1万将士尸骨护兴安子民。我江书训10岁同祖父被困白甲关外，江家3000士兵不敌陈军2万兵马围剿，誓死不降。我和祖父及3000江家军同葬白甲关，我身在商朝，埋在家乡国土，此生不悔。